我是全校闻名的舔狗，为了舔柳如烟，我无心学习，没考上大学，仅仅因为她一句不喜欢胖子，过度减肥，身体垮掉。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和母亲含泪的眼睛，我含恨而死。智者不入爱河，建设美丽祖国。再次睁眼，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可没想到没人舔的校花却急了。周晨，把你这封情书给同学大声有感情的念念。高三一班的班主任崔玉霞愤怒地将一封情书甩在了周晨的脸上，不断地拍着讲台，恨铁不成钢地吼道：哈哈哈！班里的同学顿时爆笑如雷，所有人的目光齐齐看向了周晨。这是高三一班，自己这是重生回了2004年。周晨呢喃自语，缓缓看向四周，墙上挂着老旧的风扇，嗡嗡作响。周围的同学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眼神里有嘲笑，有鄙夷。周晨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情书，正是自己高考前1个月写给一班班花柳如烟的。没想到柳如烟直接将这封信交给了老师，自己成了一班的笑话。前世自己也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对柳如烟念念不忘，从高中舔到了大学，从大学舔到了她毕业，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她嫁入豪门，自己才算死心。他抬头看向了柳如烟，坐在第一排的柳如烟嘴角带着微笑，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屑。周晨打开情书，看着自己那稚嫩真诚的文笔，哈哈哈！周晨扑哧笑出了声，真没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竟然能写出这么肉麻的东西，你还有脸笑？给我上走廊站着去！崔玉霞眼珠瞪得溜圆，指着他的鼻子吼道：哦！周晨抿着嘴唇，抑制着上扬的嘴角，径直走向了教室外。崔玉霞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自己现在是彻底放弃周晨了，这都马上就要高考了，脑子里竟想着谈恋爱，这种学生还能有出息，真是拉低自己的升学率。周晨双手插兜，正站在走廊。前世自己家庭并不富裕，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为了让自己上重点高中花了不少钱，高中3年课外辅导就没断过。可自己这个败家玩意，高2就已经不补课了，把补课费骗到手里，全都拿去给柳如烟买礼物，到最后女人没有，大学也没考上，自己爸妈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给自己安排工作，却都因为高中学历处处受限，最后只能托关系进了一家996的公司，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每个月发工资基本上都给柳如烟买礼物了。因为柳如烟不喜欢胖子，自己从180斤开始节食减肥，最后饿出了一身病，临死前也未曾见到柳如烟来看自己一眼，想想也是可悲。不过周晨倒不至于有多恨柳如烟，毕竟那也是曾经自己喜欢过的女孩，只是随着前世的死亡，自己也看淡了许多东西，对于柳如烟的执念也烟消云散。唯一后悔的就是没能考上大学，每天在父母面前装出一副很努力的样子，这一世他不想再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和母亲含泪的眼睛。周晨伸了个懒腰，嘴角挂着释怀的笑容，前世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也足够了，这一世就为自己而活吧。叮铃铃，下课铃声响起，不少同学走了出来，路过周晨身边都要嘲笑1-2句。周晨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刚要回班级，柳如烟叫住了他：周晨，有事？周晨抬头问道。柳如烟梳着齐刘海，马尾辫，肌肤雪白，一双杏眼又大又圆，长长的睫毛好似2把小扇子。不得不说她的脸蛋看上去十分幼态，现在她还没学会化妆，穿上一身校服，清纯感十足。她背着双手，摆弄着衣角，低着头说道：周晨，今天的事对不起，我当时把情书夹在卷子里，忘了拿出来了。周晨点了点头，这种事情都能忘，不过真真假假都无所谓了，自己已经不在乎了。周晨，其实我报了江州大学，你好好努力，我在江州大学等你。柳如烟踮着脚尖，在他的耳边说道。说完，一脸羞红的跑回了教室。周晨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刚刚那一瞬间，自己差点又他妈沦陷了，这小丫头也太会了。他连连摇头，赶紧念起了清心咒：智者不入爱河，建设美丽祖国。柳如烟的话倒是提醒了自己，还有1个月就要高考了呀，前世自己没考上大学。柳如烟回到了班级，闺蜜田雪萌好奇地问道：你把周晨的情书交给老师，万一那个傻帽生气了咋办？咱们暑假的旅游经费不是还得靠他吗？放心吧，我刚才已经告诉他我要考哪个大学了，你信不信他一会就要回去看书了？柳如烟轻撩秀发，自信满满。只见周晨急冲冲地走回了班级，拿出作文大选，一脸认真地看了起来。田雪萌顿时给柳如烟竖起了大拇指，你真是太厉害了。陈小龙这时从厕所回来，对着周晨道：走啊，上网去，我请客。上什么网啊？马上就要高考了，抓紧学习。周晨一脸认真道：不就是被柳如烟拒了吗？至于这样吗？陈小龙恨铁不成钢道：你就算跟柳如烟考上一个学校，他也不可能答应你的。我学习不是为了柳如烟，而是为了我自己。周晨拿着作文大选放到了陈小龙面前，以丰富多彩为话题写一篇作文，头2年没考，今年肯定考，你好好看看怎么写。扯淡，你咋知道肯定考？要不咱俩赌个面包机？周晨一脸认真，眼神锐利地看着他。陈小龙被这眼神看得发毛，我才不跟你赌。他总感觉今天的周晨有点奇怪，但又说不上来。见周晨不陪自己上网，他也只能无聊地翻看作文大选。周晨，我和雪萌出去一趟，你中午帮我们俩带份饭，谢谢你了，周晨。柳如烟好似发号施令一般，说完便挎着田雪萌走出了教室。周晨头也没抬，继续认真地看书。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呢，刚一起身就被陈小龙拦住：你干啥去？去食堂吃饭了？你见不见啊？还真要给他带饭了？他给你钱了吗？怎么了？我去食堂吃饭还不行？周晨耸了耸肩：得了吧，你不就是去给柳如烟带饭吗？你咋不给我带一份呢？陈小龙翻了白眼：行，等我回来给你带。周晨又拿了本书去了食堂。下午1点半，柳如烟和田雪萌2人手牵着手，笑呵呵地走进了教室。陈小龙，周晨呢？陈小龙摘下了随身听的耳机，瞥了柳如烟一眼，不耐烦道：不知道。这个周晨都几点了还不回来，想饿死咱们俩是吧？田雪萌一脸不爽道。柳如烟则是面带微笑，可能周晨路上遇到什么事耽搁了，估计一会就回来了。就在2人说话时，周晨左手拿着书，右手拎着2份饭走进了教室。柳如烟连忙打了声招呼：周晨，真是谢谢你了。陈小龙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这个兄弟真是没救了。周晨一头雾水：谢我干什么？柳如烟一双杏眼弯成了月牙状：当然是谢谢你帮我和雪萌带饭了，我没帮你们俩带饭啊。周晨耸了耸肩：行了。田雪萌一脸不耐烦道：饭都带回来了，还装什么呀？他伸手就要去拿周晨手里的盒饭，周晨则是一个闪身，直接回到了座位。小龙，赶紧吃饭，一会就要
就要上课了。陈小龙目瞪口呆看着周晨递过来的盒饭，真是给我带的？废话，你刚才不是说让我给你带份饭吗？周晨掰开一次性筷子，边吃边说道。陈小龙一脸奸笑，心情大好，掀开盒饭吃了起来。站在一旁的柳如烟和田雪萌嘴角微抽，脸上的表情如同便秘一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柳如烟粉拳紧握，柳眉倒蹙。周晨，你中午没听到我说的话吗？听到了。周晨点了点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两个带饭？柳如烟恼火道。因为你没给我钱啊。柳如烟一双杏眼瞪得老大，自己让他带东西，什么时候付过钱呢？这是他的荣幸，他竟然还敢从自己要钱。那你为什么给陈小龙带？他给你钱了？周晨点了点头，一脸认真道。小龙昨天请我上网，给他带份饭应该的。柳如烟一时语塞，想要反驳，才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送过周晨任何东西。哈哈哈，兄弟今晚一起去上网啊，我请客。陈小龙差点把饭喷了出来，搂着周晨的肩膀道。周晨摇了摇头，没时间，我得抓紧学习。柳如烟见两人无视自己，胸脯起伏不断，咬牙切齿道。周晨，我生气了，你以后别来烦我。说完气呼呼的离开。田雪萌指着周晨道。周晨，你下午最好赶紧给如烟道歉。哼。陈小龙警惕地瞥了一眼周晨。周晨，你下午哪都不许去，我下午还得看书呢。周晨道。下午第一堂课是数学。周晨拿出数学书，看着密密麻麻的公式，顿时感觉像看天书，心头顿时一紧，这文科还能背，数理化科怎么整？脑子里努力回想前世高考时理科最后那道大题。一下课，周晨拿着数学书朝着第一排走了过去。坐在第一排的田雪萌正拿着镜子捋着自己那两根毛，从镜子里看到周晨的身影，他立刻捅了捅一旁的柳如烟，小声说道。烟，周晨过来了。柳如烟冷哼一声，双臂抱在胸前，仰着骄傲的下巴。过来又怎么样？今天这件事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原谅他，必须要他知道让我生气的代价。田雪萌认真的点了点头，没错，自己现在肚子都饿得不行，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原谅他。周晨拿着数学书到了柳如烟的旁边，柳如烟直接扭过头，不屑道。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别来烦我。他等了半天也没见周晨的动静，心中有些纳闷，扭头一看，这家伙竟然是屁股对着自己。周晨站在过道，对着同坐在第一排的班长笑嘻嘻道。班长，我有道题想请教你一下。班长唐婉缓缓抬起了头，推了推400多度的眼镜，眨着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道。哪道题？身为班长，他也是非常愿意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讲题，不仅能够帮助同学，还能加深自己的印象。就是这个。周晨拿着笔指了指。唐婉一脸认真看着书上的题目，周晨也不敢打扰，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这才发现，这么多年自己还是第一次仔细地观察唐婉。虽然长得不是校花级别的大美女，但五官清秀，脸蛋干净，没有任何瑕疵，留着一头短发。前世自己跟唐婉的交集并不多，因为唐婉本身只专注于学习，自己又把心思都放在了柳如烟的身上。只知道唐婉家里挺有钱，轻轻松松考上了江州大学，毕业后没几年就在家里的公司工作，后来结婚嫁人，也算是人生赢家。唐婉抿着嘴唇，沉思了半天，这道题很有难度，仅仅10分钟，他感觉自己做不出来，抬起头对着周晨说道。那个周晨，要不晚上放学我再给你讲吧，现在马上就要上课了。行，谢谢了班长。周晨也知道这题的难度，不过他相信唐婉能够搞定。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田雪萌一脸懵逼，他看了看周晨，又看了看柳如烟，这家伙就这么走了，他怎么还不来道歉？柳如烟咬着后槽牙，冷声道。估计是人多不好意思呗。真的吗？田雪萌将信将疑，他感觉这个周晨今天有点不对劲。柳如烟耸了耸肩，脸上的神情依旧自信，当然肯定是知道我要考江州大学，现在开始努力了。晚上放学，柳如烟和田雪萌推着自行车出了校门。田雪萌忧心忡忡道。烟，这个周晨一下午都没跟你道歉。柳如烟微微一笑，放心吧，他那个人我太了解了，就是一块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的。跟田雪萌道别，柳如烟骑上自己的粉色自行车，想要抓紧回家去看晚上热播的《蓝色生死恋》。她挺着柳腰，秀发随风飘扬，沐浴在夕阳下，那一刻宛如电影里的女主角，引得不少男同学回眸。柳如烟嘴角含笑，十分享受这种被关注的眼神，在她眼里自己就是韩剧里的女主角，理应备受瞩目。只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一个路口，柳如烟的车链子突然掉了，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柳如烟看着满是脏兮兮的链条，顿时柳眉倒蹙，这种肮脏的活完全不是自己应该干的。就在这时，周晨骑着自行车一顿猛蹬，嘴里哼着小曲，他现在只想早点回家看看自己爸妈。柳如烟见他那副吊儿郎当样子，顿时一阵鄙夷，竟然还跟踪自己。周晨见到柳如烟这小丫头在站在路边干什么呢？心中不免有些好奇，一脚刹车停在了她的旁边。柳如烟，你这干啥呢？周晨，你要是想跟我道歉就道歉，用得着使这么低劣的手段吗？柳如烟翻了个白眼。周晨一脸懵逼，挠了挠头，我咋了？咋了？我车链子是不是你做的手脚？柳如烟双臂抱肩，眼神锐利无比，仿佛洞穿了他的把戏，把我车链子弄坏，故意制造偶遇，你可真幼稚。周晨闻言嘴角微抽，只感觉一阵恶寒，这家伙是有迫害妄想症不成？我每天放学都走这条路，而且我晚上在教室打扫卫生，根本没时间拆你的车链子。柳如烟轻蔑道。呵，那你在这等我干什么？不就是想让我求你帮忙把车链子安上吗？周晨摇了摇头，不是，我在等红绿灯。哎呀，绿灯了，我先走了。柳如烟气得要死，冷声喝道，你给我站着，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车链子安上，我没时间。周晨头也不回登上自行车，扬长而去。柳如烟指着他的背影，咬牙切齿，心中笃定就是周晨拆了自己的车链子，被自己拆穿后落荒而逃，真是个卑鄙小人。他要是敢承认，自己还能高看他几分。就他这种垃圾还想追自己，做梦去吧。骂归骂，柳如烟还是得拿着小木棍扒拉车链子。周晨骑着自行车到了翻斗花园小区，就看到一个身穿校服背着粉色书包的女生站在门口，正是自己的班长。周晨、唐婉连连挥手，班长你咋跑到这来了？周晨不解地问道。唐婉从书包里取出数学书，周晨，你说的那道题我做出来了啊。周晨嘴角微抽，班长你明天再给我讲就行了，不用特意跑一趟吧？不行。你看着唐婉眼神坚定，拿出笔给他讲解道。两人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研究了半天，随着唐婉的讲解，周晨顿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班长可以啊。周晨给
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唐婉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对了，班长，你家离这挺远的吧？一会咋回去？要不要我送你？周晨问道。唐婉怎么说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专程跑了一趟，怎么也不能让小姑娘一个人走夜路不是？不用不用，我家司机在等着我呢。唐婉摆了摆手。周晨嘴角微抽，自己都忘了人家是富二代呀。唐婉装好数学书，突然问道：对了，周晨，明天填报志愿，你报的是哪个大学呀？江州大学。唐婉闻言有些失落，是因为柳如烟吗？周晨摇了摇头，不是。唐婉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脸上挂着单纯的笑容，有些期待的看着他。那我先回去了，以后有什么不会的题，可以随时来问我。周晨看着他背上了书包，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江州大学只不过是个普通一本，以唐婉的学习成绩不说清华北大，但上个985应该是没问题的。联想起唐婉跑到自己家小区门口来给自己讲题，周晨心里咯噔一下，这小丫头不会是喜欢自己吧？不应该呀，自己跟她没啥交集啊。这么想确实有点普信，但他还是对着唐婉说道：班长，我报江州大学只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昨天我看到一句话，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这句话送给我，也送给你，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得做自己。唐婉闻言一怔，周晨朝着他摆了摆手，走进了小区。到了楼下，看着似笑非笑的买菜大姨，周晨问道：看够了？看够了。大姨一把搂住周晨的肩膀，笑嘻嘻的问道：儿子，跟妈说说，那小丫头谁啊？那小丫头是不是喜欢你啊？两人有说有笑回了家。60平米不到的简陋出租房，便是就是周晨一家3口的住处。房间光线略显昏暗，陈旧的家具掉漆非常严重，布满裂缝的地板有些潮湿，空气中充斥着腐朽的气息。这么潮，估计又得下雨了。何英提着买好的菜走向厨房，嘴里吐槽了一句。周晨则是直接回到自己卧室开始了复习。在此之前，他拿出标签和铅笔写下2个词语：考大学，赚钱。普通人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未来，是为了能有份好的工作赚到钱，而周晨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前世的遗憾，也是为了让父母能在外人面前抬起头来。至于赚钱，对于一个重生者而言并不难，未来几年能赚钱的风口实在太多了。周光明下班回家，手里提着一袋糕点，他穿着工装，身材有些发福，脸上留着唏嘘的胡茬，头发也有些的蓬乱，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便去厨房帮忙。你赶紧出去吧，笨手笨脚的。何英把周光明推出厨房。周光明忽然说道：英子，你没发现咱儿子很用功吗？你是不是有病？人家不用功你有话说，现在用功复习，你还有话说？何英不悦地瞪着周光明说道：我的意思是，咱儿子这么用功，肯定能考上好点的大学。那必须的，小陈继承了老娘的才华与智慧，想考不上都难。不说，明明是随他爸的聪明，你可拉倒吧。何英很快做好3菜1汤，周晨大快朵颐，只想赶紧吃完赶紧复习。何英给周晨夹了个鸡腿，没好气道：慢点吃，又没人和你抢。周晨含糊不清道：时间就是金钱，我得赶紧吃完去复习，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何英忽然有些心疼，儿子，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身体要紧。周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常让母亲担心了，他缓了一下，笑着说道：妈，你不要担心，我没啥压力。周光明小酌一口白酒，开口问道：你想好报考哪所大学了吗？江州大学。周晨脱口而出。嗨嗨，周光明给呛的咳嗽，就连何英都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作为父母，他们对周晨的成绩可谓知根知底，这个月稍微努力一点，应该能考上个3本线。要说考上江州大学，他们属实有些不敢置信。儿子，何英担心周晨是不是魔怔了，但刚开口，周光明就拍着桌子打断他的话：有志气。周光明对周晨说道：有志者事竟成，爸相信你。何英低着头默默吃饭。高考在即，总不能开口打击儿子的信心吧。周晨吃饱后就回到房间复习，他着重抓数学和英语，这2门挂科最严重，得下些功夫。时间一晃就到10点了。何英在外面敲了敲房门：儿子，该睡觉了。哎，好嘞。周晨伸了个懒腰，脸上浮现出淡淡笑意。曾经一窍不通的数学题和英语似乎也没那么难，他忽然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洗漱一番后，周晨躺床上睡觉。次日，何英早早起床做早餐，而周晨也是很早就起床晨跑。上一世是病死的，这一世一定要练就一副好身体。周光明迷迷糊糊从洗手间出来，打着哈欠说道：做好了吗？我去喊儿子起床吃早餐。何英撇嘴道：人家比我还先起床，这会儿出去晨跑了。周光明瞬间清醒了，诧异道：晨跑？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何英撕了一口凉气，惊疑不定道：老公，你说儿子该不会受了什么刺激吧？又是用功复习，又是早晨起来跑步的，实在太反常了，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周光明摸了摸下巴的胡茬，皱眉道：难道谈恋爱了？此言一出，何英顿时想到了昨天下午那个女孩。谁谈恋爱了？周晨满头大汗的走到门口，周光明赶紧去开风扇。何英笑呵呵道：没事没事，儿子你听错了。周晨没有继续追问，吹了会儿风扇，吃完早点，洗漱一番后，穿上校服，蹬着自行车赶往学校。在路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周晨停了下来。他每天都在这儿和陈小龙碰头。大约过了5分钟，陈小龙踩着他那辆山地自行车赶过来。我丢，我以为我看错了，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你竟然来得比我早。陈小龙有些惊讶。周晨见陈小龙黑眼圈很重，问道：昨晚搞通宵了？陈小龙眼珠子转了转，神秘兮兮地说：我又找到一家黑网吧，8块钱就能上通宵。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马上高考了，你还有心情通宵呢？陈小龙毫不在意地切了一声：大不了复读呗，反正我觉得这次没戏。两人在班上也算是一丘之貉，学习成绩垫底，否则也不至于在最后一排成为同桌。两人一边蹬自行车一边唠嗑，刚到校门口，陈小龙注意到了柳如烟和田雪萌，刚好有个身材高挑的男同学给两人送早餐。柳如烟面色羞红，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田雪萌则是大大咧咧接过早餐。哎呀，大家都是同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柳如烟娇嗔道：萌萌，你干嘛呀？我和他又不熟。田雪萌冲着柳如烟使了个眼神，柳如烟扭头一看，只见是周晨和陈小龙。柳如烟接过男同学送来的早餐，甜腻腻道：还特意给我和萌萌买早餐，真是太谢谢你了。那男同学留着长发，长得还算秀气，笑着说道：不要谢我，这是我替别人送的。别人？柳如烟和田雪萌都愣住了。田雪萌问道：那个人是谁啊？长发同学回道：是谁就先不告诉你们了，反正你们以后天天
天有早餐吃就行了。说完，那长发男生便走进了校园。而这时，周晨和陈小龙推着单车走向校门。等两人走近后，柳如烟忽然看着周晨解释道：“周晨，你不要误会，我不认识那男的，我也不知道他会给我送早餐。”周晨停下脚步，深幽的眸子凝视着他。柳如烟则是娇羞的低着头：“跟我有啥关系？”周晨极度无语的耸了耸肩，随后吹着口哨，推着自行车进入校门。柳如烟僵在了原地。田雪萌皱眉说道：“如烟，你有没有发现周晨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柳如烟不屑地切了一声：“他这是欲擒故纵，故意装高冷。只要我一天不理他，他肯定会低声下气的来找我。他对自己的颜值很有信心，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周晨会忽然放弃追求自己。我就说嘛，如烟你这么好看，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原来是改变战术了。”田雪萌轻易地挽着柳如烟的胳膊娇笑。周晨来到教室，一眼就看见班长唐婉正专心致志地复习英语，学习成绩比自己好的都在努力，自己没有不努力的道理啊。周晨回到自己座位，拿出英语书开始背单词。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柳如烟瞥了周晨一眼，见他在认真复习，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为了报考江州大学，他还真是够努力的。自己的一句话就让他有这么大的改变，他又怎么可能放弃追求自己呢？可惜就算他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考上江州大学。待会儿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老师肯定会嘲讽他。随着上课铃响起，崔玉霞端着水杯进入教室，教室瞬间鸦雀无声。接下来的1个月是非常时期，为了让大家安心复习，我打算调下座位。陈小龙顿时弯了弯腰，生怕被班主任注意到自己。陈小龙，你和杜小虎换个位置。崔玉霞充满威严的目光看向陈小龙，陈小龙看向中间第3排的杜小虎，他的同桌是语文课代表张雨柔。周晨倒是很佩服班主任，这完全是对症下药。陈小龙文科不太行，尤其是阅读理解能力，他这是想让张雨柔辅导陈小龙。老师，我不要和周晨坐一起。杜小虎开口抗议，自己语文成绩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要是跟周晨坐一块，这未来1个月学习成绩肯定一落千丈。崔玉霞脸色一冷，那你要不要来讲台旁边坐？杜小虎瞬间怂了，撇了撇嘴，默默收拾自己的课本。陈小龙哭丧着脸道：完了，我的幸福生活没了。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就最后1个月了，你好好复习吧。他调换位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柳如烟瞥了一眼5大3粗的王志强，眸子里闪过一抹厌恶。老师，我不要和男的做同桌。那王志强是从村里来的，胳膊比自己大腿还粗，喜欢打篮球，整天身上都是酸臭味，打死也不和这样的土鳖做同桌。然而崔玉霞的决定岂是他一个学生能改变的？王志强还是坐在了柳如烟旁边。柳如烟委屈的直掉眼泪。王志强从未接近过这么漂亮的女生，面红耳赤的挠了挠头，憨厚道：柳如烟同学，你要是不想和我坐一起，等会儿下课我去和老师说一声。柳如烟把头扭到另一边，根本就懒得搭理他。只要自己不搭理他，老师调换位置就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就会把王志强换走。整堂课的时间全是调换位置，不少同学已经开始和新的同桌开始了复习辅导。崔玉霞嘴角噙着笑，对这次调换位置非常满意，自己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呢？老师，周晨忽然举手。崔玉霞厌恶的看了周晨一眼，什么事？我也想换位置。周晨很认真的说道：你这个科成绩都拉胯的，换哪儿都没用。崔玉霞毫不留情的打击道。不少同学哄堂大笑，周晨暗自叹了口气，老师这是对自己有多失望啊？不过也都怪自己，沉迷上网和谈恋爱，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算自己现在努力，班主任也只会认为自己是在临时抱佛脚。崔玉霞见周晨神态没落，心里又升起不忍，她无奈的说道：不是我不想给你换，你看看班上除了陈小龙，谁愿意和你坐一起的？老师，我愿意。一道弱弱的声音响起，崔玉霞微微一愣，随即诧异的看向唐婉。不仅是崔玉霞，其他同学都惊住了，班长居然愿意和周晨做同桌，一个学霸，一个学渣，闹着玩呢。崔玉霞摇头拒绝，不行，你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有望考入重本的，我不允许他拖你后腿。唐婉脸蛋微红，轻声说道：我看周晨同学最近很用功，老师何不给他一次机会呢？用功？用功给柳如烟写情书吗？崔玉霞提起这事就是一肚子火，哈哈，几名同学幸灾乐祸大笑。唐婉无奈的摇了摇头。崔玉霞沉吟片刻后说道：这样吧，我先把他调过来3天，如果这3天他表现好，我就让他留在这个位置，如果有拖累你的迹象，我立刻把他调走。唐婉轻轻点头，觉得自己心跳有些加速，毕竟高中这几年他还从未和男生做过同桌。周晨屁颠屁颠的收拾好课本，和唐婉的同桌黄琪琪换了位置。黄琪琪满脸哀怨的瞪了周晨一眼：3天后我们就会换回来。周晨微微一笑：3天后再说吧。位置调换完毕，周晨从最后一排来到第1排，靠窗边的柳如烟见周晨的笑脸，不禁有些吃醋，这么好的机会，他居然没向老师申请和自己做同桌，自己都想好了怎么婉拒他呢。很快第1节课结束，但崔玉霞并未让下课，而是去办公室拿来一沓高考志愿表。这个年代是先填志愿再高考，不过也有少部分省份开始实行先考再填志愿，大家把高考志愿填一下，这只是模拟填写，下午放学前交上来。周晨拿到高考志愿表，找到江州大学代码，而后在志愿表里填上代码和学院名称。周晨，你真填了江州大学吗？唐婉手里握着铅笔，扭头问道。周晨直接把自己的志愿表推过去，诺，填好了。志愿表上只填了江州大学。唐婉清澈的眸子里闪过一抹怪异，莞尔道：你好像很有信心呢，志在必得。周晨信誓旦旦道：自己是重生者，若是连个江州大学都考不上，找块豆腐撞死得了。唐婉犹豫片刻后，也在自己的志愿表上填下了江州大学。周晨忽然问道：班长，以你的成绩应该能考上清华北大，再不济也能上个985什么的，为什么你会选择江州大学这样的普通大学呢？唐婉握着铅笔的小手微微一僵，耳根有些泛红。周晨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我懂了，是不是有你喜欢的人也填了江州大学？他扭头看向学习委员李木泽，见嘻嘻笑道：是李木泽吧？李木泽是富2代，身高1.75米，气宇轩昂，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也不对啊，以李木泽的实力和家庭背景，他肯定会填985学院，难道是戴青松？周晨眸子一亮，目光看向柳如烟前面的戴青松。戴青松，你填了什么学校？柳如烟用铅笔后端戳了戳前面的戴青松，小声问道：江州大学呀，你呢？我也填江州
江州大学。柳如烟应了一声，旁边王志强嘀咕道：“江州大学分数线有点高，我估计考不进去。”柳如烟撇嘴道：“你能考个3本就不错了，还想着江州大学。”刚说完，柳如烟眼角余光注意到周晨在偷看自己，让你换到第一排，现在想偷看我都不方便了吧？哎呀，你别胡思乱想了，我没有喜欢的人。唐婉面红耳赤的瞪了周晨一眼，周晨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笑，看你面红耳赤，肯定被我猜中了，你是因为戴青松才考进江州大学的。刚说完这句话，周晨又愣了一下子，貌似唐婉最后也没嫁给戴青松啊。周晨，你有完没完？唐婉气鼓鼓的瞪着周晨，眼眶里都有泪花闪烁。周晨，崔玉霞皱眉呵斥了一声。周晨缩了缩脖子，拿出英语书翻看，你志愿表填好了？崔玉霞语气清冷的问道。填好了。周晨点头应道，拿给我看看。崔玉霞伸出洁白的手，周晨把自己的志愿表递给崔玉霞。崔玉霞接过志愿表看了一会儿，蹙眉冷笑。周晨，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就你的成绩还能考上江州大学？江州大学分数线580，你模拟考试300分不到，拿什么考江州大学呀？崔玉霞气得不行，只觉得周晨是胡乱填写志愿表，这不是还有1个月学习时间吗？万一我考上了呢？周晨老神在在的说道。崔玉霞冷笑道，你要是能考上江州大学，我站在教学楼上给你拉横幅，这可是你说的。周晨摸了摸鼻子，一副要死磕到底的表情。我说的，全班同学作证。崔玉霞十分笃定道。其实这些话也带着激励的成分，如果能刺激周晨洗心革面，他真的考上江州大学，自己豁出去这张脸也不是不行。第4堂自习课，大部分同学都在认真复习，唯独陈小龙趴在一堆书中间睡觉。崔玉霞站在窗户后面，森冷的目光直勾勾盯着陈小龙。周晨从讲台上的粉笔盒里抓起一截粉笔砸在陈小龙头上，哪里有拘？陈小龙一声怪叫，同时也注意到了窗口的崔玉霞，瞬间打起精神，拿起语文书嗷嗷朗读。下课铃响起，陈小龙立刻放下书往外跑。周晨，干饭了。周晨伸了个懒腰，看向唐婉道，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唐婉秀眉微蹙，轻轻摇了摇头，眼角还有泪珠。周晨神色一沉，班长，你怎么了？唐婉轻轻吸了口气，摇头道，肚子有点不舒服，你快去吃饭吧。你没事吧？要不要我带你去医务室？不用。唐婉再次摇头。周晨，你磨叽啥呢？教室门口传来陈小龙的声音。周晨又问道，你确定没事？我没事。唐婉点头道。周晨抿了抿薄唇，起身往外走。食堂，陈小龙给周晨分了一个鸡腿，今晚去不？不去。周晨不客气的夹起鸡腿吃了起来。啧，周晨，你不会真想着考进江州大学吧？不是想，是一定。周晨信心十足，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哥们，你能别逗我吗？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柳如烟刺激到你了？陈小龙一本正经问道。都跟你说了和他没关系。周晨狠狠瞪了陈小龙一眼。陈小龙识趣的闭上嘴巴，他还是觉得周晨是被柳如烟给刺激到了。周晨扒拉了几口饭菜，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把一次性餐盒丢掉之后，大步流星走向小卖部，挑选了一包7度空间，然后买了瓶矿泉水结账。刚走出小卖部，便被急匆匆跑过来的田雪萌给撞了个正着，手里的黑色塑料袋掉在地上。哎呦，你没长眼睛啊！田雪萌揉着初具规模的胸脯咒骂道。当发现是周晨的时候，他火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却见地上的黑色塑料袋里有一包卫生巾。咦，如烟喊你来买了？什么喊我来买？周晨捡起塑料袋就要走，田雪萌撇嘴道，还装蒜呢，连如烟的生理期都记得这么清楚。周晨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感情柳如烟也来那个了，不过自己还真不是帮柳如烟买的。刚才见唐婉很难受，而且捂着腹部，周晨猜测她应该是生理期到了，只是她不好意思和自己说。唐婉很认真的辅导自己学习，自己自然不能亏待了她。教室里，唐婉坐在自己位置上很焦灼，黄琪琪已经去食堂吃饭了，自己又忘了带卫生巾，她现在根本不敢离开自己座位。琪琪啊，赶紧回来吧。这时周晨风风火火走进教室，柳如烟立刻叫住周晨，周晨你站住，干嘛？周晨疑惑的看向柳如烟，给我。柳如烟伸出白嫩的玉手，给你什么？周晨嘴角抽了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啊。他每个月都会买卫生巾，自然是一眼看出周晨手里黑色塑料袋中装的就是卫生巾，又不是给你买的。周晨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然后把黑色塑料袋塞进唐婉的抽屉里。唐婉瞪圆了眸子，脸上的红晕蔓延到了脖子上。周晨拿出英语书开始记单词，唐婉心跳得很快，他居然给自己买私密物品。男生给女生买卫生巾的不是没有，不过大多数是暗地里的情侣关系。见周晨都没看自己一眼，唐婉咬了咬嘴唇，拆开包装，拿出一片后跑出教室。没多久，田雪萌吃着冰淇淋回到教室，柳如烟问道，萌萌，我的东西呢？田雪萌一脸错愕，周晨不是给你买回来了吗？柳如烟咬着后牙槽说道，他不是给我买的啊，周晨你怎么这样子啊？田雪萌义愤填膺的盯着周晨说道。周晨捂住耳朵继续记单词，柳如烟捂着肚子道，萌萌，麻烦你去帮我买一下吧。田雪萌无奈把没吃完的冰淇淋放在自己课桌上，又才跑去小卖部。唐婉是临近上课才回到教室的，周晨注意到她换了一套校服。唐婉是走读生，她要换衣服还得回一趟家。周晨，谢谢你。唐婉埋着头，脸蛋红扑扑的，煞是可爱。你要是真想感谢我，就好好辅导我学习。周晨忍俊不禁的笑了笑。唐婉抿了抿粉嫩的红唇，轻声说道，只要你愿意学习，我可以给你辅导。周晨心里淌过一抹暖流，班上没几人看得起自己。唐婉家庭背景优渥，学习成绩也好，但她对自己一点也不反感，还愿意辅导自己学习。这么瞬间，周晨心里有些荡漾。唐婉该不会是因为自己才留在江州大学的吧？这个想法刚升起就被周晨给掐灭了。自己除了有点颜值，还真没有过人之处，班上比自己优秀的人多了去了。唐婉出身大家庭，又怎么会看上自己这样的穷小子呢？下午的自习课，唐婉很耐心的辅导周晨，而周晨也学得很认真。不知是不是重生的缘故，周晨觉得自己头脑特别清晰，自己捉摸不透的知识点，只要唐婉讲解，他就能茅塞顿开。唐婉给了周晨一张数学试卷，你把这张卷子做出来。周晨拿起桌上的矿泉水，拧开瓶盖喝了几口。唐婉瞪大了眼睛，周晨怎么了？这瓶水是我的。唐婉脸色微红，那是周晨买卫生巾时顺带买的矿泉水，自己还喝了一半，难怪这么甜。周晨舔了舔嘴唇，一副回味无穷的
的表情。唐婉脸色更红了，心跳快得不行，自己喝过的水他也喝，这不是间接性接吻吗？脸上一阵滚烫，脑袋都快埋进课桌了。周晨嘴角勾了勾，拿起笔填写试卷。小姑娘太容易害羞了，还挺有意思。快放学的时候，周晨把写完的试卷交给唐婉，随意浏览一遍后，唐婉有些震惊的看向周晨，你是不是背着我抄答案了？虽然只是大致扫了一眼，但他可以确定周晨这张试卷至少能打70分。要知道周晨数学成绩可是从来没及格过呀。试卷是你给我的，答案不是应该在你那儿吗？周晨似笑非笑道，那你学的也太快了吧，是班长你教的好，真的是这样吗？唐婉眨巴着清澈的大眼睛，差点就信了周晨的鬼话。是这样子的。周晨小鸡啄米似的点头，两人有说有笑。这一幕落在了柳如烟的视线里，她攥紧拳头，眼眸里几乎喷出火焰。周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故意接近别的女生来引起我的注意吗？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吃醋吧？王志强咬着笔头，忽然把自己的试卷推向柳如烟课桌。柳如烟，这道题你会？滚！王志强赶紧拿回自己试卷，不敢多看柳如烟一眼。下午放学，周晨收拾课本的时候，唐婉忽然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小婉，我要出国一趟，司机今天没时间去接你，你自己搭车回来。知道了。唐婉神色黯然的应了一声，怎么突然情绪这么低落？周晨背起书包问了一句，我爸爸又要出国了。唐婉无奈的叹了口气。周晨哑然一笑，唐婉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我爸要用车，今天没人来接我，要不你送我回家吧。周晨眉梢一挑，荣幸之至，不过我家有些远，没关系，我踩单车很溜的。周晨和唐婉背着书包，有说有笑的走出教室。靠，周晨你重色轻友啊，说好了等我的。正拿着笤帚准备打扫卫生的陈小龙骂骂咧咧道。唐婉跟着周晨来到停车场，这里停着密密麻麻的单车。周晨的单车是一辆山地自行车，那是老周戒烟3个月才买下来的。校园里不能骑车，周晨推着单车往校门口走去，唐婉则是跟在他身边，宛若一对小情侣似的。如烟，你说周晨该不会移情别恋了吧？不远处，田雪萌看着前面周晨和唐婉的背影，对这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质疑。怎么可能？唐婉是出了名的乖乖女，她不可能谈恋爱。再说了，她唐婉除了有点钱，她哪里比得上我？柳如烟脸上挂着极其自信的神色，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她心里确实有些犯嘀咕。从昨天开始，周晨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今天更是连矿泉水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瓶，这让她一度怀疑，到底是自己等他来道歉，还是他在等自己去道歉。可是自己明明就没有错呀。唐婉住在县城中心，距离学校大概5公里。周晨马力全开，链条都差点磨出火星，也用了40多分钟才将其送到小区外面。这会儿正是夏季，周晨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周晨，谢谢你。唐婉红着脸道了声谢。周晨咧嘴道，不客气，我先回去了。唐婉抿了抿红唇，要不要去我家吹吹空调，休息一会儿？嗨，不了，再不回家，我爸妈该着急了。周晨笑着拒绝了唐婉的好意，随即蹬着自行车飞速离去。唐婉望着周晨的离去的背影，久久都没有收回目光。周晨回到家，已经天黑了。周光明站在阳台上愁眉苦脸的抽烟，何英则是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做手工活。爸妈，我回来了。何英放下手里的活，笑着调侃道，这么晚才回来，该不会又和那丫头约会去了吧？周光明从外面走进来，板着个脸问，什么丫头？这小子谈恋爱了？我就在学校多复习了一会儿，你们别瞎想啊。周晨注意到老周眉宇间带着一抹愁容，虽然他在刻意掩饰，但经历过社会摸打滚爬后的周晨还是能察觉到端倪。这个时间点，老周好像失业了，外婆尿毒症药不能停，隔段时间还得做透析。虽然现在还能吃着3菜1汤，但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看来还是得赚点钱缓解一下老周的压力。何英去厨房里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出来，先吃饭吧，今天你爸亲自掌勺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老周做的红烧鱼堪称一绝，酸酸辣辣，非常可口。鱼头鱼尾已经没了，爸妈给自己留下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周晨鼻尖发酸，端起饭碗就狼吞虎咽。臭小子，吃慢点，小心被鱼刺卡喉咙。周光明笑骂了一声。何英这时候问道，今天高考志愿填好了？周晨从书包里拿出高考志愿表递给何英。何英接过志愿表一看，顿时皱起眉头，好小子，你还真填了江州大学呀？周光明语气不悦，怎么，我儿子不配上江州大学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多选几个学校。怎么，他只填了一个学校？周光明夺过志愿表看了一眼，顿时身子一僵，好家伙，只填了江州大学，合着非江州大学不上了呗？鼓励归鼓励，但事实是事实，他不认为周晨能考上江州大学。周晨咽了口饭，小心翼翼道，老爸，你也不相信我了？周光明深深吸了口气，把志愿表放在桌上，语重心长道，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周晨嘴角抽了几下，刚才还信誓旦旦的支持自己呢。周晨想到自己生病那段时间，老爸经常性的咳嗽，偶尔还呼吸困难，他怀疑老爸肺部出了问题，直到自己临终前，老爸才答应戒烟。老爸，我们打个赌，如果我考上江州大学，你把烟戒了。戒烟？周光明想到自己为了给周晨买单车戒烟那3个月，不禁打了个寒战。你换个赌注。周晨撇嘴道，这都不敢赌，瞧你那点出息。周光明顿时气急，赌就赌，你要考上江州大学，别说戒烟，我把酒都一起戒了。周晨嘴角勾起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周光明切了一声，瞧你那的异样，整得跟真的能考上似的。何英在周光明胳膊上狠狠掐了一把，谁之前还义无反顾的相信他能考上来着？周光明搓了搓胳膊，转身去阳台抽烟。周晨吃饱喝足就回到房间复习，数理化和英语是他最差的几门学科，他必须在这几科重点下功夫。接下来3天，周晨废寝忘食的学习，每堂课都很认真的听讲，从不举手发言的他，每次都争着举手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还每次都能应答如流。这天，崔玉霞在黑板上写下周晨最先请教唐婉的那道数学题，这道题很有可能出现在高考试卷上，你们谁能把这道题解出来？崔玉霞目光扫过全班同学，只见所有人都缩着脖子，生怕点到自己名字似的。崔玉霞也并未生气，这道题确实有些难度，恐怕班长唐婉也得用点头脑才能解出来。老师，我会做这道题。周晨举手说道，还是唐婉来解这道题吧。崔玉霞直接无视了周晨，虽说这些天周晨确实在进步，但他并不觉得周晨能做出这道复杂的方程式。老师，让周晨试试吧，他真的会做这道题。唐婉信心十足。崔玉霞微微
微一愣，随即点头道：“那周晨，你上来解题吧。”周晨来到讲台，拿着粉笔开始解方程。不到3分钟，半个黑板上全是周晨列下的方程式，甚至他都没停顿一下，搞定。周晨把粉笔放进粉笔盒子里，老师看看有没有哪里出错的。崔玉霞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完全正确，没有一处错误点。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周晨，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数学成绩从未及格过的学渣做出来的题。崔玉霞深深吸了一口气，看来唐婉对你的辅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周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班长孜孜不倦地辅导我学习。崔玉霞冷峻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抹笑容，很好，你先下去吧，明天的模拟考试，希望你能给我更大的惊喜。周晨回到自己位置坐下，唐婉目光看着黑板，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他最了解周晨这3天的进步有多大，按照这个进步速度，周晨还真有可能考上江州大学。柳如烟也在笑，她觉得周晨学习进步全是因为自己的功劳，她喜欢自己，只因为自己告诉她自己要考江州大学，所以她才发愤图强，这就是自己的魅力所在。下课后，田雪萌赶走了王志强，坐在柳如烟身边嘀咕道：“如烟，周晨好像真的变了。”柳如烟扬起下巴，沾沾自喜道：“不然他怎么考江州大学，怎么追上我的脚步呢？”田雪萌又问道：“他这几天找你说话了吗？没看他在努力学习吗？”柳如烟白了田雪萌一眼：“那就是没找过你呗。”田雪萌心里暗自说了一句。沉默了片刻，田雪萌又问道：“如果他真考上江州大学，你会和他交往吗？”柳如烟稍作迟疑后点头说道：“大概率会吧，看他表现。最近几天周晨让他很失望，不给自己买饭也就算了，连零食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如果他考上江州大学还是这种态度，那自己肯定不会答应他。但他要是一如既往的宠着自己，自己倒是可以考虑和他尝试交往。毕竟周晨还是有一定颜值的。对了，那个给我们送早餐的到底是谁啊？怎么神神秘秘的？还能是谁？我的追求者呗！我最讨厌这种装神秘的。明天开始我们就不要收他的早餐了，我要让周晨给我们买早餐。听你的。下一堂课是体育，崔玉霞早就和体育老师打过招呼，让同学们自由活动。她坚信大部分人都会在教室里复习，大部分女生都在教室里复习，不过男同学基本都不在。杜小虎身子骨虚，不敢晒太久太阳，于是回到了教室。杜小虎，周晨呢？杜小虎，周晨呢？杜小虎刚走到讲台中间，就听见2道融合的声音传进自己耳朵。先是看了一眼班长唐婉，又看向坐在角落的柳如烟。好家伙，我陈哥魅力这么大吗？班花找他也就算了，连校花都要找他。他在打篮球呢，你让他上来，就说我找他有事。柳如烟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我有些中暑。杜小虎弱弱说道。柳如烟，你找他什么事？我刚好要下去。班长唐婉起身问道。柳如烟淡淡说道。算了，我也下去吧，我想找他陪我打一会儿羽毛球。唐婉应了一声，随即率先走在前面。柳如烟不紧不慢地跟在唐婉身后，她在唐婉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危机感。虽然自己不喜欢周晨，但她也不希望唐婉和周晨走得太近。唐婉走出教室，柳如烟后脚跟上。田雪萌见柳如烟要下楼，立马放下手里的零食，紧随其后。如烟，你去找周晨。好久没打羽毛球了，我想让他陪我打一会儿羽毛球。长达几天的高度复习，柳如烟也想放松一下。田雪萌瞅了一眼走在前面的唐婉，压低声音说道：“唐婉好像也是去找周晨。这几天唐婉和周晨走得非常近，很难不让人猜忌。唐婉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周晨无非是想让唐婉辅导他学习。看来这家伙是铁了心要考江州大学。”柳如烟心情有些复杂，这3天时间，自己在周晨眼里就跟陌生人似的，他很讨厌这种感觉。切，他要能考上江州大学，我跟着他姓周。田雪萌不屑地笑了一声。周晨的学习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垫底的存在，能考上3本都算他祖坟冒青烟，还想着考1本呢。操场上，周晨正和几名男同学打篮球。6月的天气非常炎热，周晨和陈小龙身上的篮球服已经湿透。陈哥，接球！陈小龙一个转身把球丢给3分线外的周晨，接住球的周晨直接起跳投篮，哐当，3分球投中了。陈小龙跳起来挥了一下拳头，我靠，陈哥，你是不是偷偷练球了？离谱啊，这也能进？几名对手垂头丧气，运气，低调。周晨微笑着抹了把汗，咦，柳如烟来了。陈小龙眯着眼睛看向手里拿着瓶冰镇可乐的柳如烟，几名男同学也都纷纷看去。如烟的可乐是给周晨买的吧？难道还能是给你买的不成？陈哥有口福啊！几名男同学朝周晨投来羡慕的目光，就连周晨都露出了诧异的目光。前世并没有自己打篮球，柳如烟买可乐的剧情啊，总不能因为自己重生，命运轨迹改变，柳如烟也变了吧？很快，柳如烟和田雪萌来到操场，柳如烟把手里的冰镇可乐递向周晨，甜甜笑道：“很热吧？我给你买了冰可乐，很解暑的。”周晨呆滞地看着柳如烟，若不是重活一世，自己这会儿应该激动得无以复加了吧？想到前世自己临终前，柳如烟也没见自己一面，他深深吸了口气，而后沉默着低下了头。这可是如烟第一次请男生喝水呢。田雪萌仰着雪白的下巴，仿佛柳如烟第一次请周晨喝水是周晨的荣幸。周晨同学，正当这时，班长唐婉抱着一箱医保走过来，较弱瘦小的身躯抱着满满一箱医保，显得有些吃力，白嫩的额头上浸着细汗。陈小龙连忙上前接过纸箱，班长，你这是给我们买的吗？唐婉偷偷看了周晨一眼，随即点了点头。班长太体贴了，来，大家喝水了。陈小龙咧嘴笑着，给大家发放矿泉水。谢谢班长，班长真好啊，谢谢。同学们接过矿泉水的时候纷纷道谢。柳如烟脸色跟吃了苍蝇似的难看，她觉得自己风头被抢了，唐婉故意和自己作对的吧？田雪萌见唐婉脸色不好，阴阳怪气道：“啧，班长你家庭条件那么好，就买矿泉水啊？”唐婉脸色微红，垂着头嘀咕道：“我妈妈说碳酸饮料喝多了对牙齿不好，那不是喝多了才对牙齿不好吗？少喝点就没事啊。”田雪萌继续开口反驳。唐婉抬起头看向周晨，我去换成可乐吧。换啥换？矿泉水挺好的。周晨从纸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瓶盖喝了大半瓶，冰冻过的矿泉水非常解渴，几口下去透心凉，嘶哈舒服。周晨一脸满足舒适的表情，笑盈盈看着唐婉道：“谢谢班长，不用客气。”唐婉低着头，白皙娇嫩的脖子上都泛起了红晕，这小班长太害羞了。周晨收回目光，内心暗自一笑。周晨，柳如烟怒视周晨，干嘛？周晨目露诧异，你为什么不喝我给你买的可乐？柳如烟语调带着颤音，眼眶泛红，一副
副我见犹怜的神态。嗨嗨，这不都一样吗？而且我不太喜欢喝碳酸饮料。周晨很是敷衍的解释了一句，哼，不喝拉倒。柳如烟傲娇的冷哼一声，然后把可乐递给陈小龙。陈小龙，你把这瓶可乐喝了。陈小龙看了周晨一眼，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也不喜欢喝碳酸饮料，矿泉水挺解渴的。柳如烟目瞪口呆的看着陈小龙，她从未想象过会有男生拒绝自己的好意。体育委员张先锋笑着说道，要不给我吧，我喜欢喝可乐。柳如烟毫不犹豫把可乐递给了他，生怕自己的可乐送不出去。田雪萌替闺蜜抱打不平，冷声道，周晨、陈小龙，你们真是不识好歹。陈小龙耸了耸肩，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周晨更是面色平静，毫不在乎田雪萌的情绪。柳如烟平复情绪后对周晨说道，周晨，你陪我打一会儿羽毛球吧。在此之前，周晨经常约自己打羽毛球，但自己每次都拒绝了。为了在唐婉面前宣示主权，他主动约周晨打羽毛球，相信周晨一定会同意的。唐婉眼角余光注视着周晨，心情忽然有些低落。他也觉得周晨肯定会答应柳如烟，其实他也想找周晨打羽毛球，只是不好意思开口。不了，待会儿我要复习。周晨摇头拒绝了柳如烟的要求，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深情舔狗了。周晨你，柳如烟再次愣住了。周晨是怎么做到如此干净利落拒绝自己的？难道他真的放弃自己了？就在柳如烟愣神的时候，周晨喝完了整瓶矿泉水，而后对陈小龙说道，我们再打一场，然后回教室复习。陈小龙也看出周晨似乎没那么在意柳如烟了，脸上乐开了花。好，继续。小婉，你找个阴凉的地方歇着吧。周晨转身走向操场，同时留下这么一句话，小婉，他叫我小婉。唐婉瞪大眼眸，不可思议看着周晨的背影。如烟，你听见了没？周晨居然喊他小婉。田雪萌双眼瞪得溜圆，这个称呼太暧昧了。这个年代的高中生都非常保守，任意一个亲密的称呼都能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唐婉和田雪萌才会有如出一辙的反应。那又怎么样？他还喊我如烟呢。柳如烟嘴上表现的毫不在乎，但眼眸里却是夹杂着慌乱。周晨不但没有接受自己给他买的可乐，还拒绝了自己找他打羽毛球。他很担心周晨会放弃自己，那样会让自己很没面子。唐婉一步至一棵阴凉的树下看周晨打篮球，他小脸通红，脸上的表情纠结又复杂。周晨以精湛的球技零封对手，唐婉看得乐不思蜀。直到周晨走过来，喘着粗气着问道，怎么样，帅吗？啊！唐婉抬起红扑扑的脸看着周晨，对视上那双漆黑的眼眸，他又赶紧低下头，声若蚊蝇道，很帅。周晨身高1.78米，剑眉星目，五官清秀，留着一头碎发，看不见底的眼眸里透露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深邃。哈哈，我也觉得。周晨很臭屁的自夸了一句，自恋狂。唐婉转身就往教学楼走去。喂，小婉，你要不要打羽毛球？周晨在后面大声问道。又叫小婉？唐婉脸蛋通红，脚下速度加快了几分。周晨去更衣室换上干爽的校服，随后回到教室和唐婉一起复习英语。就在两人投入学习的时候，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走到唐婉课桌前。班长，我可以请教你一道化学题吗？女孩神态紧张，声音很柔弱。可以啊。唐婉微笑着抬头。周晨也抬头看了一眼，下一秒他瞳孔一阵剧烈收缩。顾青雨，班里的特困生之一，高考那天被出租车司机侵害，警方找到尸体时他已经面目全非，体内更是留下7、8人的 DNA。直到自己死亡前，侵害顾青雨的那群人也没能伏法，而顾青雨的家人为了找到凶手，散尽家财也没能得到一个结果。周晨呼吸急促，握着钢笔的手指骨节泛白。周晨，你先让个位置吧。唐婉扭头看向周晨，见周晨脸色不好，他以为周晨不想让位置，于是看向顾青雨说道，我们去窗户那边吧。顾青雨轻轻点头。周晨起身说道，不用，你坐我这儿吧。谢谢你。顾青雨红着脸笑了一下。周晨深深吸了口气，多看了顾青雨2眼，随后找了个靠窗没人的位置坐下来，自己重生。命运轨迹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偏移，但仍有很多事件在按照原有的路线推进。顾青雨惨案多半还会发生。周晨下定决心要拯救顾青雨，也许这才是自己重生的意义。在唐婉的耐心讲解下，顾青雨茅塞顿开，谢谢班长，我学会了。唐婉甜甜一笑，不客气，有不懂的可以随时找我。顾青雨用力点头，感动的都快哭了。因为出身贫寒，他性格内向，在班里很少接触人，也很少有人愿意和他玩耍。他尝试过找化学成绩好的同学辅导自己，但那位同学找借口推辞了。这2天班长很有耐心的辅导周晨，于是他尝试着找班长，没想到班长真的答应了。顾青雨，周晨抱着课本回到自己座位，我在。顾青雨很乖巧的看向周晨，周晨同学，谢谢你给我让位置啊。周晨给自己让位置，班长辅导自己化学题，他第一次感受到同学的热情，心里开朗了不少。你为什么不住校呢？周晨开口问道。顾青雨住处距离学校比较远，所以高考当天才乘坐出租车。如果让他住进学校，或许能避免惨案发生。我爸妈在外省打工，我奶奶中风瘫痪了，我要照顾我奶奶。顾青雨低着头解释。那你上学的时候，你奶奶怎么办？唐婉蹙眉问道。白天有好心的邻居帮忙照看，晚上就只能我自己照顾奶奶了。叮铃铃，放学铃声响起。班长，周晨哥，谢谢你们了，我要回去给奶奶做饭了。顾青雨留下这句话便匆匆离去。唐婉感慨道，难怪顾青雨这么省，平时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周晨转动左手上的钢笔，脑海里思绪万千。顾青雨有瘫痪在床的奶奶需要照顾，让她住校不太可能，而且重点高中的住宿费也不少，看来只有高考前不让顾青雨坐出租车了。周晨同学，可以送我回家吗？唐婉收拾好课本，忽然扭头问道。可以啊，不过你得请我喝可乐。周晨握住转动的钢笔笑了笑，你不是不喜欢喝可乐吗？那得看是谁送的，谁送的不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行了，赶紧走吧。周晨把书包搭在肩上，一只手揣着裤兜往外走。唐婉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唇角掀起一抹好看的弧度。翻豆花园小区门口停着一辆96年上市的红色桑塔纳，周光明梳着大背头，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衬衣下摆扎在西裤里，脚上一双黑色皮鞋擦得油光锃亮。刚和邻居从菜市场买了很多菜赶回来的何英看见周光明都走不动路了。哟，英子，你老公这是升职加薪了不成？邻居王慧芳掩嘴偷笑。何英嘴角抽了抽，可拉倒吧，他不被炒鱿鱼就不错了，还升职加薪呢。今天是你俩结婚纪念日。王慧芳继续猜测，别乱想了，今天是光明他大哥要来我们家做客。何英笑着解释了一句，难怪买这么多菜。哎呦，我闺女快放学了，我得赶紧去学校接她，你帮我把菜
菜带回去。王慧芳把菜色给了何英，何英提着大包小包的菜走向周光明，满脸嫌弃道：“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周光明悻悻笑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大那尿性，咱不装一下，准给咱上嘴脸。咱们倒是没事儿，总得给儿子考虑考虑吧。”爸妈，我回来了。周晨踩着自行车飞快停在桑塔纳旁边，看见这辆红色桑塔纳，周晨脸色有些古怪。这辆车是老爹借来的，应该是要去机场接大伯一家。04年的桑塔纳20多万，相当于未来的路。跟你妈回去做饭，我去机场接你大伯。周光明拍了拍周晨的肩膀，然后钻进驾驶室启动引擎，看着远去的桑塔纳，周晨心里暗自叹息。上一世因为追求柳如烟荒废了学业，没能让爸妈过上好日子。这一世自己一定要好好孝顺爸妈。回到家里，何英径直走向厨房。周晨，你把家里卫生打扫一下。打不打扫都一个样。周晨嘟着嘴嘀咕了一句：“你说啥？没啥。”周晨拿起扫把开始打扫卫生。上一世大伯也来了，自己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但大伯母还是嫌弃房子脏。他们一家根本不是来探亲的，而是发了点小财，来找老周耀武扬威。周晨随意打扫了下房间，然后开始记单词。7点左右，周光明带着周光华一家4口到家。小陈，你大伯到了，赶紧去泡茶。周光明笑盈盈地朝着周晨房间说道：“大哥，大嫂。”何英从厨房露头打招呼，两人只是淡淡点头。两个10来岁的小家伙甚至连看都没看何英一眼。周光华穿着白色短袖衬衣，右手握着一台3星翻盖手机，左手手腕上戴着今年最新款的丹诗顿手表。光明，你舍得买20多万的车，舍不得买一套好点的房子。说话的是周光华的老婆张桂花，37、8岁，脸上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粉底。这是一个唯利是图、尖酸刻薄的女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陪读用的，等小陈考上大学，我再考虑给他买房的事。周光明硬着头皮解释道。咦，周晨怎么还没出来？张桂花伸出胖乎乎的手扇着风，左右环顾后吐槽道：“空调也舍不得装，你们这也太省了。”周光明赶紧从自己卧室把风扇拿出来。周晨慢吞吞从房间走出来泡茶。周晨，你不认识我？周光华皱着眉头问道。认识啊，我是谁啊？周光华漫不经心问道。大伯，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和你大伯母打招呼？周光华面带怒容。张桂花更是冷嘲热讽道：“这几年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正在厨房切菜的何英用力把刀砍在案板上，周光华也皱眉瞪了自己妻子一眼。张桂花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而是看向拿着插板线走出来的周光明说道：“子不教，父子过，你这孩子教的不怎么样啊。”周光明干笑2声，回头我好好收拾他。你的孩子教得好。周青青和周小强给我爸妈打招呼没？周晨端着水杯走过来，面色平静看向张桂花质问：“你这小兔崽子还教训起我来了？”张桂花气得脸上肥肉乱颤：“我可不敢教训你，我只是陈述事实。你儿女不是在省城接受高等教育吗？怎么在礼仪方面也如此不堪？”周晨丝毫不给他面子，上一世自己没考上大学，这一家子没少羞辱自己和父母。自己重病的时候，老爸去找大伯跪地借钱，周光华不但没借钱，甚至还打了父亲一顿，还说自己是短命鬼，死有余辜。这样的亲情不要也罢。笑话，你也配跟我儿子女儿比？我女儿成绩名列前茅，考上江州大学板上钉钉。你呢？我听你爸说你成绩不咋样，估计考个3本都难。你这样的人以后注定成为社会上的蛀虫。张桂花气得说话都直哆嗦。周光明听见那些刺耳的话，眼眸里闪过一抹怒意。何英这时候从厨房里走出来，语气森冷道：“张桂花，如果你们是来做客，我们热烈欢迎；但如果你是来吵架的，那我们只好赶人了。”张桂花看了一眼何英手里拿明晃晃的菜刀，下意识咽了口唾沫。周光华摆了摆手道：“行了，都少说2句吧，孩子都在呢，影响不好。再敢拿我儿子说事，别怪我不客气。”何英继续回到厨房做饭。张桂花气得吭哧吭哧喘粗气。周光华拍了拍他胳膊，小声说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这2口子没文化，和他们计较那么多干嘛？”张桂花心里好受了一些，坐在沙发上吹风扇。周晨的房间里，周晨听见母亲那暖心的话语，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上一世自己没有还口，张桂花也没这么过分，没想到自己还口后，张桂花口不择言，而老妈更是霸气的护犊子。8点左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张桂花也没再过多言语，气氛显得有些压抑。青青，你也报考了江州大学？周光明笑盈盈地看向侄女问道。周青青诧异道：“怎么带个野字呢？难道周晨也报考了江州大学？”周光明点了点头：“是啊，你哥只填了江州大学。”噗嗤，周青青当即笑出了声。周光明老脸微红：“怎么，你也看不起你哥？”周青青忍俊不禁道：“二伯，现高中考上江州大学的人实在太少了。周晨哥哥的成绩哪一年及格过？哪次过春节他敢把成绩公布出来？还只报考江州大学，我实在难以评价他的想法。”话里话外都是看不起周晨，偏偏周光明与何英没法反驳，因为他们也知道周青青说的是实话。张桂花见周光明夫妇俩脸色跟吃了苍蝇似的难看，心情瞬间大好，她故意阴阳怪气说道：“青青啊，别打击周晨了，省得待会儿把我们赶出去。”刚上初中的周小江放下筷子说道：“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这饭菜难吃的要死，我还不稀罕呢。”何英握着筷子在饭碗里杵了2下，刚想说话，却被周光明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为了给周光明颜面，他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周晨吃着饭菜，开口说道：“楼下左转就是酒店，建议你们去酒店吃。”周光华冷笑一声：“你老子都没说话，你还下逐客令了？”周晨无奈地叹了口气：“大伯，你觉得我们坐在一起吃饭有氛围吗？你们无非就是在省城里赚了些钱，来找我们耀武扬威吧。”此言一出，周光华微微一愣，自己连周光明都没说，周晨这小子怎么知道自己赚了些钱？他确实赚了些钱，原本是想好好打击一下周光明，但看见周光明开着桑塔纳，便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打算探出周光明的点，再把自己赚钱的事拿出来说道。周光明从周光华眼神里看出了惊诧，他连忙给大哥倒上一杯酒，满脸谄笑着问道：“大哥最近又发财了？早些年周光华在路边卖光碟赚了不少钱，在省城里买了房子和车子，这几年没啥门路，不过人家积蓄估计也有个好几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周光华那惊讶的眼神不难看出，周晨还真猜中了，大哥赚钱了，最近自己刚好失业，没准能让大哥带带自己。虽然希望不是很大，但为了这个家庭，该低头的时候总得低头。周光华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赚的不多，也就2辆桑塔纳的钱。周光明眸子里闪烁着亮光：“干啥这么赚钱啊？带我一起呗。”周光华笑盈盈道：“你今年不
不是也赚了大钱吗？去年回乡你可没买车呀。嗨，周光明端起酒杯狠狠灌了一口，随即咧着嘴交代了事实，我这辆车是找主管借来的。噗嗤，张桂花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啊！刚才还以为周光明真的赚钱了，给他留了几分情面，没想到车是借来的。光明啊，不是我说你没钱就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虚荣心有那么强吗？这样会带坏孩子的。张桂花眉笑眼开的冷嘲热讽，何英脸上滚烫的厉害，看向周光明的眼神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你不要脸我不也不要了吗？儿子不要吗？周光明摸了摸鼻子，打着哈哈道，大哥，有啥路子咱们可以一起搞，咱们一起做大做强，光耀门楣，省得同村那几个暴发户看不起咱们。光明啊，你可能误会了，他们只是看不起你，而不是看不起我。周光华抿着酒水微微一笑，眼里的轻蔑之色非常浓郁，咱们是亲兄弟，你就不能拉一把？周光明舔着脸干笑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周光华面色平静，丝毫没有带周光明的意思。所以小陈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你只是来炫耀自己赚了钱吗？周光明皮笑肉不笑的问道。周晨看着低声下气的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他经常教导自己人穷志不穷，求人不如求己，但真到了养家糊口，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什么志气是尊严将会荡然无存。周晨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要让爸妈住豪宅开豪车，在大伯面前高高在上，也要让同村那些暴发户仰望自己父母。我不是来炫耀的，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你。周光华脸上堆着笑意，何英实在听不下去，放下碗筷就回了房间。周光明则是一杯接一杯的喝着闷酒。晚饭结束，周光华带着一家子住酒店，周光明和周晨把他们送到小区门口。周光华点了一支雪茄，拍了拍周晨肩膀，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手底下还有个工地，到时候可以去工地上锻炼一下。周晨笑着说道，大伯多虑了，我一定会考上江州大学。前世经历太多，他懂得控制情绪，在一无所有的前提下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别人眼中只是无能狂妄。你有没有考虑过，即便你考上江州大学，也不一定会混出名堂，你不会以为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都能赚到大钱吧？周光华这番话有些前卫，但也是事实，他能知道这些是因为这些年漂泊在外，见识过大世面。在普通人眼里，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乃是重中之重，知识改变命运，正如你之前所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我怎么经营自己的命运，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周光华正诧异周晨是怎么说出这番话的，却见周晨忽然直勾勾盯着自己，你听过莫欺少年穷吗？周晨咧嘴一笑，所以你觉得你以后能飞黄腾达，我现在应该早点巴结。周光华忍俊不禁的笑了笑，天黑了，早点休息吧，待会儿没房间了。周晨双手插在裤兜，嘴里云淡风轻的笑了笑，口舌之争毫无意义，等自己赚了钱再狠狠打他们的脸。周光明掏出一只红塔山叼嘴里点上，用力吸了一口后，语气自责道，儿子，今天我给你和你妈丢脸了。周晨1.78米，比周光明还高半个头，他右手插兜，左手揽着老周肩膀，笑着说，你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丢掉的面子我们迟早找回来。周光明咧了咧嘴，又故作严肃道，看见没，没本事就会被人看不起，所以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将来做一个有本事的人。谁说我爸没本事了？以后我让他们看看我爸有多牛逼。父子俩有说有笑，背影在昏暗的路灯下越拉越长。周光华一家返回省城后，周晨似乎更加卖力学习了，每天早晨5点起床晨跑，6点复习1个小时，7点吃完早餐去学校，回到家吃完饭就开始复习，直到11、2点才洗澡睡觉。何英忧心忡忡道，光明，儿子是不是被你大哥给刺激到了？这么高强度的学习，他身体能吃得消吗？周光明坐在阳台上抽烟，语气深沉道，你没发现咱儿子最近成熟懂事了不少吗？何英愣了一瞬，随即瞪着眼睛道，好像还真是，我感觉他说话做事都跟个大人似的。思想到什么，何英忽然打了个寒战，颤抖着声音问道，你说儿子有没有可能中邪了？我听隔壁老嫂子说，这人中邪后就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来。周光明在何英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没好气道，少去扯那些有的没的，咱儿子这是长大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高3学子加倍努力的复习，而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转眼间距离高考只有5天时间。崔玉霞站在讲台上，表情严肃道，距离高考还有最后5天时间，同学们最近都很用功，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他推了推眼镜，看向坐在自己跟前的周晨，继续说道，其中最值得表扬的是周晨近几次摸底考试，他各科成绩都很优异，不只是优异，简直就是变态啊。崔玉霞甚至不敢把周晨的分数给报出来，谁能想到曾经各科都不及格的周晨，在经历短短1个月的复习后，各科成绩均能高达90分。他担心自己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周晨会被研究中心抓去当小白鼠。陈哥最近内卷严重啊，连午休都在做试卷，这算什么？他拉屎都带着英语书，我靠，这么离谱！不少同学都朝周晨投来羡慕的目光。陈小龙捂着心脏，痛心疾首道，陈哥，你还记得曾经的誓言吗？你说过要和我一起进厂打工的。周晨回头瞪了陈小龙一眼，我什么时候说过？就有。陈小龙嘟着嘴搞怪。周晨嘴角狠狠抽了几下，自己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二货？虽说陈小龙有些活泼，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深交的好哥们。前世陈小龙考了个2本，只因自己没能考上大学，要进厂上班，他还真就放弃了学业陪自己参加工作。不过在浪了3、5个月后，他被老陈给救回去强行入学。陈小龙大学毕业后，靠着老陈给的10万创业资金做起了小本买卖，再后来几年便没怎么见过。值得庆幸的是，自己临终前，陈小龙来医院见了自己最后一面，他哭得死去活来，还承诺会照顾好自己的父母，会把自己父母当成亲生父母对待。也是听了这一席话，周晨才安心的停止了心跳。最后5天，大家可以留在家里适当休息，考试时间是6月7号，同学们一定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到校报到。崔玉霞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长篇大论，无非
非就是考一所好点的大学，以后就业机会有很多。还举例了一些自己带出来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或者自由创业成功的风云人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眸子里充满了向往。当然，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能考上大学，也不是我打击你们，只是想让你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也不要灰心，我带过的学生也有不少同学复读1年后考入名牌大学的。崔玉霞双手撑在讲台上，目光极其严肃。老师，您觉得我能考上江州大学吗？柳如烟忽然举手提问，所有同学目光齐刷刷看向柳如烟，不要掉以轻心，希望很大。崔玉霞模棱两可地回应了一句。虽然这几次摸底考试柳如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为了避免她怠慢，崔玉霞并未把话说得太满。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近段时间她也在很用功地复习，她对自己考上江州大学很有信心。柳如烟侧手看了一眼周晨，她很想问问老师周晨有没有希望考入江州大学，不过为了给周晨保留点颜面，还是放弃了提问。虽说周晨最近学习成绩提升非常迅速，但她觉得周晨的上限是2本大学。叮铃铃，随着下课铃响起，最后一堂课结束，但同学们仍安安静静坐在位置上。下课，崔玉霞深深吸了口气，嘴里深沉地吐出2个字：今天她难得没有占用课间时间。芜湖解放了。陈小龙当即起身把课本丢向高空。下一刻，教室里所有同学都在沸腾，也有不少同学选择坐在自己位置上保持沉默。高中时代结束，他们或许能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或许会提前步入社会经受毒打。此时的周晨也在沉默。重生1个月，马上就要见证自己努力了。他对自己能否考上江州大学很有信心，而考上江州大学只是自己重生后的开始。小陈子，这个给你。已经背上书包的唐婉红着脸塞给周晨一张折叠成心形状的粉色信件。这是周晨抬头看向唐婉，却见唐婉已经飞快跑出了教室。我擦，该不会是情书吧？难道这1个月的接触，这小丫头爱上自己了？周晨刚要打开信笺，陈小龙忽然用力拍了一下课桌。陈哥，上网去，今晚通宵，我请客。都什么时候还想着通宵呢？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那个丰富多彩的作文研究的怎么样？陈小龙撇嘴道，倒是研究了几天，但高考未必会以这个为题。周晨把所有课本装进从家里带来的蛇皮袋子中。陈哥，要是高考作文真以丰富多彩为题，我一定给你上高香。陈小龙喜笑颜开说道。周晨提着蛇皮袋，背着书包，淡淡说道，我也不确定，反正多学点总没错。他没把话说得太绝，否则自己还真解释不通自己是如何知道高考作文题目的。周晨，柳如烟也走到了周晨课桌前。有事吗？周晨淡淡瞥了他一眼，谢谢你这2年对我的好。柳如烟腼腆地笑了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和周晨表白，但当事人周晨却淡漠道，有话直说吧，别拐弯抹角的。柳如烟捋了捋耳边的秀发，清纯甜美地笑着说道，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就算你考上江州大学，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追求。你没事吧？你到现在还觉得我考江州大学是为了……周晨被柳如烟这番话给逗乐了，难道自己近1个月对他的态度不够明显吗？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承认，但没关系，我只是把我想说的话告诉你而已。虽然在唐婉的辅导下，你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但你最多只能考个3本，顶破天也就考个2本大学，江州大学你就别想了。柳如烟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态，语气透露着倨傲。砰！陈小龙一拳砸在周晨的课桌上，语气带怒道，柳如烟，你能不能要点脸？周晨哪里对不起你？你有必要说这些伤人自尊的话吗？作为周晨的死党，他很清楚周晨是怎么对待柳如烟的。柳如烟不屑地摇了摇头，他看向周晨，却见周晨面色平静，没有丝毫因为自己的话而狗急跳墙的意思。奇怪，他是怎么做到听见这些打击人的话还无动于衷的？说完了吗？周晨抬起深邃的眼眸问道。还没呢，我们打个赌吧，如果你能考上江州大学，我同意和你交往，怎样？柳如烟脸上挂着玩味的笑容，似乎很笃定周晨无法考上江州大学。他想看看周晨背水一战，最后却没能考上江州大学的狼狈模样。好啊，周晨笑着应了下来。柳如烟微微正神，他没想到周晨真的敢答应下来，真就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不过也没关系，周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考上江州大学的，而且即便他考上了，自己也不会多看他一眼。那我拭目以待哦。柳如烟露出一笑，随后背着书包往教室外面走去。教室门口有3、5个柳如烟的闺蜜，几人凑到一起就开始哄堂大笑。陈哥，你没事吧？陈小龙捏了捏周晨的肩膀问道。没事啊，我心理素质好着呢。周晨咧嘴一笑。柳如烟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柳如烟想说什么。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搭理柳如烟，但他还是选择了重蹈覆辙的和柳如烟对话。前世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考上江州大学，最后真就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笑柄，以至于时隔多年的同学聚会，还有不少同学把这件事拿出来羞辱自己。他答应柳如烟的赌注，只是为了自己考上江州大学后能狠狠打他的脸。今天放学比较早，周晨回到家里的时候，何英和周光明都没在家，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可乐，坐在沙发上吹风扇，心情忐忑地拆开唐婉那封信笺。会是情书吗？不应该吧，大概率是鼓励自己的话。拆开信笺，映入眼帘的是非常工整娟秀的字迹。小陈子同学你好，还记得你之前说过的那句话吗？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你说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愚蠢的人出现在你的世界中呢？我们江州大学见哦。周晨如遭雷击，大脑顿时一阵空白。两世为人，岂能读不懂唐婉这几句话里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他为了别人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那个别人便是自己啊！难怪唐婉能考入985的成绩，却留在了江州大学。他真的是为了自己。前世自己和唐婉没太多交集，他居然会为了自己而留在江州大学。而他留在江州大学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方便参加后面的几次同学聚会。可惜那时候自己心心念念想着柳如烟，根本就没多看唐婉一眼。自己重生后和唐婉有了一些接触，所以他鼓起勇气给自己写下一封告白信。周晨呼吸急促，抓着信笺纸的手微微颤抖。恍惚之中，他似乎抓到了自己重生的另一层意义。唐婉后来嫁的人应该不是他喜欢的人，所以他的未来生活不会幸福。这是唐婉的遗憾，这个遗憾还是自己造成的。自己短命，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都是前世的遗憾。周晨深深吸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唐婉，江州大学见。既然唐婉留下了最后那句话，说明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很有可能见不到他。以他那害羞的性格，估计也会躲着自己。既然如此，那便江州大学再见。接下来的5天
天，周晨花了3天时间复习，最后2天他被陈小龙拽去网吧上了2天网。对此，何英与周光明也没什么意见，毕竟周晨近段时间学习强度太高了，还有2天就要考试，也应该让他好好放松一下。6月7号，小雨，周晨6点钟就起床了。何英听见客厅里的动静，用胳膊碰了碰周光明，光明咋了？小陈这么早起床干嘛？马上考试了，提前起来做准备呗。那我起床给他做好吃的。何英说着就打开灯，坐起来穿衣服。周光明从枕头下面拿出100块钱，把这100块钱给他，让他在外面吃吧。也行。何英穿好衣裤来到客厅，妈，是不是吵到你们睡觉了？周晨尴尬的笑了笑，你这么早起床干嘛？不休息好，哪来的精力考试？何英语气责备道，约了同学一起去考场，那也不用这么早啊。何英审讯似的看着周晨，考场在2中，我骑车过去得1个多小时呢。谁让你骑车去考场的？坐出租车去考场，晚上能回来就回来，不能回来就在附近找个宾馆，这2天在外面吃好点。何英把印有4个伟人头像的100元大钞塞进周晨手里，这么多钱，老爸的工资才800多，老妈为了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平时只能外接一些手工活，1个月也才300多块钱。这个年代的平均工资低，物价也很低，高中食堂早餐7、8毛就能搞定，午餐荤菜也才2块钱，大多数住校生1个礼拜也才20块钱。周晨1周30块的生活费，20块钱花在柳如烟身上。想到老爸老妈辛辛苦苦赚钱，自己却费尽心思把钱花在柳如烟身上，周晨心里就一阵不爽。前世的周晨在这个年纪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觉得爸妈给自己的钱还不够花。重活一世，他才幡然醒悟这100块钱有多么的沉重。妈，谢谢你们。周晨红着眼眶拥抱了何英，好好考试，别让我和你爸失望。何英拍了拍周晨的后背，周晨看了一眼时间，马上6点半了，他必须要赶在顾青雨上车前将其拦截。这2天他打探到了顾青雨的住处，从翻斗花园骑车过去至少需要1个小时。周晨穿上雨衣，踩着单车飞快赶往顾青雨同学住处。时值6月，哪怕是下雨天，空气中也没有丝毫的凉意。周晨双腿肌肉紧绷，很久没有上过油的链条咔咔作响，咔嚓，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自行车链条终究是不堪重负崩断了。大概10来分钟修好链条，周晨继续赶路。为了防止链条再次崩断，他找了一家修单车的门店涂抹了润滑油。向阳村这里全是清一色的土房，附近有个垃圾场，那是县城运到郊外的，暂时没有专业部门处理，气味刺鼻，令人作呕。30平米左右的平房里，顾青雨正坐在床边给奶奶喂粥。房间简陋，但也能遮风挡雨，房间里打扫得很干净。小雨，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大妈迈步走进来，张婶，您怎么来了？顾青雨蹑手蹑脚把奶奶放下去，开口问道，咱们凑了点钱，这2天你高考得吃点好的。张婶从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面值不大，都是1块、2块的，甚至很难看到5块、10块的钱。顾青雨连忙摆手，不行的，我不能再要你们的钱了。爸妈在外省打工，可自从2年前他们就再也没回来过，更没给自己寄过1分钱。这些年他上高中的钱都是街坊邻居凑的。张婶强势霸道的把那1把零钱塞进顾青雨手里，布满老茧的双手握着顾青雨那粗糙的小手说道，傻孩子，你可是我们村的希望，你好好考试，这2天我来照顾你奶奶。顾青雨是土生土长的向阳村人，他奶奶年轻的时候也帮过不少村民，中风瘫痪后儿女对其不管不顾，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顾青雨那稚嫩的肩膀上，善良淳朴的村民们便兼任起了照顾他们奶孙俩的职责。顾青雨眼眶通红，低着头落下滚烫的泪水，声音哽咽道，谢谢张婶，你也替我和大家说声谢谢，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他这些日子也很用功，自己必须考上大学，以后有出息了才能报答村民们的恩惠。好啦，时间不早了，赶紧去学校吧。张婶担心顾青雨错过了考试时间，开口催促道，那张婶麻烦你帮我照顾下奶奶。顾青雨平时很早就会起床，然后徒步近2个小时赶到学校。今天早上奶奶不舒服，他去隔壁村的诊所里买了一些药，耽误了不少的时间。这会儿徒步去考场已经不现实了，只有坐出租车才能赶到。收拾好书包，洗漱一番，打理了下头发，撑着雨伞便匆匆出门。向阳村外面就是县道，路过的出租车不少，为了节省点钱，顾青雨打算等等大巴车。大巴车到学校只需要1块钱，然而过了10分钟也没大巴车路过。正当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顾青雨旁边。小姑娘，你是去参加高考的吧？司机是一个戴着墨镜的胖子。顾青雨警惕地看着司机，怯生生点了点头。那你上车吧，送到考场只要1块钱，只有高考生有这样的福利哦。胖子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脸上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顾青雨摇了摇头，我再等等吧。如果是计程车，他或许会上车，但这是私家车，他不敢乘坐这样的车。轰隆隆，天上电闪雷鸣，顾青雨吓得打了个激灵。胖子司机继续说道，哎呦，赶紧上车吧，叔叔又不是坏人，马上就要下暴雨了，你也不想赶不上高考吧？顾青雨左右环顾，发现路上确实没什么车，高考可是不等人的，如果自己错过高考，那就是辜负了所有村民们的期望。思忖片刻后，他伸手抓住了汽车门把手。顾青雨，而就在这时，县城方向一辆自行车飞速驶来。这么墨迹干吗？你还要不要考试了？不上车我可走了呀。胖子司机不耐烦地催促道，我有同学来找我了。顾青雨怯怯开口，听声音好像是周晨，但有点远，他也不太确定。胖子司机墨镜下的眼眸微微闪烁，然后下车绕到顾青雨身旁。顾青雨立马警觉起来，身子微微一侧，躲开了胖子司机的大手。你要干嘛？顾青雨脸色发白，惶恐地看着胖子司机。上车。胖子语气低沉，再次上前一把抓住了顾青雨的胳膊。操，放开他！周晨怒目圆瞪，双脚都踩出了残影。胖子司机拉开车门，把顾青雨往车里推，嘴里还嘟哝道，都告诉你了，叔叔不是坏人，我这是爱心服务，懂吗？廉价送你去参加高考。砰！胖子司机关上车门，顾青雨害怕极了，用力拍打车窗，大吼大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救命啊！胖子钻进驾驶室，从椅子下面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压低声音说道，闭嘴，再敢出声我捅死你！顾青雨顿时止住了声音，娇躯颤抖个不停。砰！这时周晨的自行车狠狠撞在小轿车前面，他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砖头，指着胖子怒吼道，下车，你给我下车！胖子脸色阴沉，从车窗探出头吼道，小屁孩滚一边去，信不信老子撞死你！说着就用力踩了一下
油门又松开，汽车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砰！周晨上去就是一砖头拍在胖子的脑门上，胖子司机被砸得七荤八素。妈的！胖子司机晃了晃有些眩晕的脑袋，直接挂挡给油撞向周晨，砰！周晨又是一砖头狠狠砸在挡风玻璃上，挡风玻璃碎裂成雪花状，视线受阻。胖子司机怒不可遏，提着匕首就下车。周晨，你快跑！顾青雨吓得脸色苍白如纸，大脑一片混沌。周晨看见胖子手里的匕首，心里也有些发怵。这个年代，即便是县城也还未被监控完全覆盖，更何况郊区的村子。但这是自己重生后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必须要把顾青雨救下来。我已经报警了，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周晨握着砖头往后退，胖子是个狠人，握着匕首就直接朝周晨刺去。周晨身子往旁边一躲，找准时机，手里的砖头狠狠拍在胖子的手上。哎呦！胖子吃痛，丢掉手里的匕首，一拳头抡在周晨的脸上。周晨结结实实挨了一拳，顿时热血沸腾，也是丢掉砖头上扑上去肉搏，瘦弱的身躯和肥硕的身躯在满是泥土的马路上扭打。这时，一辆白色宝马停在路边，疯狂按喇叭。周晨，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副驾驶的短发女生满脸诧异，随后攥紧拳头，情绪激动对司机说道：“哥，你快下去帮帮他。”青年大有深意的瞥了女生一眼，随后撑着雨伞走向黑色轿车。让你多管闲事，老子掐死你！胖子司机已经占据上风，他骑在周晨身上，双手狠狠掐住周晨喉咙。周晨无法呼吸，头晕眼花。他高估自己的身体素质了，虽然这1个月也在锻炼，但现在的自己终究才18岁啊！光天化日之下，你要杀人？胖子司机身后传来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胖子司机扭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名身着笔挺西装的帅气青年，27、8岁，身高足有1.8米。你也想多管闲事？胖子司机狰狞着表情吼道。青年侧头看向黑色轿车，通过挡风玻璃看见了哭得梨花带雨的顾青雨。他立刻意识到这胖子司机很有可能是人贩子，然后这位男同学见义勇为，所以胖子才问自己是不是也要多管闲事。青年骨节分明的手握紧雨伞，上前便是一个扫腿踢在胖子脖子处，一脚下去，胖子当场昏厥。青年撇了撇嘴，这么不经打，随后撑着雨伞走到周晨跟前，伸出白皙的手去拉他。你没事吧？没事。周晨站起来，随后去黑色轿车驾驶室解锁了车门。顾青雨从车里下来，忽然就抱住了周晨，大哭道：呜呜，周晨，谢谢你。周晨浑身僵硬，拍了拍顾青雨的后背，好了，没事了，还好有人帮忙，不然自己都得撂这儿了。哥们儿，谢谢你啊。周晨扭头道谢的时候，只看见一辆白色宝马呼啸而过，宝马车里，唐婉目光呆滞，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周晨拥抱顾青雨的画面。唐杰单手开车，另一只手夹着香烟搭在车窗上，眼角余光注意到妹妹的神态，疑惑问道：怎么看你好像心情不好？唐婉抿了抿嘴唇，摇头道：没有。唐杰吸了口烟，将烟头弹出去，继续说道：别分心，好好考试，争取考进清华北大。江县2中，这是5年前才建起来的新学校，整个江县的考场便设定于此，考生们陆续进入考场。周晨在附近商场买了身干净的衣服，与顾青雨卡在考试铃声响起之前进入了自己的考场。崔玉霞在周晨的考点外面等了很久，看见周晨赶到考场，她这才松了口气。崔老师，不会是你来监考吧？周晨脸上还带着淤青，脸颊肿胀，若是隔得远，还真不一定认得出来。脸上怎么回事？崔玉霞皱眉问道。骑车的时候链条断了，摔了一跤。周晨揉了揉火辣辣的脸，说话都有些含糊不清。崔玉霞并未继续追问，开口说道：这次监考老师全是省城下来的，你不要有太大压力，按照平常心去考就行了。周晨用力点头，好的。崔玉霞拍了拍周晨的肩膀，进去吧，我已经准备好横幅了，就等你成绩下来。周晨扑哧一笑，我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呀？崔玉霞一脸严肃，谁给你开玩笑？我说给你拉横幅就给你拉横幅。周晨的改变他都看在眼里，周晨是自己那个班级为数不多有望考上江州大学的同学，只要周晨能考上江州大学，自己在教学楼拉横幅，那些教师不会嘲笑，只会羡慕。我一定给老师长脸，加油！崔玉霞握拳做了个加油打气的动作。周晨昂首挺胸进入考场，按照自己的考生号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第2次铃声响起后，监考老师开始发卷，第1堂考试便是语文。周晨拿到试卷，第一时间将其翻转看了一下作文题目，果然是以丰富多彩为题写作文，作文总分60分，占据语文试卷总分的2/5。大致浏览了一遍试卷，周晨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意。前世看这语文试卷犹如看天书，现在看这些题目心里没有任何压力，太简单了。周晨只用了30来分钟就写完了试卷，也成了整个高中第一个走出考场的考生。校门外面全是撑着雨伞的家长，这么早就出考场，估计交白卷的吧，看着就没啥出息，真替他爸妈感到寒心。还好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老子非打断他的腿。卧槽，老周那小子怎么像你儿子啊？一个络腮胡大汉拍了拍刚才说替他爸妈感到寒心的那人。周光明在附近兼职，加工店老板过来等孩子高考，干脆给放了2天假，于是他也过来凑个热闹。周光明手里夹着半截红塔山，眯着眼望去，摇头说道：不是我儿子，我儿子没那么胖，早上出门也没穿这身衣服，现在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看不太清出来的考生面孔。但周光明很确定那不是周晨。周晨下楼的时候，他站在窗户边默默地看了几眼，那小子今天根本就没穿这身衣服。然而周晨很快来到校外，周光明脸都绿了，还真他娘的是自己儿子，他这脸咋回事？连他老子都没认出来。周光明垫着脚挥舞着手。周晨看见老周，大步走了过去，爸，你怎么来了？周光明满脸阴沉，你的脸怎么回事？和谁打架了？表面严肃，但老周心里疼得不行，自己都舍不得动儿子一根手指头，居然被别人打了，这口气必须讨回来。周晨解释道，早上骑车链条蹬断了，然后摔了一跤，这是他早就想好的借口。周光明揉了揉周晨的脑袋，无比自责道，都是老爸不好，早上应该送你来学校的。下一秒，周光明脸色一沉，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是不是交了白卷？什么叫交白卷啊？这叫做实力，那些语文题太简单了。周晨自信满满说道。周光明自然知道自己儿子不会交白卷，这1个多月的改变，他可是都看在眼里。那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分？周光明有些紧张地问道。虽然没参加过高考，但他也知道语文的总分有150分，这可是高考总分数里面的大头，140分应该没啥问题。周晨上手揣在裤兜说道。这句话出口，附近不少家长都投来嫌弃与看傻子
子的目光，我没跟你开玩笑。周光明嘴角狠狠抽了一下。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考高分，他也一样。周晨能考个100分，自己都要谢天谢地了。他居然敢说出自己考140分这样的话，我也没开玩笑啊。周晨无奈地笑了笑。作文题他研究了1个多月，结合两世为人的感悟，他写的那篇丰富多彩的生活至少也能拿到50分左右的成绩，而其他语文题几乎不可能出现任何差错。周晨，我看你爸挺老实的呀，你怎么就不能脚踏实地做人呢？周光明的一个老同事笑着调侃。多说无益，考试成绩下来自见分晓。周晨淡淡瞥了那人一眼，他现在已经懒得和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起争执，等考试成绩下来，这些人只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第2堂考试是综合，周晨仍是30分钟交卷，双手插兜走出考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周光明已经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站在外面抽烟。他决定中午陪周晨吃个饭，然后就去找新的兼职。现在不少人都知道那个30分钟交卷的考生是自己儿子，那些长舌妇在背后说着一些闲言碎语，听着心里难受啊。中午，周晨等到了陈小龙，陈哥，我的好陈哥，你是我爸爸。陈小龙激动无比地给了周晨一个熊抱，甚至用力耸了2下。滚，恶不恶心啊？周晨一把推开陈小龙，嗨嗨，周叔叔也在呀。陈小龙这才注意到周光明，满脸羞红地笑了笑，走，带你们下馆子去。周光明笑呵呵地走在前面，陈小龙激动地揽着周晨肩膀，陈哥，这次作文题目还真是以丰富多彩为题，我觉得我的作文分至少能考40分，大学录取分数线摆在那里，差1分也无法被录取。这次作文能考高分，那无疑是增加了自己考上2本的希望。加油吧，争取考江州大学。周晨笑着捶了一下陈小龙的胳膊。陈小龙撇嘴，江州大学没啥希望，能考上2本就很不错了。虽然他平时喜欢上网，但学习成绩也不算落下太多。尤其是最近1个月，周晨的发愤图强也感染到了他。这1个月，他也有很用功的复习。对了，看见唐婉了吗？周晨忽然问道。没有，怎么突然问他？你们该不会……陈小龙猥琐地笑了起来。少胡思乱想，我就随便问问。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周光明在饭馆里点了3个荤菜，1个素菜，1个西红柿蛋汤。吃饱喝足，周光明便回去了。周晨注意到老周神色有些恍惚，看来他还是对自己没底啊。早知道就在考场多待一会儿了。下午是数学和英语，周晨一如既往30分钟交卷，然后双手插兜走出考场。反正老周不在，他也不担心老周在外面被别人指指点点。下午天气已经晴朗，外面有江州电视台的记者，看见走出来的周晨，记者立刻拽着摄影师走上前对其进行采访。同学您好，您就是那个连续4场考试都30分钟交卷的考生吗？是我没错了。周晨有些尴尬，这考个试连江州电视台都来了，可惜现在短视频还没有兴起，不然自己这个操作得成为网红了。那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可以。记者继续道，同学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们希望您高考分数下来后能继续采访。可以，我把我爸的电话号码报给你。周晨刚接受完采访，崔玉霞忽然带着顾青雨走了过来，她旁边还跟着几个夹着公文包的短发男人，看起来像是派出所的。你就是周晨吧？一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笑着问道。我是。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中年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正是早上和自己干架那个胖子司机。不认识。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中年人语气加重了几分。早上和他打了一架，这样算认识吗？周晨开口问道，神情从容不迫。中年人眯着眼看着周晨，这家伙居然这么淡定，他越淡定反而越有问题。中年人深深吸了口气，方便和我们去所里走一趟吗？周晨点头道，可以的。周晨和顾青雨被中年人带上一辆警车，崔玉霞也跟着去了派出所。经过一番询问，周晨把早上的经历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中年人眯着眼睛问道，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据我所知，你和顾青雨同学不是很熟悉，甚至平时很少有交集，请问你为什么会在考试这天骑着单车跨越30多公里地去找他？周晨也总算明白，因为自己的未卜先知，警察怀疑自己和那胖子司机有关系。顾青雨同学家境贫寒，平时都是徒步来学校上课，而且还经常性的迟到。今天是高考，我担心他来不及赶到学校，所以想过去接他。周晨脑子转得很快，有条有理的说出自己去找顾青雨的原因。中年人和同事交头接耳了片刻，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根据口供，他们了解到顾青雨确实经常迟到，班主任知道他家里的处境，也从未惩罚过他。由此可见，周晨大概率没有撒谎。崔玉霞带着周晨和顾青雨走出派出所。顾青雨此时脸色惨白，刚才警察叔叔告诉他，那个胖子是一个极其变态的强奸犯，近3年已经侵害了5名花季少女，因为监控覆盖不全面，且那犯罪分子有非常强悍的反侦查能力，这才导致3年都没抓到他。如果不是周晨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崔玉霞也被这件事情吓得不轻，她拉着顾青雨的手说，顾青雨，你以后可得加强防范意识。顾青雨处于后怕之中，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只得拼命点头。崔玉霞又看向周晨，夸赞道，周晨，你是好样的，老师为你感到自豪，我回去帮你申请个见义勇为荣誉证书，老师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学生。明明是为了救人与歹徒殊死相搏留下的伤，却说自己是骑单车摔的，他这是想深藏功与名啊。曾经的崔玉霞看周晨那是怎么看都不爽，现在看周晨恨不得他是自己的亲儿子。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弘扬民族正气、展现民族风貌、体现民族精神的表现。我们接受国家教育，理应将这些正确理念铭记于心，并发扬与传承这种优良传统。周晨语气深沉地说出自己内心想法。崔玉霞眼眸里金光爆闪，看向周晨的眼神竟是有些肃然起敬，但更多的是惊讶。之前的周晨上课打瞌睡，经常晚自习还逃出去上网，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倒数行列。这短短1个月时间，他变化也太大了吧。顾青雨听了周晨这番话，眸子里也是闪烁着异样的色彩，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他脸蛋爬起2朵红霞，低着头看自己脚趾头。崔玉霞自掏腰包请2人吃了晚餐，然后还给顾青雨订了个宾馆。现在天还没完全黑，周晨本想骑车回家，但在校门口碰到了陈小龙。周晨，你和崔老师还有顾青雨去哪了？派出所。我靠，你作弊了！陈小龙当即瞪圆了眼睛，随后又挠了挠头说，也不对啊，作弊不至于被带去派出所吧？我用得着作弊吗？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然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讲了一遍。陈小龙听完周
周晨的描述笑出了声，我觉得你这作文能打满分。怎么说？周晨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想象力丰富啊，有着想象力，要不以后你去写小说吧。陈小龙只觉得周晨是忽悠自己。周晨笑着踹了陈小龙一脚，陈小龙侧着身子躲开了，揽着周晨肩膀说道：我刚才去吃饭，看见了一家街机厅，我们打街机去，今晚不回家吗？回个毛，我订了一个双人房，今晚你和我住。两人勾肩搭背着去了街机厅。青春只有这么几年，既然重生回来，自然要好好缅怀一番。两人在街机厅玩到11、2点才回宾馆睡觉。第二天，周晨一如既往的只用了30分钟交卷。每次走出考场，外面的那些家长都投来不屑的目光，没人会觉得这位考生会能考上大学。当然，周晨也不会把这些人的眼神放在心上。2天时间，他已经适应了。2天考试结束，周晨在这2天一直没看到唐婉。柳如烟倒是看见过2次，不过这2天柳如烟表现得非常冷漠，甚至没多看他一眼。周晨买了瓶冰镇可乐和瓜子，坐在对面公园里的石椅上蹲点守候，直到陈小龙出来，也没看见唐婉的身影。周晨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只有去江州大学才能见到他了呀。如烟，你看，周晨在等你呢。田雪萌和柳如烟走出校门口，柳如烟立马抬手挡住自己脸，恼怒道：能不能别提他呀？你不知道他这2天很出名吗？他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自己和周晨是同学，更不想让他们知道周晨在等自己，整得自己和他很熟一样。30分钟交卷，自己和唐婉同一个考场，连唐婉都无法做到30分钟交卷，周晨凭什么能做到？肯定有很多题做不出来，所以干脆放弃挣扎。如果不出意外，以后自己和周晨将会走向不同的人生。田雪萌吐了吐舌头，毕竟是同学，高考都结束了，真不打算见见他。没看见我这2天都不怎么搭理他吗？如果我继续搭理他，他反倒觉得自己有希望追到我。柳如烟哑然笑道。田雪萌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周晨没听见2人对话，不过他从田雪萌的眼神中看到了怜悯，8成是柳如烟又普信了吧。周晨笑着摇了摇头。很快陈小龙走出校门口，他径直朝着周晨走来。陈哥，等我呀，不然呢？周晨自然不会暴露自己是在蹲唐婉，把瓜子壳丢进垃圾桶，喝完最后半瓶可乐后，笑着说道：走，回去打梦幻。梦幻西游在接下来2年将迎来高峰时期，前世周晨省吃俭用的把钱用来讨好柳如烟了，哪玩得起氪金游戏？这一世他也不是为了玩游戏而玩游戏，而是想通过梦幻西游捞钱。未来有大量游戏搬砖工作室，现在自己走在那群人前面，可以吃到热乎的馒头。回合制游戏有啥好玩的？无趣还花钱，还是砍传奇来劲儿？陈小龙撇了撇嘴，你想不想通过游戏赚钱？周晨忽然问道。当然想啊，不然我经常通宵砍传奇为了啥？一把裁决能卖500多呢，要是出一把屠龙，直接万元户。提到赚钱，陈小龙瞬间来了兴趣。哪个男人没有一个既能玩游戏还能赚钱的梦想？周晨思忖片刻后，摇头说道：出裁决的几率太低了，而且裁决掉价很快。02年的裁决能卖出5位数甚至6位数的天价，去年也能卖到4位数，到了今年却掉到了3位数。说着，他顿足直勾勾盯着陈小龙，一字一顿道：况且我说的赚钱是赚大钱。玩传奇的人应该都知道，02年的时候，全服第一把传奇卖到了30多万的天价，那个年代的30多万足够在县城买一套200平的豪华大房。赚大钱，陈小龙喃喃自语：多少钱才算是大钱呢？周晨伸出一根手指：1万啊！陈小龙咽了口唾沫，在这个普遍工资不到1000的时代，1万块钱称得上是巨款。然而周晨缓缓摇头，陈小龙喉咙有些干涩：10万。周晨继续摇头，而后说道：咱们先定个小目标，赚他个100万。100万，小目标，这2个词不断的在陈小龙脑海里循环。过了好一会儿，陈小龙才缓过神，他伸手摸了摸周晨额头，然后又摸自己额头，嘴里嘀咕道：到底是你发烧了，还是我发烧了？100万还小目标，周晨是怎么敢说出口的呀？有梦想是好事，但至少这个梦想的实际一点啊。自己老爹做生意的，1年也才赚个3、5万，100万得20年时间。算了，现在跟你说再多也没用，以后你就知道了。周晨懒得解释，他也能理解陈小龙，若不是重生，有人要对自己说这样的话，自己也会把他当成白痴。2人约好在老地方上网后，便各自回自己家。周晨把自行车锁在楼下，然后上楼准备开门的时候，听见老妈哽咽的声音：考不上就复读呗，他现在才18岁，复读1年也才19岁。周晨的事迹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和其他人想法差不多，也是觉得周晨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所以才没有认真对待高考。啪嗒，周光明点燃一支烟，吞云吐雾道：等他回来，我找他好好谈谈吧。如果他实在不想读书，那就让他去学一门技术。我还是觉得复读1年的好。考不上大学，今年过年回村，你抬得起头吗？何英垂着头抹了一把眼泪。周光明用力嘬了口香烟，扯着嗓门说道：怎么抬不起头？怎么就抬不起头了？咱村有几个大学生啊？因为周晨的事，周光明心情也很烦躁，情急之下嗓门很大。何英吓得微微颤了一下，红着眼眶吼道：你大哥大嫂什么样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吗？前段时间人家就差没踩在你脸上羞辱了，你不是连屁都不敢反放一个？被何英这么一吼，周光明耷拉着脸陷入了沉默。何英又说道：我不管，反正儿子没考上，我就算砸锅卖铁也得让他复读。门外的周晨听着父母因为自己的事争吵，心里一阵刺痛。爸妈对自己寄以厚望，前世的自己却辜负了他们。前世没考上大学，爸妈心里肯定非常难受，但他们在自己面前向来都表现得很开朗，他们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爸妈，我回来了。周晨喊了一声，随后推门而入，赶紧洗手吃饭，我去给你盛饭。何英笑着走向厨房，转身的刹那，偷偷抹了把眼泪。周晨看在眼里，心底很不是滋味，他暗自攥紧拳头，心里默默道：等高考成绩下来，一定让你们引以为傲。饭桌上，周光明把上次招待周光华没喝完的酒拿出来，你已经成年了，也高考完了，陪老子喝一杯，冰箱里有啤酒，喝啤的就好了，喝什么白酒啊？何英没好气的瞪了周光明一眼，然后去冰箱里拿了一瓶青岛啤酒，父子俩喝着酒，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但周光明只字未提周晨高考的事。3、5杯下肚后，周光明忽然问道：儿子，假如你没考上，你打算复读，还是去学一门技术？虽说这话有些伤儿子的自尊，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和周晨好好聊聊。周晨喝了半杯啤酒，自信满满说道：没有假如，我一定能考上。周光明有些泛红的双眼直勾勾盯着周晨，见儿子那自信满满的表情，他把
余下的话全咽了回去，端起酒杯，很是豪迈地说道：“那就不说了，喝酒，你俩少喝点。”何英低着头喝着紫菜蛋花汤。周晨喝完最后半杯酒，开口说道：“爸，我约了陈小龙打篮球。”周光明大手一挥：“去啊，年轻人就该多锻炼。”周晨又说：“晚上可能住他家。”周光明又说：“不会打扰到人家吧？”“不会，他爸妈大部分时间都住店面。”周晨留下这句话就出门了。何英微微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说道：“八成是去找陈小龙上网，高考都结束了，随他去吧，又不是小孩子了。”周光明夹了颗花生米塞进嘴里咀嚼，虽然他们一直陪读，但实际上对周晨并不严，甚至还很是宠溺。在周晨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只是那个孩子才刚满月就被人抱走了。那段时间，两人的世界一片昏暗。在这个信息封闭时代，要找到抱走孩子的人几乎不可能。直到2年后，周晨出生，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周晨骑着自行车来到一个废弃的粮站，刚把车锁上，后面就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嘿，陈哥！”周晨回头看了一眼，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生，他耳朵上夹着一支烟，头发都快挡住半边脸了。是王慧芳的儿子赵凯，高2打架就学校开除，后面转去读职高。在周晨前世的记忆里，赵凯会在下学期把一个女同学肚子搞大，然后再次被学校开除。未来几年，赵凯不学无术，和一群二流子混迹在一起，最后因为多次抢劫、过失伤人被判了6年。不过周晨并不讨厌赵凯，反而对他很欣赏。大概3年后的某一天，老周喝多了酒和人发生冲突，对方找了不少社会上的混混扬言要教训老周，赵凯当即招呼了一群兄弟解围。好在老周被吓清醒了，极力阻止了那场斗争。又没钱上网了吧？周晨把自行车钥匙塞进兜里，笑着问了一句。前世赵凯对自己老爸有恩，这一世自己改变他的未来，让他免受牢狱之灾。嘿嘿，你咋知道？赵凯嬉皮笑脸的挠了挠头，有钱上网，你会站在外面。嗨嗨，最近手头有点紧，龙哥呢？他来吗？不用等他了，走吧，哥请你上网。不过下次被抓包，可别再拿我做挡箭牌了。赵凯好几次上网被抓包，都把自己拿出来做挡箭牌，所以王慧芳才对自己有很大的意见，以至于上次和老妈差点打起来。好的，陈哥，下次绝对不会出卖你。赵凯搭着周晨的肩膀走进网吧，脚气、烟味、泡面的味道扑面而来。不过这对于经常泡网吧的人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网吧分2层，每一层都有30多台大头电脑，1楼人满为患，每台电脑后面还站着不少戴红领巾的中小学生。在这个智能手机还未出现、按键手机刚刚流通的年代，电脑算得上是新奇物种，尤其是电脑搭载的游戏更受广大青少年青睐。老板，楼上有空位吗？周晨从兜里掏出几张10元钞票。网吧老板身材瘦小，嘴里叼着一支烟，歪着头瞥了一眼客户端，要几台？3台。现在是暑假，上网的人很多，周晨担心待会儿没位置，所以得预先给陈小龙开1台。楼上有2台，楼下10分钟后能腾出1台。好，3台机都通宵，50块，涨价了。周晨微微愣了一下，平时上网1块钱1个钟，包通宵也才6块钱，现在是8点，3台电脑上到12点，12块，3台电脑通宵18块，不应该是30块吗？就算涨价也不要这么离谱吧，要上就上，不上拉倒。网吧老板态度稍微有些恶劣，现在正值暑假，且整个江县只有2家网吧，他根本不担心没生意。周晨再次从兜里掏出20块钱，凯子拿3罐健力宝，老板收下60块，找了4块零钱。嗨嗨，陈哥，这4块借给我呗，我整包烟，烟这东西能不抽就不抽，对身体不好。周晨委婉地拒绝了赵凯，这家伙还没满18岁，自己得带他走正道，不借就不借呗，小气。赵凯翻脸如同翻书，把另外2瓶健力宝塞给周晨后，便去自己那台电脑旁边等着。老板，还有鸡没？陈小龙气喘吁吁地拨开门帘走进来，没了。网吧老板甚至没抬头看陈小龙一眼，我开好机了，走吧。周晨塞给陈小龙1瓶健力宝。我靠，你怎么来这么早？陈小龙诧异地看着周晨，吃完饭没啥事，就早点过来了。周晨随意解释了一番，随后和陈小龙上了2楼隔层。2楼天花板低矮，空间比较紧促，饶是有4台风扇开至最大档，但仍旧犹如蒸笼一般。2台空电脑并没在一起，陈小龙很识趣地把比较干净的那台电脑让给周晨。开机后，周晨熟练地点击桌面上的小企鹅，输入账号密码，按了一下回车键，滴滴滴，刚上线，企鹅图标便闪烁起来。周晨点击企鹅图标，是一个网名叫做7秒钟的记忆发来的消息，这是顾青宇的 QQ 号。周晨，明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明天没时间哦。周晨快速敲击键盘回复，他知道顾青宇是想感谢自己救了他，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自己救了顾青宇，保不准这丫头会胡思乱想，自己现在已经心有所属，还是和顾青宇保持距离的好。顾青宇很久都没回信息，想必应该已经下线了，毕竟他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能上一次 QQ 也不容易。关掉弹窗，周晨点开好友列表，从一个单独分组里找到了柳如烟。柳如烟的网名叫做折翼的天使，距离上次给柳如烟发消息已经过去了40多天，而这40多天的时间里，柳如烟一条消息也没回复过。柳如烟是有手机的，随时都是在线状态。犹豫了片刻，他克制住了删除柳如烟的冲动，将其拉进了同学组里面。陈哥，上线砍传奇啊！陈小龙在对面喊了一声，你先玩。周晨回复了一句，而后点开同学群，找到管理员冰魄女孩的 QQ 号，点击添加好友，这是唐婉的 QQ 号。除了柳如烟，这是周晨添加的第2个女同学的 QQ。等了大概10分钟也没等到回复，周晨便打开传奇缅怀青春。小龙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周晨玩的是法爷，最高等级47级，他已经42级。陈小龙玩的战士早就45级了，可惜装备拉胯，在公会里不温不火。我和公会的人在封魔谷，你先自己玩一会儿。陈小龙双眼直勾勾盯着电脑屏幕，键盘鼠标按个不停。周晨闲来无聊，干脆也去封魔谷砍狮王。封魔谷今年才刚上线，狮王有爆出裁决的几率，所以封魔谷的玩家非常多。狮王刚刷新出来，立刻就有大批量玩家围过去。周晨随便砍了几个骷髅怪便远离战场，刀剑无眼，就自己这渣渣装备可经不住那些氪金玩家的攻击。玩了没一会儿，周晨就觉得索然无味。回城下线后，打开梦幻西游官网，前世有个同事闲暇之余便在梦幻西游里搬砖，2台电脑开10个号，每月能赚1万多。要知道那可是2016年，那时候的梦幻西游早已流失大量玩家。这款游戏高峰期是02
年到05年。虽说今年已经04年，但专业打金赚钱的团队并不多。未来电脑普及，游戏搬砖行业才逐渐凋零。梦幻西游、暗黑破坏神2、热血传奇这3款游戏当下比较火爆，这2年应该还能捞点钱。周晨去楼下上了个厕所，顺便在网吧里逛了一圈。经过统计，网吧里大约有20多人玩传奇，10来人玩梦幻西游，还有10多人玩暗黑2，其余人都玩冒险岛和单机游戏，所以还是这3款游戏比较主流。周晨买了瓶水，然后找了个玩梦幻西游的人带自己玩，本打算让陈小龙跟着自己一起玩，但那家伙玩起传奇来就上头。凌晨1、2点的时候，赵凯死皮赖脸的找陈小龙借了3块钱买泡面，陈小龙直接掏出10块钱拍在桌上，给我和陈哥泡一碗，剩下的1块你自己买水喝。好嘞，赵凯美滋滋的拿着钱去了楼下，没一会儿就端着2盒热气腾腾的泡面上来。带周晨玩梦幻西游的人已经回家了，陈小龙把电脑换到了周晨旁边，2人组队在疯魔谷砍尸王。咋样，今晚打到什么装备没？周晨吃着泡面，含糊不清的问了一句。陈小龙有些恼怒道，毛都没一根，连技能书都没爆出一本。周晨眯了眯眼睛，事出反常必有妖，我现在上线，待会儿咱一起去砍尸王。陈小龙精神一振，3两口吃完泡面，然后重新登录账号，2人组队去了祖玛寺庙刷怪。陈小龙的战士在前面抗揍，周晨的法师在后面输出，2人装备都不太行，陈小龙好几次差点被直接清空血条，好在补血及时，这才扛了下来。经过2人长达1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总算一头祖玛教主王斩于脚下。遗憾的是，这只祖玛教主只报了2本道士的技能书。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出 bug 了吧？玩了1年多传奇，还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陈小龙双眼布满血丝，双手用力了抓了抓头发。不只是陈小龙抓狂，公屏也有不少玩家在吐槽抱怨，今天装备爆率实在是太低了。小龙，左上方前面有个祖玛快没血了。周晨忽然盯着屏幕左上方的画面说道，画面中有一个47级满级战士与一头赤红色的牛头怪活，那战士把血线卡得非常低。陈小龙移动画面看了一眼，顿时瞳孔一缩，狼族的人但凡玩传奇的，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公会。狼族全称饿狼传说，成立于04年年初，仅5个月时间就声名远扬，被誉为最凶狠的公会。浴血网游录，群狼笑沙城，真情水与共，生死一狼族。狼族成员有7万多人，时时刻刻在线都有1万多人，说是这款游戏的霸主之一也不足为过。目前狼族已经排行第2，隐隐有压垮第1公会布拉格的趋势。你该不会想打劫吧？陈小龙打了个机灵，自己所在的乱世天下公会排行第8，而自己在公会里属于战五渣的存在，他可没勇气得罪狼族的人。反正我没公会。周晨自从追求柳如烟后就很少来网吧了，早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就已经退出公会，就算自己现在截胡了狼族的 BOSS， 狼族也不可能找到自己。我去下面看看。陈小龙心脏突突直跳，去楼下逛了一圈，见那些传奇玩家都在睡觉，这才返回楼上，站在周晨身后挡住摄像头。网吧老板也是传奇玩家，他担心被网吧老板揭发。周晨深吸一口气，操控着人物冲了上去。狼族那位战士叫孤狼，一身圣战套装，攻击力高的吓人。这身装备在前2年的 1.5 版本能卖出天价，即便是现在也算是顶级装备，不过价格降了不少。周晨在旁边晃悠着砍小怪，等牛头怪血线降到1/10时，周晨忽然发动偷袭，丢了一个爆裂火焰和地狱雷光过去。然而这2个技能并未对孤狼造成太大的伤害。靠，找死啊！孤狼头顶飘出一句话，周晨不管不顾，又是几个高阶技能丢过去，孤狼忙不迭加血。周晨再次甩出一个寒冰掌和灭天。与此同时，牛头怪也是一巴掌拍了下去，孤狼血条顿时清空。周晨靠近牛头怪继续释放技能，3分钟后，牛头怪倒下，一把巨大的宝刀陡然出现。屠龙。陈小龙双腿一软，双手扶着椅子，2只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周晨也是激动的浑身一颤，甚至忘了立刻拾取装备。我靠，屠龙！刚从楼下上来的网吧老板嘴里的香烟顺着胸膛掉落脚下。他是重氪玩家，但也只听说过屠龙，从未见过。3人呼吸急促，眼睛瞪得溜圆，快捡起来，然后下线。网吧老板最先反应过来，激动的说话都带着颤音。周晨缓过神，急忙捡起屠龙刀，而后使用回城券，然后退出游戏登录，哪怕是重生回来。周晨仍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屠龙是比裁决还要稀少的顶级装备，全服第一把屠龙是2002年出现的，时隔2年，全服的屠龙也犹如凤毛麟角。发财了，发财了，陈哥，我们发财了！缓过神的陈小龙使劲摇晃着周晨的肩膀。网吧老板看着眼前这2个学生，眼神里浮现出一抹阴冷。现在的屠龙至少能卖出10万出头，如果不是自己网吧开在这儿，他甚至想动用一些手段抢了这把屠龙。这个价格别说是抢劫，就算动刀子也大有人在。小龙，我困了，我们先回家吧。周晨关掉电脑起身，陈小龙瞌睡全无，满脸激动，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好，回家。网吧老板掏出一包硬盒装的8喜牌香烟，拿出一支递给陈小龙，然后给周晨也递了一支。他露出一口大黄牙，笑眯眯问道，小弟，这把屠龙你卖不？周晨接过香烟，网吧老板赶紧拿出火机要给他点烟。为了装的社会一点，周晨捏着烟头吸了一口。1年前就和陈小龙学会了吸烟，他酷酷的吸了个回笼，吐着烟雾看向网吧老板，你出多少钱？网吧老板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自己点燃香烟，用力抽了几口。传奇装备掉价很快，去年还能卖出10多万，今年估计也就5、6万那个样子。放屁！陈小龙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大声说道，真当我们不逛论坛了？好几个工会出10万收屠龙呢。因为声音太大，2楼几个睡觉的青少年都被吵醒了。屠龙哪里有屠龙？一个20出头的黄毛青年迷迷糊糊问道。说着玩的呢，哪来的屠龙？网吧老板笑着敷衍了一句，随后狠狠瞪了陈小龙一眼。这网吧老板在社会上混迹过几年，胳膊上和脖子上全是纹身，只是一个眼神就把陈小龙给唬住了。他弱弱的往周晨那边挪了2步。网吧老板笑着对周晨说，我们下去谈谈。谈谈吧。
周晨跟着网吧老板来到1楼，网吧老板把2人带进自己卧室，卧室里有空调，很凉爽，角落地面躺着一把明晃晃的开山刀。陈小龙心情忐忑，喉咙里不停地咽着唾液。周晨倒是显得很镇定，这条街道已经安装了监控，他料定网吧老板不敢乱来，况且他这网吧60多台电脑也不止10万块。网吧老板看见周晨那淡定的模样，心里对其高看了几眼。他拖了2张凳子，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水。2人坐下，网吧老板走出卧室，陈小龙立刻紧张问道：陈哥，这家伙不会乱来吧？周晨摇头，不至于，他这家网吧也不止10万块。陈小龙稍稍松了口气，又问：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先和他谈一谈，价格合适就出手。周晨把只抽了一口的香烟丢在地上踩灭，我觉得他最多给8万，要不我去论坛联系买家。陈小龙自然想把屠龙卖出最高价格，这可是以万做单位的买卖，普通人1年也不一定能赚够1万块钱。周晨摇头道：这不是几百块的买卖，和陌生人交易我不放心。虽说和这网吧老板也没太多交集，但至少混了个脸熟，比其他陌生人要靠谱一些。来，喝水。网吧老板拿着3瓶健力宝走进来，用脚关上房门，把2瓶健力宝递给了2人。哥们儿，认识一下吧，我叫王猛，他们都喊我猛哥。王猛坐在床上，开掉手里的拉环，阴恻恻地笑了一下。猛哥，周晨心里微微一惊，猛哥在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江县高中的几个校霸便是因为有猛哥撑腰。周晨没见过王猛，所以并不知道这家网吧的老板就是那群校霸口中的猛哥。陈小龙听见王猛这个名字，握着健力宝的手也是紧了紧。猛哥好，我叫周晨。周晨面色平静地自我介绍。猛哥好，我叫陈小龙。陈小龙声音有些颤抖，看起来很是紧张。王猛见周晨如此平静，眸子里浮现出一抹诧异。你们是高中生吧？1中还是2中？江县高中有数十个自己的狗腿子，不认识自己的人应该很少。之所以报出自己名字，是想让这俩小家伙感到害怕，然后把价格压低一点。1中高3，刚高考完。周晨依旧神色如常，镇定的不像这个年纪的人。王猛内心愈发诧异，难道这家伙还有比自己还厉害的后台？喝了口健力宝，他直入主题道：你那把屠龙打算卖多少钱？周晨略加思索后，比了一个9的手势。王猛掏出一支烟点上，用力吸了2口，摇摇头说：太高了，虽然屠龙稀缺，但想要卖到9万不可能。陈小龙紧张地看向周晨，生怕周晨继续降价。论坛那些土豪报价10万起步，如果采取竞拍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卖到15万。周晨犹豫了一瞬，笑着说道：现在屠龙的价格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我愿意和猛哥交个朋友，8万块钱你把屠龙拿走。卧槽，直接减少1万啊！陈小龙内心咆哮，价值10几万的屠龙8万块就给卖了。要知道现在江县的房价才每平米1700左右，二手房子估计也就在7、8万那个样子，这可是一套二手房啊！王猛也看出周晨没那么好忽悠，8万块钱确实算得上是友情价，看来这小子真心想和自己交朋友，不过一时之间想要拿出8万块钱也不容易啊。犹豫片刻后，王猛咬牙道：8万就8万，我先去打电话凑一凑，不着急，明天我再过来吧。周晨笑着站起身，王猛见状立刻说道：不行，今天我必须拿到手。夜长梦多，鬼知道这小子会不会找其他买家。那行吧，你尽量快一点。周晨重新坐在椅子上，时间可能有点久，我给你们开2台机，你们先上一会儿网吧。王猛叼着烟开口。周晨和陈小龙来到外面上网，王猛则是拿着那台大哥大开始打电话筹钱。他前2年是个二流子，结婚后才老实了一些。这家网吧便是他老丈人出钱开的，他打算先找老丈人借点。半个小时后，一个穿着较奢侈的30岁漂亮女人捏着鼻子走进网吧，女人腹部微微隆起，明显已经怀孕了。老婆，王猛满脸谄媚的迎了上去。女人白了王猛一眼，能不能注意一下网吧的环境？这么重的脚气，谁愿意来上网啊？王猛挠了挠头，天天满座，也只有早上7、8点才没什么人。女人从包里拿出一块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砖头，这里有10万块，剩下2万你自己留着，以后要用钱的时候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了。我爸本来就看不起你，你还老是找他借钱，我知道了。老婆，王猛尴尬的笑了笑，从女人手里接过钱，又笑容满面道：你先去卧室休息，我去找那小弟交易装备。女人点了点头，转身走进王猛的卧室。王猛拆开报纸，拿出2万后，把剩下的8万放在周晨跟前。8万块，你数一下。陈小龙双眼直愣愣的看着那崭新的8万块，连自主呼吸都无法做到。自己老爸做了10多年生意，也才只有10来万的积蓄。老爸的店里面那些伙计的工资每个才600块，而周晨一件装备就卖了8万。周晨毕竟是重生者，经过后面10多年的经济腾飞后，对8万块的认知远超现代人。他只是淡淡瞥了一眼，就开口说道：现在上号交易吧。王猛回到吧台登录自己的账号。往事随风是你吗？王猛开口问道。是我，你是这个乱世逍遥吗？虽然已经核对过信息，但周晨还是再三确认。没错。王猛直接点击交易。周晨把屠龙刀拖进交易栏，王猛以1金币的价格买下屠龙刀。交易成功后，周晨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王猛查看屠龙的属性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台照相机，咔咔拍照。买下这把屠龙，实际上是想倒卖出去赚差价。8万块钱买下来，10万块卖出去也能赚2万，自己这家小网吧得4个月才能赚够2万呢。猛哥，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周晨和陈小龙已经离开座位。好，周晨，你这个朋友我交了。王猛起身给2人发烟，以后你们来上网，我只收1块。周晨笑着点了点头，那就谢谢猛哥了。王猛把2人送出网吧，周晨和陈小龙直接去了一家回味鸡，吃了一餐奢侈的豪华早餐。快吃完的时候，周晨拿出2万块塞给陈小龙，小龙，这2万块钱是你的。陈哥，这……陈小龙不可思议地盯着周晨，这不是20块，也不是200块，而是2万块啊！就算是自己亲爹，也不可能直接把2万块交到自己手里，拿着吧。周晨强行塞给陈小龙，谢谢陈哥。陈小龙眼眶泛红，心里浮现出8个大字：有此兄弟，夫复何求。2人离开餐厅后，周晨又去手机店买手机，展柜里全是老掉牙的按键手机。这会儿正是按键手机百花争艳的时代，随便一款高端品牌的按键手机都价值3000到4000。周晨很快选中了一款精致时尚的翻开手机，上个月刚发布的摩托罗拉 V3，店里的海报都全是这款手机，但价格有些离谱，4200一台。周晨咬牙买了3台。陈小龙见周晨都这么豪，索性也当了一次暴发户，拿下1台。这个时候的电话卡
还不需要实名认证，周晨直接买了3张卡。离开的时候，店长又是送水杯又是送雨伞的。刚走出手机店的那一刻，周晨忽然有些后悔，未来几年的手机科技突飞猛进，自己不应该买这么贵的手机。不过转念一想，手里这笔钱也算是天外横财，自己前世不争气，没法孝敬爸妈，这一世也应该好好弥补他们。周晨骑着车去菜市场买了很多好菜，上午9点钟才到家。何英正坐在沙发上做手工活，看见周晨提着那么多荤菜，笑着说道：“哟，看来我儿子真长大了呀，还知道买菜了。”本是调侃的话，但周晨却暗骂自己混蛋。别人家的孩子上初中就会洗衣做饭，自己高中都毕业了，这还是第一次给家里买菜。18岁了，我已经是大人了。周晨把菜放在桌上，然后提着一个白色的手机礼品盒走到沙发前：“老妈，这是儿子送你的礼物。”何英看见礼品盒上那精致的摩托罗拉手机图片，眼睛都直了。这是手机？不只是手机，还是高端品牌手机摩托罗拉呀。周光明他大哥那天摩托罗拉是去年买的，听说买成3000多，自己做1年手工活也买不起那样的手机。周晨早就意料到老妈会这个表情，解释道：“昨晚打游戏出了一件装备，我卖了3万多块钱。”多少？何英以为自己听错了，手里的配件都掉在了地上。3万。周晨把事先分出来的2万块放在陈旧的茶几上，他没敢报出8万，毕竟自己还给陈小龙分了2万，又花了1万多买手机，而且8万这个价格对于现在的老妈来说是一笔巨款，他担心老妈承受不住。何英看着那一沓崭新的100元大钞，呼吸略微急促，好半晌才缓过神，双眼直勾勾盯着周晨质问：“周晨，这些钱到底哪来的？游戏装备卖的呀？”“胡说，什么游戏装备能卖这么多钱？”何英明显不信。周晨只好继续解释传奇这款游戏，还拿出自己手机给陈小龙打了个电话，让老妈问陈小龙，而陈小龙更是夸大其谈：“何姨，周晨说的都是真的，那件装备我们还卖的便宜了呢，本来是可以卖5万的。”在陈小龙的耐心解释下，何英逐渐接受这个事实。挂断电话，何英目光颤抖着看向那2万块钱，说：“你会不会觉得打游戏很赚钱？”周晨忙说道：“不会，这只是一时的运气而已，我不会沉迷游戏的。”听见周晨这么说，何英暗自松了口气，抬头盯着周晨，满是欣慰道：“你真的长大了。”周晨坐在老妈身边，拆开手机，然后熟练地把电话卡装进去，安上电池板，盖上电池盖，开机。何英叹气道：“这手机一定很贵吧？这款手机看起来比周光华那款手机还要精致。”“不用想，都很贵，3000多，我买了3台，所以只剩下2万块，这也太贵了。”何英哭笑不得，300一个月的工资用3000多的手机，外人知道了怎么看自己？周晨笑盈盈道：“反正这笔钱对我来说都是天外横财，咱该花就花。”把装好卡的手机输入自己电话号码拨通，兜里的手机响起铃声。周晨把手机递给老妈：“妈，你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何英起身走向洗手间：“我去洗个手。”她做的手工活都是5金类型装配，手上沾着一些润滑油，这么贵的手机她可不敢弄脏了。洗完手出来，何英拿着手机体验了一番打电话，周晨则是去自己卧室和母亲通话：“妈，能听到吗？能听到。”何英声音颤抖着，眼里是说不出的激动。周光明只有一台2手的小灵通，而自己更是用都没用过那台手机，突然用这么高端且昂贵的手机，他心里很是紧张。这件礼物喜欢吗？以后儿子还要让你和爸爸住别墅，开豪车。周晨躺在凉席上，盯着天花板，语气深沉地说道。何英眼眶有些湿润：“傻小子，以后不准乱花钱。”好半晌，周晨也没回话。何英推开周晨卧室，却见周晨已经睡着了，昨晚多半是上通宵了。何英摇了摇头，轻轻关上了房门。“老婆，儿子回来了吗？”周光明忽然从外面走进来。何英微微皱眉：“你不是上班去了吗？”周光明叹气道：“电路检修，今天放假。他现在兼职是计件工资，一旦放假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你今天这么早就去买菜了，怎么买这么多菜？你有亲戚要来？”周光明看见桌上的菜，满脸疑惑地问道。话音刚落，又看见桌上一个白色的礼品盒，顿时瞳孔一缩，瞪着眼睛问道：“这是哪个狗男人送的？”摩托罗拉3V，他老板前2天才买了一台，4000多块钱呢。桌上买的这些菜起码也得100多，这很难不让人乱想。何英嘴角抽了2下，语气瞬间冷了下来：“周光明，你几个意思？”周光明这才发现何英手里也有一台手机，茶几上摆放着礼品盒。如果是其他野男人送的，应该不会送2台吧？何英怒视着周光明：“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老娘跟你没完！”两人18岁就结婚，20多年了，他从没想过周光明会怀疑自己。周光明也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了，拍了自己的脸一下：“英子，你别生气，是我说错话了。这2年没挣到什么钱，他经常都会胡思乱想，看见这么昂贵的手机，第一时间便想到是不是有其他男人对自己老婆有想法。”何英把周晨游戏装备卖钱的事告诉了周光明，与何英之前的反应一样，周光明说什么也不相信，起身就要去卧室把周晨喊起来审问：“你给我坐下！”何英按住了周光明，生气道：“你能不能改掉这个臭毛病？没了解事情的真相前就不要胡思乱想。”周光明冷静下来，拿出自己的小灵通手机拨打了之前公司里的一个管理：“钱老弟，你不是玩传奇吗？”“对啊，周老哥，你不会也想玩吧？”“嗨嗨，有这个想法，这玩意儿赚钱吗？我听说有人一件装备就卖了3万多呢。”周光明旁敲侧击地问道。“3万块算什么？去年有个玩家一件装备卖了20多万，直接一套豪华大房。游戏里的东西都这么值钱？”周光明觉得自己世界观都崩塌了。值钱是值钱，但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似的，我01年开始玩到现在也没赚到钱，所以周哥你还是趁早放弃在游戏里赚钱的想法。啊哈哈，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这都快40的人了，哪会打什么游戏啊？周光明笑着说。对了，周哥，你现在去哪儿工作过了？还缺人不？我估计也快下岗了。嗨嗨，这件事后面再聊，我还有点事，先挂了哈。周光明连忙挂断电话，在没有稳定的工作前，他不想让老婆知道自己已经下岗了。何英狐疑地盯着周光明问道：“什么是后面再聊？是不是在外面找小三了？”周光明倒是没有像何英刚才那般爆发，而是笑着说道：“看来我在你眼里还是很厉害的嘛，都能找小三了。”何英嗤笑一声：“你有个屁的本事，还没咱儿子本事厉害，你能赚到这2万块吗？”周光明看了一眼桌上的2万块，沉声说道：“虎父无犬子，儿子厉害，恰好证明他老爹厉害，脸皮比城墙还厚。”何英笑骂了一句。中午饭点，何英把周晨喊起来吃饭。饭桌上，周光明接到了周光华的打来的电话。周光华决定月底来县城给自己女儿办升学宴，青青的高考成绩下来了，
昨天才高考结束，成绩不应该这么快下来吧？周光明满脸疑惑与惊讶，他舅舅在教育局工作，查个成绩不难。周光华语气透露着倨傲。周光明笑着问道：“那丫头考了多少分？575分，差5分就能考上江州大学。”周光华唉声叹气，表面上看是遗憾，实则这个分数已经足够刺激周光明了。575分足够满足各大2本大学道德分数，甚至还能进一些要求较低的1本大学。周光明叹气道：“可惜了，就差5分。”虽说和周光华关系不好，但周青青毕竟是自己亲侄女，就差5分上1本，他确实感到惋惜。周光华觉得周光明在阴阳自己，随即说道：“我这边的工地今年会来不少暑假工，要不要让小陈过来锻炼一下？”周光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不用了，我儿子分数不会比你女儿低。”呵呵，周光华淡淡笑了几声，自信是好事，但周晨什么样的成绩，你心里比我更清楚吧？听大哥一句劝，没考上就别复读了，学习是靠天赋的，没有天赋，就算给他复读3年也无济于事，还不如早点出社会赚钱。我家的事不用你管。挂了。周光明有些生气，准备挂断电话。刚才还想着让周光华托关系查查自己儿子的分数，但听见周光华这些话，他没那个脸找他帮忙。等会儿还有事，月底的升学宴，我打算喊上村里的那些老人，到时候你帮我张罗一下。没时间，我还上班呢。周光明语气不冷不热的说道。让自己张罗，那不是摆明让村里那些老人说自己闲话吗？周光华还想说些什么，却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周晨的声音：“大伯，我爸月底要张罗我的升学宴，实在抽不出时间。”不给周光华回话的机会，周晨直接摁了挂断。周光明喝了口白酒，用力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狗东西真不是人，把周青青的升学宴地点设定在县城，还要邀请村里的那些老人，明摆着是要羞辱我们。何英脸色也很难看，村里那些老人嘴碎，他们吃了周光明家里的席，肯定会对自己一家指指点点，除非周晨的分数能超过周青青，考上1本大学。周晨吃着烤鸭，笑着说道：“到时候谁羞辱谁还不一定呢。”周光明见儿子这么有底气，再次给自己倒上一杯，就是万一我儿子考上江州大学了呢？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心里很没底。正如周光华所说，周晨这些年的成绩，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心里比谁都清楚。吃饱喝足，周晨继续回房间补觉，躺在床上，他登录手机 QQ， 唐婉还是没同意自己的好友申请。周晨无奈地叹了口气，拿出放在枕头下面的那封粉色信笺再次浏览。与此同时，一处豪华的奢侈别墅里，唐婉穿着睡衣坐在书桌前，桌上有一台液晶电脑。叮铃铃，桌上的手机响起铃声，他拿起手机接听：“哥，你成绩查到了，620分。”唐杰声音没有丝毫的激动，甚至有些生气。以唐婉的学习成绩，至少也能考680以上，620分连985都进不去。唐婉眨了眨好看的眼眸，雀跃道：“还不错呀，能上江州大学。”唐杰差点暴走，严厉质问道：“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为了某个男生留在江州的？”唐婉委屈着声音说道：“哥，你在说什么呀？今天的考题很难的好吧？能考上江州大学都很不错了。哎，算了，随便你吧，谁让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呢？”唐杰生无可恋的苦笑着：“最帅气的哥哥，你再帮我一个忙呗。”唐婉撒娇道：“什么忙？帮我查查江一中周晨的成绩。”唐婉有些心虚，声音压得很低：“以哥哥的脑袋，很容易猜到些什么。”唐杰沉默了几秒，冷声说道：“周晨就是上次那个见义勇为的小子，你果然对他有意思。”当时周晨挨揍，他注意到唐婉神色非常紧张，那不是同学之间应有的紧张，反而像是恋人。哥，你别瞎说，周晨同学是我辅导的，我想看看他有没有进步而已。唐婉找借口敷衍，过段时间再查吧，估计现在试卷都还没批改完，咱在教育局又没关系，我可是费了很大功夫才找人先批改完你的试卷的。那好吧，唐婉嘟着嘴，眸子里有些失望。3天，给我3天时间，3天后我告诉你那小子的成绩。唐杰是宠妹狂魔，最见不得妹妹受委屈。听见哥哥的承诺，唐婉顿时心花怒放，谢谢哥哥，你最好了。时光匆匆，很快就过去20多天，也到了去学校查成绩的日子。这时候网络并不发达，所有考生得去学校才能查分数。所谓冤家路窄，两人在校门口碰见了田雪萌和柳如烟。周晨，你也来查分数？柳如烟穿着短袖和超短裤，雪白的大长腿谁看了都得迷糊。周晨平静地应了一声。柳如烟轻笑着问道：“如果没考上，你会复读吗？”没有如果。周晨淡淡说了4个字，随后大步流星走进校园。田雪萌嗤之以鼻，在后面大声说道：“希望你不会哭着走出学校。”周晨根本没理会他，反倒是陈小龙回头说道：“待会儿哭的肯定是你们。”田雪萌顿时发作：“陈小龙，我敢打赌，你连3本都考不上。”见陈小龙不搭理自己，他气得直跺脚。如烟，你看他们。柳如烟摇头笑道：“他们这种人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未来也注定是社会里的蛀虫。”田雪萌忽然问道：“如烟，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冷落周晨，他要是考不上大学，肯定会去工作，到时候你上大学就不缺钱了呀。”萌萌，你在说什么胡话？如果我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去做，那不就是吸血鬼吗？柳如烟气鼓鼓地瞪着田雪萌，她不想在同学面前表现得太势利眼。田雪萌的话倒是提醒了自己，最近家里的生意不太好，自己大学生活一定会很拮据，所以周晨还得先吊着，等在大学里面找到更优质的男生，再一脚把他踹开就好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田雪萌连忙晃着柳如烟的手撒娇道歉。算了，原谅你了，我们先去教室吧。柳如烟拉着田雪萌的手往学校走。此刻教室办公室已经沸腾了，几个高中班主任全都围着崔玉霞，连校长和教导处主任都来了。崔老师，你也太优秀了吧，一个班级就考上了4个一本线的学生，这在我们学校是史无前例啊。看来今年崔老师又得被评为年度最佳班主任了。崔老师明天有空吗？我请你吃个饭，向你取取经。听着众人的阿谀奉承，崔玉霞都快飘起来了。整个江一中自创办以来，能考上一本学校的学生屈指可数，而一个班就考上4个的情况更是史无前例。秃了头的校长挺着个将军肚，笑呵呵道：“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把高考成绩公布出去吧。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大餐。”几位班主任这才抱着档案袋离开办公室。崔玉霞刚出办公室，又想到什么，折返回来，从自己抽屉里拿出一个大号手提袋。高3一班教室，随着崔玉霞走进教室，所有同学们立刻闭上了嘴。下面发放高考成绩，我喊到名字的同学上来领取成绩单。崔玉霞并未说太多话，而是直接按照档案袋上的名字念了起来。拿到档案袋的同学回到座位上后开始查看成绩。田雪
雪萌。崔玉霞念到了田雪萌的名字，随后有些失望的看了田雪萌一眼。田雪萌只差1分就能进入2本大学，属实有点可惜。田雪萌忐忑的走上讲台，拿走了档案袋，回到自己位置，他又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爷爷奶奶，各位祖宗，一定要保佑我考上2本了。片刻后，他拆开档案袋，拿出放在里面的成绩单。当看见总分499分以后，田雪萌眼前一黑，只觉得天都塌了。2本最低的分数也得500，也就是说自己无缘2本大学。萌萌，你考了多少分？柳如烟见田雪萌脸色不好，凑过来看了一眼。田雪萌报考的是距离江州大学很近的江州工商大学，这也是柳如烟帮她选的学院，方便大学后继续做闺蜜。看见田雪萌的总分才499分，柳如烟柳眉微蹙：萌萌，你怎么才考499分啊？复习的时候里也很认真啊。田雪萌哽咽道：考试的题和我复习的题错开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呜，说着就哭出了声。哈哈哈，我480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是全村的希望，我们村里出现大学生了。有人因为没考上2本哭泣，也有人只为考上大学而振奋。柳如烟拉着田雪萌的手，很是柔和的安慰道：没关系了，至少也是本科不是吗？陈小龙到，唐婉没来。陈小龙坐在唐婉的位置，起身就能拿到档案袋，拆开档案袋，拿出成绩单，576分。陈小龙嘴角都咧到了耳根，虽然这个分数去不了江州大学，但也有很多1本大学可以选择。柳如烟，崔玉霞念到了柳如烟的名字，柳如烟深深吸了口气，而后迈步走向将来。与此同时，所有同学都投去期待的目光。柳如烟每一年的期末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她肯定能考上1本线。拿到档案袋，柳如烟直接在讲台上拆开，609分。柳如烟松了口气，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崔玉霞满脸堆笑的说道：柳如烟同学，恭喜你啊！柳如烟谦虚的给崔玉霞鞠躬，老师教导有方，谢谢老师3年的教诲。崔玉霞脸上笑容更甚。柳如烟，你考了多少分？杜小虎好奇的问道。所有同学都竖着耳朵，屏气凝神的听答案。609分。柳如烟直接报出自己的分数。哇！同学们爆发出震惊的声音，接着便是非常热烈的掌声。柳如烟露齿轻笑，同时目光扫了周晨一眼，他想从周晨脸上看见崇拜的目光，然而周晨却做神色平静，连看都没看自己一样，多半是被刺激到了。柳如烟嘴角勾了勾，随即自信从容的回到自己座位上。顾青宇。崔玉霞念了另外一个名字。顾青宇上台领取档案袋，回到自己座位后便迫不及待的拆开，总分615分。顾青宇握着档案袋的手微微发颤，眼里闪烁起激动的泪花。周晨是最后一个领取档案袋的，他直接从座位上起身接过老师递过来的档案袋。周晨坐下来拆开档案袋，小心翼翼拿出成绩单，645分。周晨脸色并没什么变化，仿佛早已知晓自己的分数。周晨，你考了多少分呢？后面的杜小虎开口问道。全班同学再次屏住呼吸看向周晨。高考前1个月，周晨付出了不少努力，不知道他进步有多大。陈小龙从喜悦中回过神，凑到周晨身边看了一眼成绩，卧槽，645分。陈小龙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前几年考试，周晨的排名比自己还低，这1个月时间的复习就成学霸了。什么？周晨考了645分？卧槽，没天理啊！他凭什么？绝了！天天上课睡觉的人还能考这么高的分，咱们努力学习的才考400多分，这什么世道啊？肯定作弊了。他怎么可能考645分？456分还差不多。柳如烟开口说道。崔玉霞敲了敲桌面，安静，同学们闭上嘴巴。崔玉霞又才说道：今年我们班级的升学率第1，你们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学生，不过也有少部分同学没能考上大学，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也不要灰心，老师建议复读。接下来崔玉霞又长篇大论的说了些祝福话语和激励的话。下课铃声响起后，崔玉霞说了声下课，而后提着手提袋离开了教室。走到教室门口时，她回眸头看了一眼自己带了3年的同学，经此一别，将来或许会有同学回来探望自己，或许会再也不见。12年教师生涯，带出3届毕业生，最早的那一届大学毕业6年了，但再次相见的同学少之又少。崔玉霞离开后，柳如烟走到讲台前，抿着红唇柔声问道：周晨，你真的考了645分吗？是的呢。周晨直接把自己的成绩单放在桌子上。柳如烟看见那645分的成绩，娇躯轻微一颤，真的645分？他怎么做到的？短短1个月时间，从学渣蜕变成学霸，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柳如烟深深吸了口气，巧笑嫣然道：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周晨微微正神，而后淡淡笑道：为什么要谢你？我最应该谢的是班长，如果不是班长这个月的辅导，我也不可能考不到这个分数。难道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我要考上江州大学，所以你才发愤图强的吗？没有我当初的那句话，你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吗？柳如烟低着头，表现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她本就长得好看，这楚楚可怜的模样更是我见犹怜。旁边的陈小龙都差点站起来指责周晨，好在他和周晨关系铁，他以旁观者的视角，早就认清了柳如烟的真面目。他现在只希望周晨不要回头。柳如烟，你不觉得你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吗？我考江州大学只是为了自己，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周晨轻笑着开口，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充满了讥讽。柳如烟不可思议地瞪着周晨，他实在无法想象之前那个什么事都顺着自己来的周晨居然会说出这般冷漠无情的话。什么叫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难道我说错了吗？陈小龙见周晨这淡漠的状态，心里松了口气，看来周晨真的放下柳如烟了。陈哥，我们走吧，你的升学宴快开始了。周晨刚起身，兜里手机便响了，是老妈打来的。柳如烟看见周晨手里那款最新发布的摩托罗拉 V3，眸子里再度露出震惊之色。这款手机上个月才发布，首发价4200，周晨怎么可能买得起？猛然间，柳如烟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唐婉，一定是唐婉给他买的。柳如烟脸色发白，心里升起浓烈的失落感，仿佛丢失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一般。周晨接着电话和陈小龙走出教室。妈，你怎么不说话？接通电话快1分钟了，但老妈迟迟没有开口。周晨疑惑地问道：让我来问吧。电话那头传来老爸的声音。周光明从何英手里夺过手机，可刚一开口就结巴了。儿子，那个我考上没有是吧？周晨笑着问道。对，你考上没有？周光明连连点头。周晨答道：我考上江州大学了。真的？周光明兴奋的差点跳起来。当然是真的，我会拿这事和你开玩笑吗？周晨笑了笑，随后问道：酒席准备的怎么样？我打算带几个同学过去。周光明连忙说道。
收到，已经准备好了，你最好多带点同学过来。周晨皱了皱眉头，咱村里那些人全跑你大伯那边去了，只有我的一些老同事和你老妈娘家那些人过来捧场。周光明叹着气说道：好，我知道了。周晨语气平静。周光明冷哼一声，现在他们对咱爱答不理，以后我儿子出息了，他们还高攀不起呢。和老爸寒暄几句后，周晨结束了通话，刚走到操场，学校广播忽然喊道：周晨同学，请看教学楼。周晨止住脚步，扭头看向教学楼方向，只见教学楼上站着一道人影，一条巨大的横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热烈祝贺高三一班周晨同学考上江州大学。广播里的声音惊动了所有同学，众人齐齐侧目看去，那不是崔老师吗？我去，周晨到底考了多少分？老师都给他拉横幅了，好像是645分。一时间，不少同学都走向周晨这边，而周晨则是朝着教学楼方向深深鞠了个躬。崔玉霞也是热泪盈眶地看着操场的那群同学。好半晌，崔玉霞才在几位同事的劝说下离开了天台。那些围着周晨的同学则是询问周晨要不要办升学宴，他们都想去吃酒。周晨咧着嘴笑道：要吃酒的现在就跟我去江县聚贤楼，我先回去拿点钱，份子钱可不能少了，我也得先回去一趟。还回去个啥呀？你们要多少钱？我先借给你们。陈小龙直接从兜里掏出10张100元大钞，同学们再次瞠目结舌，这得有1000块了吧？陈小龙家里也太有钱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陈小龙家里有钱，他可是班上为数不多拥有随身听的学生。杜小虎搓了搓手说道：龙哥，先借我20吧。张雨柔从兜里掏出钱清点了一番，这个时代的份子钱普遍10块20块，20块钱是有的，可全都是零钱，看着也不太像话。王志强身上没钱，也是找陈小龙借了20，其余同学纷纷找陈小龙借钱，而陈小龙也是来者不拒，他去外面小卖部换了零钱，然后给每个同学发了20。柳如烟和田雪萌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听见同学们都在借钱，田雪萌忍不住问道：是要毕业聚餐吗？杜小虎解释道：没有啊，我们打算去参加周晨的升学宴。田雪萌撇了撇嘴，回头看了柳如烟一眼。柳如烟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对周晨说道：我可以去参加你的升学宴吗？周晨淡淡一笑，都是同学，当然可以。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又对陈小龙说道：小龙，你也给我借20。陈小龙皮笑肉不笑，刘大校花还缺钱呢。柳如烟瞪了他一眼，我今天都没带钱出来好吧？其实也不是没带钱，只是舍不得那20块。从陈小龙这里拿钱，他肯定不会让自己还。陈小龙给柳如烟递了20块过去，很快所有同学都分到了20块钱。在周晨和陈小龙的带领下，同学们3、5成群的赶往聚贤楼。聚贤楼对面是江县大酒店，也是江县为数不多的大酒店之一。7层高的酒店在那些矮小的房子面前犹如鹤立鸡群，无论是装修还是规模都远超聚贤楼。周光华3天前带着老婆孩子再次回到江县，为了把孩子的升学宴办得风光一点，他直接拿出3万块承包了整个酒店。此刻，周光华夫妇笑容满面地站在外面接客。张桂花看了眼站在马路对面的周光明夫妇，脸上笑容愈发灿烂。他一边挥手，一边扯着嗓子喊道：弟弟弟妹，别等了，周晨不可能考上大学的，你们赶紧过来参加我女儿的升学宴吧，份子钱都不需要你们出。周光明夫妇不予理会，张桂花得寸进尺地嚷嚷道：傻子都跑一家去了，我们是先查了分数才办升学宴的，你们连周晨能不能考上都不知道，也敢办升学宴，这不是摆明了闹笑话吗？周光华则是一脸不屑的表情，跟我比，你拿什么和我比？除了媳妇儿比自己媳妇漂亮，其他啥也不是，废物教出来的儿子只能是废物，还能鱼跃龙门不成？周老板，快开席了，2位请上楼吧。酒店大堂经理毕恭毕敬地走过来说道。周光华提了提领带，背着双手跟随经理上楼。大概过去半个小时，聚贤楼外面开始热闹起来。周光明热情地接待前来吃酒的客人。村长，真没想到您会来我们这边。周光明红光满面地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递烟，他是周光明老家向阳村的村长马富贵。光明啊，你儿子考了多少分？马富贵接过周光明递过来的烟，语气漫不经心地问道。周晨才刚从学校出来呢，考了多少分我没问，不过他说考上了江州大学。周光明拿出打火机给马富贵点烟，他说你就信？这小兔崽子该不会骗你吧？马富贵点着香烟吸了一口，话里话外都是对周晨的不信任。马村长，你是不知道我儿子最后这1个月有多努力，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复习。行了，马富贵开口打断周光明的话，随后从兜里掏出20块钱递过去。既然你请帖都发过来了，我作为村长自然会给你这个面子，这是份子钱，不管你儿子有没有考上，我都给你。周光明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但也能听出马富贵话里的意思。马富贵觉得自己为了面子才办了这个升学宴，目的是为了骗钱。马富贵，这钱你收回去吧，我们不要。何英推开马富贵递过来的钱，英子本事没有，脾气倒是长了不少啊。马富贵嗤笑一声，随即把20块钱揣回兜里。何英冷声道：谁没点脾气？我们这些年确实没赚什么钱，但这点面子也不是谁都能践踏的。马富贵还想说些什么，路边忽然停下几辆自行车，正是周晨和陈小龙，还有几名周晨的高中同学。爸妈，你们吵啥呢？周晨大老远就听见了老妈的声音，看见马富贵，心里大致猜到了一些，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周晨把档案袋递给老爸，爸，这是我的成绩单。周光明愣愣地看着自己儿子递过来的档案袋，心里莫名紧张。这时，更多周晨的同学赶到，马富贵见这阵仗，眼皮一个劲儿狂跳，难道这小子真考上了？周光明颤抖着手接过档案袋，小心翼翼拆开，随后从里面拿出那张薄薄的成绩单，645分。周光明瞪大双眼，瞬间忘记了自主呼吸。何英凑过去看了一眼，随后也是惊得张大了嘴巴。马富贵看见两人的表情，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看样子周晨真的考上了呀，只是不知道考了多少分。好儿子，出息了。何英红着眼眶把周晨抱进怀里，眼泪止不住的滑落。645分啊，周青青那575分算什么？周晨微笑着拍了拍老妈的后背，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周光明笑呵呵的把周晨的成绩单递给马富贵，故作迷茫的问道：村长，你帮我看看，我儿子这成绩还过得去吧？马富贵接过成绩单瞅了一眼，当他看见那645分的成绩时，整个人都颤抖了一下。645分，这太夸张了吧？马富贵不敢置信的盯着周晨，人家周青青每年成绩那么好，都只考了575分，周晨凭什么能考645啊？马村长，就等你开席了。对面酒店3楼的窗户边，周光华扯着嗓子大喊：哎，
这就过来。马富贵应了一声。何英看见自己娘家人过来，容光焕发的走上去迎接，走路都挺胸抬头。马富贵盯着周晨质疑道：周晨，你这成绩单该不会是伪造的吧？他怎么也不相信周晨能考上这个分数，只能猜测这成绩单是造假。柳如烟这时候走过来说道：这位老人家，周晨的成绩单是我们看着老师发下来的，他并没有造假。对，我们可以作证。就是少血口喷人，俺们村也有不少这种人，反正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周晨的同学议论纷纷。马富贵拿着成绩单的手颤了颤，干笑着将其还给周光明。光明啊，刚才师哥说错话了，你不要往心里去。说罢，他从另外一个裤兜里掏出一张100元大钞，这是我的份子钱。这100块钱原本是准备给周青青的，但周晨考上了江州大学，前途一片光明，必须得趁早打好关系。马老哥刚才说了啥？我怎么不记得了？周光明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都在一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人家还是村长，撕破脸也不好。马富贵哈哈大笑，拍着周晨的肩膀夸赞道：好小子，我早就看出你非池中物，你果然没让我失望，给我们向阳村长脸了呀。这个时代的农村都还很穷，要想脱贫致富，还得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大学生身上。正当此时，周光明的小灵通响了，他拿出手机接听电话，对方自称是江州电视台的记者，想要采访自己的儿子。周光明经过周晨的同意后，这才告诉对方自己所在地址，对面酒店3楼，15张圆桌，座无虚席，所有人都在给周光华道喜。周光华夫妇脸上堆满了笑容，周青青更是一脸倨傲，毕竟整个向阳村就自己一个大学生，老马怎么还没过来？他去对面随份子了，也就他相信周晨能考上了，哈哈哈！相信周晨考上大学，我宁愿相信母猪会上树。向阳村的势利眼村民交头接耳。张桂花拿出一款黑莓手机看了看时间，随后提醒周光华道：马村长怎么还没过来？周光华也是眉头微皱，随后对周青青说：青青，你过去喊村长。他知道马富贵喜欢摆谱，但毕竟是村长，该给的面子还是得给的。好的。周青青乖巧的点了点头，随即往酒店外面走去。周光明原本订了8桌，向阳村的村民几乎都去对面了，于是空出来4桌，刚好周晨的同学填补了这个空缺。此时周晨正坐在江州电视台录像机面前准备接受采访，记者手里拿着周晨的成绩单，脸上写满了震惊。这个30分钟交卷就出来的考生还真考上了大学，而且还考了645分的高分。云姐，时间快到了，架好录像设备的摄影师提醒道。乔云深深吸了口气，脸上再没有当初的嘲讽，平复好心情，乔云调好麦克风，开始对周晨进行采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乔云。相信大家还记得高考结束前我们采访过一位每堂考试都只用30分钟交卷的考生，那么今天这个公布高考成绩的日子，我们再次联系到了这位同学，接下来将对他进行专访。乔云面向摄像头，字正腔圆地说着开场白。周青青来到包厢外面，刚好碰见叼着烟走出来的马富贵。马叔，马上开席了，就等你动筷子呢。周青青脸上浮现出甜美的笑容。马富贵兜里再次掏出一张100元大钞，干笑着说：青青啊，你堂哥也考上了，在哪吃都一样，这是叔的份子钱，你收好。什么？周晨也考上了？周青青瞠目结舌，他怎么可能考上？他凭什么能考上？马富贵又说道：他不仅考上了，而且还是考了江州大学。轰！周青青如遭五雷轰顶，红润的俏脸失去血色。周晨居然考上了江州大学，这怎么可能啊？他很快缓过神，颤抖着声音道：村长，你逗我玩的吧？马富贵叹了口气，人家江州电视台的记者都来采访他了，你自己进去看看吧。把100元大钞塞给周青青后，马富贵找到服务员问厕所在哪里。周青青走进包厢，见很多人都围着窗户旁边的沙发，他走过去，踮起脚往里面看了一眼，只见电视台记者正拿着成绩单面向摄像头介绍周晨的成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看见了吗？这就是那位每堂考试只用30分钟就交卷的考生成绩，645分。根据我们的采访得知，这位同学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只填了江州大学，645分的成绩已经超过江州大学录取分数线60多分。花！何英的娘家人此时发出惊叹，他们之前也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来参加周晨的升学宴，本以为周晨只是踩了狗屎运考上3本大学，没想到却考了645分，超过江州大学录取分数线60多分，这个分数足够去985了吧？周晨的同学也都纷纷露出羡慕的表情。柳如烟此时心情很复杂，她在考虑自己要不要接受周晨的追求。周晨接受了电视台采访，肯定会被一些企业关注，未来前途肯定坦荡。周青青失魂落魄地回到对面酒店，刚进宴席厅，所有人的目光立即看过来。周光华皱眉问道：村长呢？周青青苍白着脸摇头，想要说话，却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堵着似的。张桂花看出自己女儿脸色不好，上前问道：我的宝贝女儿，你怎么了？周晨考上大学了。周青青终于颤抖着声音说出这句话。张桂花顿时一惊，什么？她也能考上大学？周青青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考上了江州大学。轰！现场所有人都被震得一愣一愣的。江州大学？周晨考上了江州大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周青青575分的成绩也只能考上2本，周晨居然能进1本大学，那他考了多少分？张桂花面部肌肉狠狠抽搐，青青，你不是骗我们的吧？周青青哭着摇头，江州电视台都来采访他了。听见这话，周光华立刻打开宴会厅里的彩色电视机，切换到江州电视台。电视机里正是周晨接受采访的画面。因为周晨同学的升学宴马上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就不耽误他太多的时间。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改天我们再对周晨同学的父母做一个专访，也让大家了解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育出如此优秀的孩子。周光华眼神空洞地盯着大彩电，心中久久不能平息。张桂花仿佛丢了魂似的，不可能，周晨绝不可能考上江州大学，他一定作弊了。30分钟交卷还考了645分，说出去谁信啊？光华呀，我也收到了光明的请帖，我过去随个份子钱。对啊，我也收到了，帮我也带50块过去，都是一个村的，人不过去，人情总得送到，我也过去看看。向阳村的村民纷纷开口，江州大学可比周青青考上的2本大学厉害多了，以后得好好巴结周光明一家。周光华自然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只呆呆坐在椅子上抽闷烟。片刻后，原本热闹的大厅显得安静了许多。不过很快那些村民又回来了，原因是聚贤楼没那么多位置，虽然有10几桌酒席，且座无虚席。
席，村民们也很识趣的没有提及周晨一家，但是周光华一家子仍旧笑不出来，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周小江啃着猪肘，满嘴是油的问道：“爸爸，江州大学很厉害吗？”啪！你闭嘴！周青青一巴掌就拍在周小江的脸上。他现在听到江州大学4个字就不舒服。哇！周小江顿时嚎啕大哭。哎呦，你这死丫头怎么打你弟弟啊？张桂花责备的瞪了周青青一眼，在他心中，儿子女儿都是自己的心头肉，但他更喜欢自己的儿子。周光华也是不悦的瞪了周青青一眼，你自己考的不行，现在还把火撒到你弟弟身上了。我不吃了。周青青把筷子拍在桌上就往门外跑。升学宴结束后，周光华也没去见周光明，而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返回省城。周晨被一群男同学灌了不少酒，陈小龙为兄弟两肋插刀，帮他挡了不少酒，比周晨还先断片。陈小龙的父亲陈光荣开着一辆96年产的老款桑塔纳来到聚贤楼外面，他找到周光明，从公文包里拿出500块钱。老周，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小陈的升学宴也不喊我。周光明干笑道，你陈老板是大忙人，我这不是担心打扰你做生意吗？在不确定周晨有没有考上的时候，他只喊了一些老熟人。陈光荣在江县做生意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若是周晨没考上就喊人家过来，人家会怎么想？今天确实挺忙的，我可是推掉一个生意才急忙赶过来的，但还是来晚了。过2天我儿子办升学宴，咱哥俩好好喝几杯。陈光荣掏出一包八喜拆开给周光明递了一支18块的香烟，周光明平时也就只能看看，一定。周光明笑着接过香烟，两人寒暄片刻后，陈光荣带走了陈小龙，周光明则是背着周晨回家。周晨醒来已经是第2天，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已经是中午12点，正准备起床去喝口水，他忽然发现 QQ 图标在闪烁，打开 QQ， 只见同学组有20多个头像都在跳动。好家伙，平时也没人找自己，这会儿居然有这么多人，大概这就是现实吧。没出息，没本事，谁都不愿与你交集。点开那些头像，多是一些祝福语，周晨一一道谢。最后打开的是柳如烟的头像，周晨7月5号是我的升学宴，你一定要来哦。好，到时候把地址发给我。周晨打字回复。柳如烟参加了自己的升学宴，自己当然得回礼，这是最基本的人情世故。接下来一段时间，周晨不停地参加同学们的升学宴，不过中间有个小插曲，柳如烟嫌弃自己给的份子钱太少了。柳如烟的家人也对周晨指指点点，用4000多的手机，随礼居然只给100块，周晨心里非常无语。柳如烟随礼50块，自己双倍奉还，他们居然还有意见。7月10号这天，周晨还在午睡，忽然被老爸老妈的笑声吵醒，他穿着拖鞋来到客厅，何英立刻拿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走过去，激动得一边抹泪一边开口说道：“儿子，你看看这是什么？不就一份录取通知书吗？你至于吗？”周晨轻笑道：“至于，当然至于了，这是咱们扬眉吐气的资本啊！我拿快递拆开的时候，王慧芳就在旁边，那老娘们儿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何英咧着嘴笑，满脸得意与自豪。前段时间王慧芳可没少在周晨学习成绩这件事上打击自己，现在被自己儿子的成绩堵住了嘴，这2天心情格外舒畅。赶紧吃饭吧，下午我带你去办存折，你给我们的那2万块钱，我给你存进去留着大学用。周光明语气带着愧疚，他没攒够给儿子上大学的钱，儿子上大学还得用他自己赚来的钱，这笔钱你们留着用，我上大学的开销我自己能搞定。周晨拿起水杯去接水喝，你哪还有钱上大学？周光明惊讶问道。我前几天又卖了些装备，现在手里还有1万多块钱。周晨找了个借口搪塞，之前屠龙卖了8万，给了陈小龙2万，给了爸妈2万，买手机1万2，这段时间吃酒和上网开销花了将近1000块，手里还有2万7千左右。你赚多少钱都是你的，这2万块钱还是得还给你。运气这个东西不可能一直有，大学4年得花不少钱。游戏这东西能不玩尽量不要玩，这玩意儿容易上瘾。周光明语气稍稍有些严厉，他担心周晨太沉迷游戏，导致荒废了大学。差不多得了，小陈现在是大学生了，他还没你懂。何英幽怨了的瞪了周光明一眼，周光明掏出香烟刚准备点上，周晨一把将其夺走，笑着问道：“老爸，不记得我们的赌注了？”何英立刻说道：“就是，你可是答应了儿子，考上大学就戒烟，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戒烟就戒烟。”周光明也很干脆，把手里的半包香烟丢进垃圾桶。儿子有出息了，自己不能在人品这方面被儿子看不起。嘿嘿，老妈你监督好老爸，如果让我知道他抽烟，我也学抽烟。周晨前所未有的严肃，前世自己病入膏肓的时候，老爸也经常咳嗽，还偶尔咳出血，他怀疑老爸已经患了肺癌，只是为了把钱留给自己治病，老爸才一直默默隐瞒着自己和老妈。好，他要敢再抽烟，我就让他睡大街。何英狠狠瞪了周光明一眼，他一直都反对周光明抽烟，但屡教不改，现在儿子都把话放出来了，就算闹到离婚，也一定要让周光明把烟给戒了。吃完午饭，周光明带着周晨去办存折，在周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周光明这才答应儿子只存1万块进去。时间如白驹过隙，假期很快接近尾声，周晨已经订好了前往江州的火车票，陈小龙选择了江州电子科技大学，2所大学相隔不远。陈光荣开车来接周晨去火车站，周光明与何英站在小区门口恋恋不舍地和儿子道别。何英昨晚一宿没睡，红着眼眶说道：“去了学校吃好点，要是瘦了就别回来了。”周晨看着老妈头发里夹杂着的些许白发，鼻尖有些发酸。你们也是，不要总想着省钱给我用，我自己能赚钱的。爸妈为自己操心大半辈子，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等自己赚到足够的钱，在市里买好房子，就把他们接过去享福。这一天不会太久的。行了，赶紧上车吧，火车可不会等你。周光明把周晨的行李塞进了后备箱，然后掏出一包8喜烟塞给陈光荣：“老弟，路上开慢点。”周哥，你这太客气了，我这烟根本抽不完，你自己留着抽吧。陈光荣笑呵呵的推辞。周光明哭笑不得，我和儿子打赌，他考上大学我就戒烟。哟，那你岂不是输了？陈光荣似笑非笑，那可不，所以我现在已经戒烟了，赶紧收下吧。那好吧。陈光荣接过烟揣兜里，时间也不早了，我得赶紧送他们去车站，咱们回聊哈。好，路上小心。周光明挥了挥手，爸妈你们保重。周晨也在车里挥手，何英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捂着嘴挥手做无声的告别。车子离开很久，何英都还站在原地发愣，眼眶通红的周光明撇嘴道：“瞧你那点出息，有什么好哭的？儿子没出过远门，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不适应。”何英哽咽着说道：“他是大人了，会照顾好自己的。”周光明看着车子离去的方向，习惯性伸手去裤兜摸烟，将
江县距离江州有4个小时的车程，没有空调的绿皮火车非常拥挤，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即便所有窗户打开，车内温度依然是居高不下。周晨和陈小龙都有座位，原本只能坐4个人的位置硬是挤了6个人。随着火车启动，陈小龙兴致勃勃道：“新的关卡，扬帆起航。”周晨拖着下巴看向外面飞速倒退的景色，深邃的眸子里泛着金光。前世自己没上大学，这一世自己考上江州大学。列车启动瞬间，崭新的人生才正式步入正轨。抵达江州南站已经是晚上7点，周晨和陈小龙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刚来到站外，便有拿着蒲扇的大妈笑容满面走过来。2位小帅哥，住宿部10块钱一晚。10块钱，这么便宜啊？陈小龙立刻就心动了。按理说，县城的宾馆都20块一晚，这市区才10块一晚。对啊，我们这儿的宾馆都很便宜，你们应该是来大学报到的新生吧？大妈说着就要主动帮陈小龙拿行李箱。对啊，你怎么知道？陈小龙好奇地问道。自己也没穿校服啊，难道就不能是来江州工作的？正好，江州这边的大学我都很熟悉，明天还可以给你们叫车。大妈拖着陈小龙的行李箱就往前面走，2位小帅哥赶紧跟上哈。陈小龙屁颠颠的就跟了上去。这时，周晨大声说道：“小龙，我叔过来接我们了，咱们今晚不住宾馆。”陈小龙诧异的看了周晨一眼，他怎么没听说周晨还有个叔在江州？周晨上前拦住了大妈，笑着说道：“阿姨，不好意思，我们今晚有住处。”陈小龙这时候点头附和：“对不起阿姨，我把这件事给忘了。小兔崽子，浪费老娘时间。”大妈气呼呼的把陈小龙行李箱踹到一边，然后摇着蒲扇就走了。走出火车站，陈小龙才不解的问道：“陈哥，你在江州还有亲戚啊？”没有。那你火车站的宾馆不靠谱？怎么说？问那么多干嘛？我还能害你？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前世自己刚出社会打工也是什么都不懂，跟着火车站的阿姨就去了宾馆。第2天睡醒就只剩裤衩子了。这个年代的治安环境非常差，小偷小摸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人骑着摩托车上演飞车抢劫。再后来，周晨还在火车站被仙人跳过，有前世的经验，他现在自然不会轻易上当受骗。2人来到火车站外面，拦了辆计程车去江州电子科技大学。陈小龙才刚满18岁，周晨2世加起来心理年龄将近50岁。陈小龙在自己眼里就跟好蛋儿一样，当然得先把他安顿好。近1个小时的车程，2人来到电子科技大学门口，看着气势恢宏的校园大门以及外面热闹繁华的夜市，陈小龙脸上满是激动。咱们先找个住处，然后去好好搓一顿，再然后找个网吧包通宵。陈小龙很快对接下来的行程做好了规划。周晨闲着晚上没事，便点头应了下来。市里的酒店已经有了电脑房，价格有点贵，要40块一晚。若是放在之前，2人肯定舍不得住这么贵的房间。现在他们都是万元户，40块钱眼睛都不会眨一下。2人放好行李，洗了个澡，随即外出觅食。周晨拿出手机给陈凯发了 QQ 信息：“凯子在吗？忙着呢。”陈凯是电脑在线，回复的非常快。周晨打字道：“来江州，哥带你赚钱。”陈凯上学也是逃课上网，要么就是跟着一群不学无术的二流子混迹在一起。与其荒废青春，不如趁早来赚钱。经过1个多月的摸索，他已经规划出一套游戏搬砖的赚钱计划。梦幻西游可以赚钱，传奇也可以，传奇游戏还能再活2年。目前不少论坛里已经出现传奇外挂，只要在新区批量起号，无论是打金还是装备，都能捞到一笔不菲的收益。陈凯，你跑江州去干嘛？周晨，我来上学呀。陈凯，你考上大学了？周晨，陈凯，那说的赚钱怎么个赚法？他最感兴趣的2件事就是打游戏和赚钱。家里给的生活费有限，每周生活费2天就用完了，后面5天全是啃泡面，赚钱又没路子。现在陈哥说要带他赚钱，他当然有兴趣。周晨，我打算在江州开一家搬砖工作室。陈凯，搬砖是什么？周晨，就是游戏批量起号，然后大量打金、刷装备、材料，再把这些东西打包卖出去。陈凯毕竟是网瘾少年，瞬间听懂了周晨的意思，兴奋地敲着键盘问道：“那就是咱玩游戏也能赚钱？”周晨，你可以这么理解。陈凯，可是我现在还上学呢，我妈要知道我不读书，肯定会打死我的。不等周晨回消息，陈凯便接着发送消息道：“再说了，你要搞工作室，得租房子、买电脑吧？咱们上哪儿找那么多钱去？”周晨，钱的事里不用操心，就看你怎么说服你老妈了。陈凯，行吧，那我试试，明天我再联系你。结束聊天后，周晨忽然发现有人添加自己好友，点开一看，是一个叫做糖心果冻的陌生人，最老款的蓝色头发女生头像 ，QQ 等级3颗星。糖心果冻 HR 你好啊，往事随风你好，你是糖心果冻，叫我婉儿就好了。往事随风，你是唐婉。周晨心里莫名有些激动，他不知道唐婉的电话号码，唐婉的 QQ 又不怎么上线，连找他聊天的机会都没有。暑假那2个月里，他经常都会想起那个青涩单纯的短发女孩，甚至好几次做梦都梦到了她。在梦里，2人成了亲密无间的恋人，他们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去游乐场，一起坐摩天轮。滴滴滴，糖心果冻回信息了，唐婉是谁啊？我叫白婉婉。周晨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自己2世为人，这种小孩子把戏还能忽悠到自己吗？往事随风，抱歉，我可能认错人了。糖心果冻，所以唐婉到底是谁呢？往事随风，她是我女朋友，我以为是她小号呢。这句话发过去后，糖心果冻很久都没有回信息。往事随风怎么不回信息了？糖心果冻刚才有点事儿。往事随风，你不是他，咱们互删吧。糖心果冻不行。往事随风，为什么？糖心果冻，我很无聊，又没什么网友。往事随风，可是我怕我女朋友吃醋啊。糖心果冻，你女朋友又不知道。往事随风，你怎么知道她不知道？糖心果冻，猜的。周晨笑得合不拢嘴，这小班长连撒谎都不会撒呀，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可爱呢？陈哥，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赚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正站在马路边等红绿灯的陈小龙忽然问道。周晨看了眼红绿灯，开口道：“我喊了陈凯，等他过来了再说吧。”陈小龙瞪大双眼，那家伙不是还在上学吗？周晨笑道：“他学业不行，与其在学校浪费时间，不如出来跟着我们赚大钱。其实许多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陈凯从小学开始就没考过好成绩，初中时代倒数第一，每次期末考试成绩下来，周晨都能听见陈凯被揍的声音。可即便是经常挨揍，这家伙还是死性不改，学习成绩没有丝毫长进。去了职中，他更是放飞自我，经常逃学上网，这也导致了陈凯后来入狱的悲剧。让他出来赚钱，既是为了改
改变陈凯的人生，也是为了迈出自己赚钱的第一步。陈小龙思索片刻后，撇嘴道：“我感觉陈凯不靠谱，这家伙一身反骨，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让他老老实实听话。”周晨好歹在公司做过业务员，刚入职那段时间，一天两会，业务经理不断给他灌输赚钱理念，把那套方法搬过来用在陈凯身上，肯定能驾驭住这小子。滴滴滴，周晨手机 QQ 响了几声，是溏心果冻发来的信息：“你女朋友漂亮吗？她多大呀？你们交往多久了？怎么不回我信息呢？”看着连连不断的信息，周晨笑着打字回应：“跟你有关系吗？溏心果冻，我就是好奇嘛。往事随风，好奇心害死猫。我们又不熟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那么多？溏心果冻，一回生，二回熟。那我明天再找你聊天，但是你明天必须得回答我今天的问题哦。”回复完这句话，溏心果冻的头像就变成了灰色。周晨哑然一笑，随即将手机揣进裤兜。陈小龙忍不住好奇问道：“谁呀？应该不会是柳如烟吧？”周晨嘴角抽了一下，怎么可能？刚重生过来放弃柳如烟的时候，他还顾及一些同学之情，但在参加完柳如烟的升学宴的时候，他是真的被恶心到了。尤其是柳如烟的爸妈，就差没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抢钱了。在这个份子钱普遍10块20块的年代，自己给了100块还不知足，理由竟然是自己用4000多块的手机，简直是可笑至极。前面有家海鲜店，我们去吃。陈小龙盯着前方的海鲜店，眼角余光忽然瞥见公交站台站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白色衬衫的女孩，女孩书包背在胸前，旁边是一个粉色行李箱，神色略显紧张。咦，那不是黄琪琪吗？陈小龙诧异，双眼直勾勾看着那个女生说道。周晨抬眼望去，正是唐婉的同桌黄琪琪。轰！突然，周晨大脑里传来一阵轰鸣声，紧跟着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有一辆摩托车停在黄琪琪身边，摩托车后座的人抓住了黄琪琪的包，而开摩托车的人则是用力拧油门，黄琪琪会被拖出去很远，直到卷入一辆水泥搅拌车底下被碾成肉泥。这是怎么回事？周晨头晕目眩，大脑仿佛被打进一根铆钉似的疼痛。他抬手撑在陈小龙的肩膀上，再次抬头看向黄琪琪，只见黄琪琪紧张的左顾右盼，刚才是怎么回事？画面太真切了，预卜先知，自己是重生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就拥有预卜先知的能力啊。不对，前世的黄琪琪考上江州大学，后面进了一家国企，他此时出现在电子科技大学附近，明显是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了。为什么会这样？周晨摇晃着江湖似的脑子冥思苦想，片刻后，他瞳孔剧烈一缩。黄琪琪是唐婉的同桌，前世有唐婉辅导，所以他也考上了江州大学，而自己重生后和黄琪琪调换了位置，导致他没能得到唐婉的辅导，所以只考了2本线。是自己的重生改变了黄琪琪的历史，自己这预卜先知的能力，大概是能预见因为自己重生而被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哎，陈哥你咋回事？压疼人家了？陈小龙发现周晨整个人都挂在自己肩上似的，有些吃力的说道。当看见周晨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后，顿时神色一紧。陈哥你怎么了？别吓我呀，黄琪琪有危险，赶紧带他走。周晨咬着牙，极其吃力的说道。陈小龙摸了摸周晨的额头，有些发烫，忧心忡忡道：好烫，陈哥你怎么突然就发烧了？这都说胡话了。周晨双眼死死盯着陈小龙嘶吼：快去啊，他现在浑身乏力，否则自己就冲过去了。那你站稳，我这就过去。陈小龙扶着周晨站稳后，小跑着冲向黄琪琪。嗡嗡嗡，远处一辆急速行驶的摩托车飞快驶来，摩托车上坐着2个戴有头盔的男人。陈小龙注意到摩托车正在往公交站台的车道偏移，飞车抢劫。陈小龙攥紧拳头猛冲，坐在摩托车后面的男人一把拽住了黄琪琪怀里的书包。啊！没等黄琪琪反应过来，他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给带了出去。去死！陈小龙一个猛虎扑食，将摩托车扑倒在地。由于惯性原因，摩托车摔出去20多米远，摩托车上的2个男人也都掉在地上往前面滑行。陈小龙也摔得不轻，他从地上站起来大声吼道：抢劫！抢劫！大家快报警啊！然而那些路过的人置若罔闻，很识趣的就走得远远的。陈小龙有些发懵，这些人怎么回事？见死不救的，还有没有见义勇为的精神啊？呜呜，我的学费，我的学费！黄琪琪大哭着跑向那个拽着自己书包的男人，而此时那2个男人也从地上爬起来了，2人同时从腰间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刀走向陈小龙。黄琪琪回来！陈小龙大声喊道。黄琪琪也看见了歹徒手里的刀，再也不敢前进半分。嘟嘟，一辆水泥搅拌罐车按着喇叭飞速驶过。陈小龙快速来到黄琪琪跟前，硬着头皮盯着那2个歹徒吼道：居然敢当众抢劫，你们眼里还有法律吗？在来江州之前，老爸也叮嘱过自己江州很乱，让自己夜晚尽量少出门，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乱成这个样子。飞车抢劫不说，现在还不跑路，看样子还想报复自己，这可是市区啊，东西你们拿走吧，不要动手。周晨不知从哪儿找了个灭火器，提着灭火器来到陈小龙身边。2个戴着头盔的男人都很魁梧，胳膊比自己和陈小龙大腿还粗，他们手里还有刀子，要真动起手来，吃亏的是自己和陈小龙。黄琪琪书包里应该装了学费，这2个歹徒是求财，为了追回钱财挨刀子不值得。2个壮汉对视一眼，又看见不远处有治安车警灯闪烁，便放弃报复，飞快跑向摩托车那边。我的学费！黄琪琪梨花带雨的哭泣着，那可是爷爷卖掉他最心爱的那头牛才攒够的学费，现在被抢走了，自己怎么上学？陈小龙气急败坏地看向那些围观群众，怒骂道：你们还有没有良心？看着小姑娘被抢也不来阻止，咱们国家的传统美德呢？小龙，算了吧。周晨拍了拍陈小龙的肩膀，在这个还没有全方面扫黑除恶的年代，谁也不愿意得罪那些混混。陈小龙这番话倒是显得道德绑架。黄琪琪，你别哭了，你人没事就好了。周晨改变了自己刚才遇见的悲剧，黄琪琪活下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我的学费没了，没有学费我就上不了学，我该怎么办啊？黄琪琪蹲在地上抱头痛哭，他书包里有4000块，其中3000块是爸妈起早贪黑种地大半年才换来的，另外1000块是爷爷卖牛的钱。周晨开口道：学费我先帮你垫着，毕竟黄琪琪的历史是因为自己才改变的，帮他交学费也是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黄琪琪泪眼汪汪的抬起头注视周晨：你有那么多钱吗？周晨淡淡笑道：我暑假打游戏赚了点钱。黄琪琪半信半疑的看向陈小龙，带着哭腔问道：周晨说的是真的吗？陈小龙咧嘴道：他现在可是有钱人。可是我可能得很久才能还完你的钱。黄琪琪哭得愈发
发厉害，自己和周晨没什么交集，但周晨居然愿意给自己垫学费，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估计以后兼职也得好几年才能还清。不用着急还钱，等你以后有工作了再说吧。周晨压根就没想着让他还钱，甚至决定以后带黄琪琪赚更多的钱。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人赶到，两人陪着黄琪琪去录口供立案，然后再返回夜市吃饭。周晨回了一趟酒店，从自己行李箱拿了5000块钱。这年代的5000块不是一笔小数目，不过他一点也不心疼。陈小龙在海鲜饭店一口气点了8个菜，黄琪琪人都妈了。他也知道陈小龙家境好，但这是不是太夸张了？3个人能吃8个菜？小帅哥，你胳膊受伤了，要不要去处理一下？服务员注意到陈小龙胳膊有擦伤，很礼貌地问道。小伤不碍事儿。陈小龙摆了摆手，又说道，再来个麻辣大虾吧。服务员又问，请问还有人吗？陈小龙点头，还有一个。服务员一愣，就一个？3个人点9个菜，看来这小帅哥是富二代啊。陈小龙这才意识到自己点的菜似乎有些多了，想要划掉几个，又担心被服务员看不起，索性一把拦住坐在自己旁边的黄琪琪肩膀，傲慢道，我请我女朋友吃饭，多点几个菜怎么了？黄琪琪顿时瞪大眼睛，脸上爬起2朵红晕，想推开陈小龙，又怕伤到他自尊。想到刚才陈小龙飞扑过去救自己的画面，他面红耳赤的低下了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多嘴了。服务员连忙道歉，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不少富二代独自一人点10多道菜呢。服务员离开后，周晨推开包厢门走进来，看见陈小龙搂着黄琪琪，周晨似笑非笑道，小龙你可以啊，这么快就把黄琪琪同学泡到了。陈小龙脸一红，赶紧缩回自己手，磕磕巴巴道，黄琪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黄琪琪满脸羞红，低着头声若蚊蝇道，两人都很害羞，低着头不说话。周晨从兜里拿出5000块放在黄琪琪身前桌面上，黄琪琪，这是你的学费。黄琪琪看了一眼，全是崭新的100元大钞，看厚度也看不出有多少。周晨，真的很谢谢你。黄琪琪再次落泪。周晨和自己换位置的时候，自己还嘲讽过周晨，他现在却不计前嫌的帮助自己，都是同学，不用那么客气，我会尽快还你的。黄琪琪把钱捂在胸口，声音带着哭腔，如果不是这2位同学，自己的命运将发生转变。行了，赶紧把钱收好，才不外露。你之所以被抢劫，肯定是在什么地方漏财了。周晨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黄琪琪摇头道，我没有露过财。周晨又分析道，那就是第2个可能，那些抢劫犯知道开学季会有新生带钱在身上，于是随机抢劫，你运气不好，被他们给盯上了。黄琪琪努了努嘴，他们太可恶了，希望警察叔叔能尽快抓住他们。周晨笑了笑没说话。黄琪琪的想法虽好，不过现实往往很残酷，这个时代的治安环境很差，估计派出所那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抓到他们，那2个抢劫犯也不至于掏刀子了。服务员开始上菜，9个菜全部上桌后，周晨都呆住了，土豪就是不一样，今天这顿你请啊。周晨没好气的瞪了陈小龙一眼，嘿嘿，我请就我请。陈小龙满不在乎道。周晨分他的2万块钱，除了买手机就没再动过。陈小龙开了瓶啤酒，给周晨和黄琪琪各倒了一杯，来，让我们为自由干杯，干杯。周晨也是笑着端起了酒杯。黄琪琪看了看2位对自己有恩的同学，不好拒绝，于是也端起酒杯和他们碰了一下。周晨和陈小龙一饮而尽，黄琪琪只是抿了一下口。滴滴滴，周晨兜里的手机又响起 QQ 信息的声音，他立刻放下筷子掏出手机，本以为是溏心果冻发来的，但并不是。7秒钟的记忆，周晨哥哥，你到江州了吗？是顾青宇。周晨打字道，刚到不久，你也到了吧？7秒钟的记忆，我也刚到，你在哪儿呢？我可以请你吃个饭吗？往事随风，我在电子科技大学这边。7秒钟的记忆啊，好巧，我也在这边。往事随风，那你来一瓶海鲜饭店，我和陈小龙在这吃饭。7秒钟的记忆，你们已经开始吃饭了呀？那我改天再请你吧。一瓶海鲜听起来就很高大上，他可不敢在这种地方请周晨吃饭，倒不是抠门，而是请不起，自己上大学的钱都是左邻右舍拼了命才凑出来的。往事随风，改天的事改天再说，你先过来吧。陈小龙那家伙点了一大桌菜，我们也吃不完。7秒钟的记忆，那好吧。陈小龙吃着红烧鱼，忽然开口问道，陈哥，话说你当时怎么知道黄琪琪有危险的？此话一出，黄琪琪惊讶地看向周晨，你提前知道我有危险，然后让陈小龙来救我。见2人都直勾勾看着自己，周晨满脸严肃道，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但是你们不得声张。2人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周晨稍微凑近2人，低声道，实不相瞒，我爷爷是个风水先生，我自幼耳濡目染，所以懂些面相。当时看黄琪琪印堂发黑，我算到他即将发生血光之灾。他早知道陈小龙会提出这个问题，于是想了一个完美的借口。陈小龙从小在县城长大，不太相信周晨的话，他扭头看向黄琪琪问道，你相信吗？黄琪琪连连点头，我相信，我们村里那些风水先生都很有声望的。陈小龙端起啤酒喝了一口，笑眯眯道，那你帮我算算，我大学能不能找到女朋友？周晨深邃的眼眸在陈小龙脸上看了几眼，然后又拉起他的手掌，有模有样的看手相。过了一会儿，他又闭上眼睛数起了手指关节。陈小龙见周晨如此认真，心里也莫名紧张起来。片刻后，周晨睁开眼睛道，不得了，不得了啊！陈小龙双眼圆瞪，哥，怎么说？你桃花运好啊，未来几年会有很多女人追求你。周晨满脸羡慕地看着陈小龙，我擦，真的假的？陈小龙激动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周晨又扁着嘴说，但没有一个是真心喜欢你的，他们都是图你的钱。陈小龙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看来我大学得单身了。周晨看了眼黄琪琪，靠在椅背上悠哉悠哉笑道，你有一段缘分摆在眼前，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倒不是一段佳话。陈小龙又精神了，你的意思是我能找到真爱？周晨笑着点头。陈小龙猴急地问道，快给我指点迷津。周晨笑盈盈看向黄琪琪，陈小龙顺着周晨的眼神看了眼，脸色瞬间红得像是要滴血。陈哥该不会想说黄琪琪是自己真爱吧？黄琪琪也听出了周晨的弦外之音，满脸通红的低下头。他很相信算命的，不然周晨怎么知道自己有危险？现在周晨说自己和陈小龙有缘，很有可能就是真的，可是自己还没准备好谈恋爱啊。滴滴滴，顾青宇给周晨发来信息问他在哪个包厢，周晨把包厢号发给了顾青宇。片刻后，顾青宇来到包厢外面敲门，陈小龙走过去开门，看见顾青宇，他瞬间双眼一亮，顾青宇你怎么也来江州了？顾青宇莞尔笑道，你猜我有没有可能考上江州大学呢？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考上。陈小龙让开位置，
做了个请的手势。顾青宇同学里边请。顾青宇穿着洁白的短袖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发扎在后面，稍显稚嫩的脸透露着十足的清纯感。周晨哥哥，顾青宇脸蛋红扑扑的给周晨打招呼。周晨不自然的笑了笑，你还是喊我名字吧，喊我周晨哥哥，我感觉怪怪的。顾青宇点了点头，周晨同学。周晨微微一笑，坐吧。顾青宇坐在黄琪琪旁边的位置，看着满桌的海鲜大餐，无奈说道，按照你们的用餐标准，可能我这一辈子也请不起。陈小龙坐在周晨和黄琪琪中间，刚坐在椅子上，他忽然想到高考那天周晨救了顾青宇，双眼火热的瞪着周晨问道，陈哥，难道顾青宇那天有危险，也是你提前算到的？周晨点头应了一声。顾青宇的悲剧完全是前世的记忆，黄琪琪是因为自己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他的悲剧是自己预卜先知提前知道的。陈小龙现在彻底相信周晨会算命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那传奇里面暴屠龙呢，也是你算到的。他现在终于明白周晨为什么敢口出狂言，定下赚100万的小目标。有这本事何愁赚不到钱？周晨白了陈小龙一眼，没好气道，你以为算命是什么都能算到的吗？游戏爆装备全靠运气。陈小龙干笑了2声，那也没关系，你有这本事就够了。顾青宇没听懂他们在聊什么，好奇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呀？黄琪琪则是诧异的看向顾青宇，周晨也就滚。周晨不想让他们深究下去，笑着说道，行了，先吃饭吧，这么好的菜凉了可就不好吃了。4人边吃边聊天，包厢里充满了笑。大概10点多，4人才酒足饭饱的离开，没吃完的也全都打包了，大部分菜都被周晨和陈小龙塞给2个女同学了。陈小龙喝的有点多，趁着酒劲向黄琪琪要个 QQ 号，还非要给2位同学订酒店。黄琪琪和顾青宇万般拒绝，陈小龙生气说他们不给自己颜面。周晨无奈道，住酒店就住酒店吧，你们2个女孩子住宾馆也不安全。想起之前发生的事，黄琪琪还真有些害怕，紧紧攥着顾青宇的手说道，青宇，今晚我和你住吧。顾青宇点了点头，刚好他也想问问周晨怎么救了黄琪琪。陈小龙用顾青宇和黄琪琪的身份证给他们开了间双人房，随即便一同走向电梯。酒店外面，唐杰刚把车停好，正准备解开安全带的时候，副驾驶的唐婉颤抖着声音道，哥，换家酒店吧，是自家的酒店住着不舒服吗？老哥，我开了1天的车，你就不知道心疼我吗？唐杰嘴角狠狠抽搐了几下，唐婉默默低着头，滚烫的眼泪从脸颊滑落下来，落在手背上。你别哭啊，换，咱这就换。唐杰最见不得自己宝贝妹妹流眼泪，手忙脚乱的开始掉头，足足开了1个小时才来到另一家连锁酒店。唐婉一言不发的下车，然后从后备箱拿出自己的行李箱。唐杰停好车，追上去从妹妹手里夺过行李箱，我的小公主啊，你这到底哪根筋搭错了？他发现自己最近越来越捉摸不透妹妹的小心思，下午还开开心心的，晚上就晴转暴风雨。酒店前台，一男一女正在开房，男生全身都是名牌，女生则稍微朴素一点，只有1间房了呀。如烟，要不我们就开1间房吧，我睡沙发就好了。男生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柳如烟面色通红，摇头说道，不行的，男女授受不亲，我去住宾馆吧。宾馆也挺好的，只是蚊子多一点，环境差一点，不过也没关系，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那这样吧，你就住这儿，我换1家酒店住。郑飞眼神略带着失望，柳如烟点头道，那谢谢你了，郑大帅哥。郑飞便是那个找人给自己和田雪萌送早餐的神秘人，他和郑飞不在一个班级，郑飞是高3班的尖子生，而且还是3班的班长。当时在学校就听到过一些传闻，郑飞的老爸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将近10万，10万块足够在县城买半套房子了。要早知道郑飞也暗恋自己，自己肯定不会和周晨有半分钱关系。郑飞拿出1张100元大钞放在柜台，把那间豪华房给他吧。服务员收好钱，拿出钥匙放在柜台上，608号房。柳如烟拿着钥匙走向电梯，还不忘对郑飞挥了挥手，巧笑嫣然道，郑大帅哥，明天见哦。郑飞微笑着点了点头。电梯关上，唐杰和唐婉也来到了前台。唐杰说道，908和909的钥匙给我。服务员看见是少东家，连忙从抽屉里拿出2把崭新的钥匙。郑飞愣了一瞬，看见唐婉后，他又笑盈盈道，唐大班长，平时看你挺单纯啊，居然也会在外面勾搭。啪，话没说完，唐杰一巴掌呼在他的脸上。郑飞顿时暴怒，你敢打我？砰！唐杰又是一脚踢在郑飞的胸口，郑飞整个人被踹倒在地，捂着胸口怒视唐杰大吼，你怎么能打人？信不信我报警把你抓起来？说着就开始掏手机打电话。外面的保安听见动静走了进来，郑飞立刻说道，保安，这人在你们酒店打人，快把他赶走。唐杰不耐烦地对那些保安说道，把这只老鼠给我丢出去。郑飞捂着红肿的脸吼道，你以为这家酒店是你家开的吗？你打了人还让他们把我丢出去？呵呵。唐杰居高临下凝视着郑飞，侧目看向走进来的2名保镖，漫不经心道，你们告诉他这家酒店是不是我开的？这家酒店还真是他开的。小子，看你年龄不大，自己滚出去吧。带头的保安冷冷开口。郑飞傻眼了，自己还真得罪这家大酒店的老板了，还不滚？保安怒喝一声，郑飞连滚带爬就往外面跑。唐杰双手揣兜，迈着修长的双腿走向酒店豪华的电脑房。柳如烟打开空调，张开双臂躺在2米宽的席梦思大床上。有钱人的生活真不错呀，真希望天天都能住这样的房间。郑飞虽然有钱，但颜值不如周晨，我到底该选择谁呢？如果周晨的老爸也能像郑飞他爸那样年入10万，我肯定会选择周晨。可惜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柳如烟纠结了一会儿，拿出手机看下眼周晨有没有给自己发信息。周晨并没联系他，只有田雪萌给他发的信息，如烟，我家里有事耽误了，明天才能去江州。柳如烟打字回复道，知道了。田雪萌此时不在线。柳如烟放下手机准备洗澡，可又有人打了电话过来，是郑飞打来的。柳如烟拿起手机接听，郑大帅哥，有事吗？郑飞面部红肿，含糊不清道，如烟，告诉你一个八卦。柳如烟饶有兴致道，什么八卦？你在吃东西吗？说话很模糊。没吃东西，牙龈有点上火而已。郑飞自然不会承认自己脸都被打肿了，随意找了个借口敷衍。柳如烟也没多想，随即问道，什么八卦呀？你高中班长唐婉谈男朋友了啊？柳如烟立刻想到周晨，瞪着双大眼睛问，你看见他们了？郑飞诧异道，你都知道了。柳如烟心里很不是滋味，自言自语道，他们真在一起了吗？可是周晨明明最先喜欢自己啊，唐婉只是辅导了他1个月学习而已，不会的，周晨肯定不可能喜欢
喜欢唐婉的，自己除了学习成绩和家庭条件比不过唐婉，其他方面完胜她。她男人就是你住的那家酒店的老板，真没想到平时看起来单纯的唐大班长也会被有钱人包养。郑飞满脸怨恨，他打算把这个消息公布到高一3班的学生群里去。他男人打了自己，那自己就让他在学生群里身败名裂。你说什么？唐婉被有钱人包养？柳如烟神色一震，他就说嘛，周晨明明喜欢的是自己，怎么可能喜欢唐婉呢？对啊，你刚才上楼后，唐婉就和另一个男人来酒店了，酒店的保安还说那个男人是酒店的老板。郑飞省掉了自己被打的桥段。柳如烟听了郑飞的话，咂舌道，难怪唐婉那么有钱，原来是被有钱人包养了呀。郑飞揉了揉自己的脸，语气森冷道，如烟，你把这个消息公布到你们群里面去，我要让唐婉身败名裂。你和唐婉有仇？柳如烟问道。是有点不爽。郑飞说，你找其他人吧，我不太合适。唐婉在班级群里还是有些威望的，自己要是在群里八卦，那些拥护唐婉的同学肯定会在背地里骂自己。郑飞无奈道，行吧，我自己想想办法。另一边，周晨和陈小龙坐在电脑前玩梦幻西游。陈小龙对回合制游戏没太大兴趣，有气无力道，这游戏有啥好玩的，一点激情也没有。那你玩传奇去吧。周晨没有勉强陈小龙，反正以后工作室分为3个部分，实在不行就让他和陈凯管理传奇游戏那一组。嘿嘿，陈哥你不会生气吧？陈小龙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周晨哑然，生气干嘛？我玩梦幻西游也只是了解这个市场而已。陈小龙深深的看了周晨一眼，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看不透周晨。自从周晨从柳如烟的泥潭中爬出来后，先是认真学习，从学渣逆袭成为学霸，然后运气爆发刷出一把屠龙卖了8万。至于周晨说的算命，他打心底是不相信的，可又无法解释周晨的预言成为真实。陈哥，你该不会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吧？陈小龙鬼使神差的问了一句。周晨敲击鼠标的手微微一顿，扭头看着陈小龙笑道，我说是，你会信吗？不信。陈小龙摇了摇头，他宁愿相信周晨会算命，也不可能相信周晨是穿越者。玄学和神话是两码事。周晨之前在网吧里添加了那个教自己玩梦幻西游的玩家，他的游戏名叫做天下第一剑侠客，游戏界面有好友消息闪动，点开消息一看，正是剑侠客发来的消息，老弟，好久没见你来网吧了。周晨回复道，我来江州上学了。剑侠客，大学生啊。周晨回答，剑侠客，老弟，能商量个事儿吗？周晨，你说。剑侠客，能借我100块钱不？周晨遇到难处了。剑侠客，我妹妹腿摔断了，我已经卖掉了所有游戏装备，现在还差点钱才能做手术，该借的也都借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陈小龙瞥见了周晨和剑侠客的聊天记录，立马说道，陈哥你可别相信，这一看就是假的，妹妹都要动手术了，他还有心情上网呢。周晨思索片刻后，打字回复剑侠客道，100块够吗？剑侠客，不够，但我只敢找你借这么多，你年龄也不大，100块钱应该也是极限了。周晨又问，还差多少？剑侠客，500。陈哥，你该不会真想借给他吧？500块相当于普通人1个月工资了都。陈小龙开始急了，伸手就要关掉周晨的电脑。周晨拍开陈小龙的手，淡淡说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万一他妹妹就因为这500块钱没凑够出了事，我会内疚一辈子。陈小龙大声说道，你跟他很熟吗？天底下那么多可怜人，你帮得完吗？真以为有点小钱就是慈善家了吗？周晨知道陈小龙是为自己好，他只是担心自己上当受骗，但自己之前和剑侠客有过接触，以自己两世为人的阅人经验来看，剑侠客不像是骗子。周晨拍了拍陈小龙的肩膀，笑着说，500块不多，就当买个安心，随便你吧。陈小龙见周晨一意孤行，也懒得继续劝说。周晨拿出手机拨打了网吧老板猛哥的电话，哪位？猛哥正叼着在论坛发帖卖屠龙，现在屠龙的价格已经炒到了13万，他心情非常不错。猛哥，我是周晨。周晨听见周晨的声音，猛哥嘴里的烟都掉在了裤裆上。周晨怎么会突然联系自己？难道他看见论坛曝光的屠龙价格后悔了？妈的，天底下没有后悔药，他要是敢找上门，自己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可想到自己已经金盆洗手，想到自己怀孕的老婆，他心里犹豫不决，实在不行再分他点吧。猛哥，能不能借我500块钱？明天我再去银行汇款给你。存折转账只能在柜台办理汇款，这个点银行早就下班了，所以他才只能找网吧的猛哥。就这点事啊，你来网吧，我马上给你，不用还。猛哥暗自松了口气，500块不是小钱，不过自己马上就要靠着屠龙赚5万，500块钱是小事。周晨歪着头把手机夹在肩膀上，打字问剑侠客他在几号机？我在1楼8号机。剑侠客立刻回复道。周晨把剑侠客的事告诉了王猛，听说自己顾客的妹妹患了白血病，王猛很爽快的说道，周晨兄弟你是个好人啊，这样吧，我以自己的名义再多给他500，那就谢谢猛哥了。周晨对猛哥高看了几眼，当然他还不知道自己那把屠龙已经被炒到13万的天价。王猛挂断电话，去自己卧室的柜子里拿钱。坐在8号机的吴强正盯着自己和周晨的聊天框，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周晨借钱，没想到这个接触过一次的陌生人真的愿意借给自己，妹妹有救了。王猛带着1000块钱来到吴强身后，拍了拍他肩膀，把其中500放在桌上，这是周晨让我给你的500块钱。吴强连忙起身接过钱，鞠躬道谢，谢谢猛哥。王猛又把另外500递过去，这是我给你的，希望你妹妹能手术成功。吴强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猛哥居然也会借钱给自己，眼泪止不住的滑落，再次鞠躬道，谢谢猛哥，谢谢猛哥。王猛潇洒转身摆摆手说，赶紧去照顾你妹妹吧，希望你下次来上网能带来好消息。热泪盈眶的吴强电脑都没关便离开了网吧。王猛回到自己座位上，桌面的手机再次响起铃声，是乱世工会会长打来的。会长，王猛瞬间紧张。根据小道消息，乱世工会的会长是江州富二代，个人身家近千万。逍遥，你那把屠龙15万我收了。15万。王猛眼角狠狠一抽，13万已经是自己的理想价了，会长居然愿意出15万，怎么嫌少？电话那头的声音冷了几分，没有，会长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和你交易。次日，唐婉早早起床洗漱，来到隔壁哥哥的房间，他敲了敲房门，但房间里没有动静。唐婉鼓起腮帮子道，臭猪肯定又玩通宵了，他也不知道那传奇游戏有什么魔力，老哥经常通宵达旦的玩，都这么大人了，一点也不让人省心。陈小龙带着黄琪琪去了电子科技大学，周晨则是和顾青宇坐计程车去江州大学，两人都坐在后排，顾青宇面色有些紧张。
张，脸蛋略显红润。自从周晨奋不顾身救了自己，自己经常做梦都会梦到这个男生。柳如烟连这么优秀的男生都拒绝，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1个小时后，出租车停在江州大学校门口，顾青宇有个大号编织袋和行李箱，行李箱的轮子已经没了。周晨本着助人为乐的想法说道：“你拿我的行李箱吧，你的行李箱我帮你提。”不用，我可以的。顾青宇双手提起行李箱，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周晨摇了摇头，从他手里夺过了行李箱，然后把自己的行李箱留在原地。顾青宇面红耳赤，只好拖着周晨的行李箱跟了上去。就在两人刚走进校门口的时候，唐婉也从一辆计程车上下来。婉婉，好巧，柳如烟从后面的一辆车上走了下来。她头戴鸭嘴蛇帽，脸上还有一副大号墨镜，身上穿着一件洁白的短袖和超短裤，修长笔直的双腿在阳光照射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柳如烟的出现吸引了不少目光，无论是新生还是高年级的学长都眼神火热地看着这个美得冒泡的大美女，而柳如烟也是自信地扬了扬下巴。是挺巧的，唐婉只是淡淡一笑，随后便拖着行李箱走向校门口。柳如烟快步跟上去与唐婉并肩同行，想起昨晚郑飞告诉自己的八卦，她笑着调侃道：“婉婉，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多久了？哪个男人？”唐婉停下来，蹙眉看向柳如烟：“哎呀，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柳如烟似笑非笑道：“唐婉性格腼腆，不好意思承认也正常，可是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唐婉拖着行李箱继续往前走，柳如烟紧随其后。唐婉，我昨晚看见你和那个男人开房了。唐婉再度停下脚步，柳如烟挡在唐婉跟前，嘴角勾起弧度说道：“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我可以替你保密。他是我哥。”唐婉脸色冷了几分，自己明明和哥哥分开住了，怎么到柳如烟嘴里就成开房了？秦哥哥是吗？柳如烟嘴角浮现玩味，她要抓住唐婉的把柄，这样才能让唐婉远离周晨。柳如烟，你有完没完？唐婉眼眶微红，泪花在眼角打转。柳如烟见唐婉一副要哭的样子，更加确信被自己说中了，撇撇嘴道：“你大方承认不就得了吗？现在都大学了，谈男朋友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叫唐杰，他是我亲哥，不是我男朋友。”唐婉性格本就柔弱，被柳如烟冤枉嘲讽，眼泪止不住的滑落脸颊。你别哭啊，好像我欺负你似的，你那男人那么有钱，我可不敢得罪你。柳如烟怯生生地缩了缩脖子，随后提着行李箱就要走。她刚转身就被3个高挑的女生拦住了去路。为首的女人大概有20多岁，戴着墨镜，衣着火辣，嘴里嚼着口香糖，嘴唇涂抹了口红，像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几位学姐是迎接新生的吗？那就帮我提一下行李吧，谢谢你们。柳如烟甜甜开口，同时把自己行李箱推了过去。小婉，过来。为首的火辣美女朝唐婉招了招手。柳如烟微微一怔，他们是来接唐婉的。那个，你们聊，我先去走了。柳如烟拖着行李箱就要走，火辣美女伸手拦住了柳如烟。你想干嘛？柳如烟目露紧张，声音都带着颤抖。给小婉道歉。火辣美女语气轻了。柳如烟咽了口唾沫，我又没打她骂她，凭什么道歉？让你道歉就道歉，哪来那么多废话？火辣美女身后的一个女人皱眉冷视。柳如烟被吓到了，哆嗦着道：“对不起，没吃饭吗？大点声。”火辣美女冷冷开口。柳如烟委屈的眼眶发红，提高声音道：“对不起。”火辣美女又道：“对不起谁？”柳如烟强忍着眼泪，憋屈道：“唐婉，对不起，自己初来乍到，没有人脉关系，只能先服软。不过她已经记住这几张面孔了，等自己有了人脉关系，再找他们报仇也不迟。”小婉，心情好点没？火辣美女笑着问道。让她走吧，我没事了，毕竟是高中同学，她不想把事情闹大。火辣美女淡淡瞥了柳如烟一眼，小婉是我妹妹，你以后再敢欺负她，我让你在学校混不下去。知道了。柳如烟表面答应，心里却是冷笑。江州大学又不是你开的，你还能把我赶走不成？请问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柳如烟小心翼翼问道，只想远离这几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女人。火辣美女看都没看她一眼，而是揉了揉唐婉的头发，笑盈盈道：“6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西瑶姐姐，你越来越漂亮了。”唐婉一把抱住火辣美女。林西瑶是唐杰的青梅竹马，两人去年就订婚了，只等她毕业就会和唐杰结婚。拥抱了一会儿，林西瑶拍了拍唐婉后背，笑着说：“走吧，姐姐带你去报道新生。”报道一整天都很忙碌。周晨办理完入学手续，买好宿舍用品，铺好床铺，已经是晚上了。宿舍18人间，只有2个吊扇，整个宿舍跟蒸笼似的。周晨准备去洗个冷水澡降温，但看见公共洗澡房外面的队伍，他放弃了这个打算，脱掉衬衫和牛仔裤，换了条沙滩裤，躺在床上歇息。他拿出手机给唐心果冻发了条信息：“哈喽，在干嘛呢？”等了3分钟，唐心果冻并未回信息，他应该也在忙着办理入学手续吧。周晨闭上眼睛，打算小憩一会儿。大家好啊！门口忽然响起一道洪亮的声音，郑飞拖着行李箱，提着一个超大号塑料袋走进来，塑料袋里是冰镇可乐。自我介绍下，我叫郑飞，以后咱们就是室友了。初来乍到，我请大家喝冰可乐吧。郑飞把行李箱放在旁边，然后提着可乐发给大家。谢谢哥们儿，土豪啊，多谢多谢，谢谢飞哥。分到可乐的同学嬉皮笑脸道谢。很快，郑飞来到了周晨的床前，刚要把可乐递过去，忽然一愣：“周晨，你认识我不？我也来自江县一中。”周晨也愣了一下，笑着说道：“认识，你是高3班班长郑飞，高中就3个班，3年高中生涯，自然认识3班班长。”不过周晨疑惑的是，郑飞居然会认识自己，貌似自己和他没有任何接触吧？你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认识你对吧？郑飞似乎看出周晨的疑虑，笑呵呵问道。周晨很快就想到了原因，是因为柳如烟吧？哈哈，喝可乐吧。郑飞把可乐递给了周晨，谢谢，我不渴。周晨婉拒，他从郑飞眼里看出了一丝阴冷，想必以后和他不会很融洽。郑飞坐在周晨床上，低声说道：“周晨，你帮我个忙，我给你50块钱。”什么忙？你在一班学生群里散布一条消息，就说有人看见班长唐婉和男人开房了。郑飞昨晚联系了几个一班的人，但那几个家伙都拒绝了。周晨也是一班的，让他来做这件事最好不过。你说什么？周晨如遭雷击，瞪大双眼，脸色微微泛白。唐婉和其他男人开房，这怎么可能？那个容易害羞脸红的女孩会和其他男人开房？假的，一定是假的。周晨拍开郑飞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语气淡淡道：“郑飞，造谣可是犯法的。”谁说我造谣了？我昨晚亲眼看见的，那个男人还是4季酒店的老板呢。郑飞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拿出1张100元大钞，你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这100块就是你的。我擦，飞哥你真土豪啊！飞哥，以后我跟你混了，我也要抱大腿。
室友全都目瞪口呆地盯着郑飞手里那张100元大钞。他们大多来自普通家庭，即便来到大学，每个月生活费也就300块左右。把你的钱收起来吧，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龌龊。周晨还是不信唐婉会和别的男人开房。唐婉出身大家庭，是一个有涵养的好女孩，绝不会在外面胡来。滴滴滴，周晨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拿起手机一看，正是唐心果冻发来的信息。我刚忙完，是不是考虑好要回答我昨天的问题了？唐婉，别装了，我知道是你。我擦，摩托罗拉 V3。室友们看见周晨的手机，无不是瞪圆了眼睛。这款手机4200啊，什么家庭啊，能买摩托罗拉 V3？不就是 V3 吗？谁没有事的？郑飞也拿出自己的手机晃了晃。室友们顿时哀嚎，我的小灵通根本上不了台面啊！我去，你还能买得起小灵通？我唯一的通讯工具是我爸爸送我的 BB 机，哈哈哈！突然有自信了。你们别说了，我们这些买不起手机的会眼红。来自五湖四海的室友们很快打成一片。郑飞淡淡说道：“周晨，我给你200，滚，老子不缺钱。”周晨冷冷瞪了郑飞一眼，无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自己都不可能为了钱出卖唐婉。如果不是唐婉，即便自己是重生者，也不一定能考上江州大学。郑飞咬了咬牙，行，你给我记着，在江县一中，自己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周晨竟然敢让自己滚，等自己把人脉关系稳固下来，一定给他点颜色。滴滴滴，唐心果冻发来信息，都说了我不是唐婉。周晨打字道：“我不信，除非你给我打个电话。”唐心果冻，我又不知道你电话号码。1314，这是我电话号码，你打给我。周晨直接把自己电话号码发了过去。唐心果冻，我不打。周晨嘴角抽了抽，那就删好友吧，没什么好聊的。行，我打给你。唐心果冻妥协了。片刻后，周晨手机响起铃声，他立刻接听电话，对面传来一道成熟的御姐音：“往事随风，你好啊，还真不是唐婉。”周晨没有回话，直接挂掉，然后火速删除好友。女生宿舍，林夕瑶把手机还给唐婉，似笑非笑道：“这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唐婉脸蛋通红，娇嗔道：“才不是呢！”呦呦呦，脸都红了，还想骗我？林夕瑶掩嘴娇笑。唐婉又想到了周晨和顾青雨抱在一起的画面，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眸光暗淡了几分。怎么，他不喜欢你？应该是吧？唐婉靠在墙上抱着膝盖，目光有些空洞，心脏隐隐作痛。自己为了他故意只考620分，本以为他放弃柳如烟后自己就有机会了，可没想到他又和顾青雨走到一起去了。傻妹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你这么优秀，还愁找不到男朋友吗？姐明天就给你介绍几个富二代，保证个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大帅哥。林夕瑶拉着唐婉的手安慰道：“那倒没必要，我还不想谈恋爱。”唐婉拿起手机，打算继续以唐心果冻的身份回周晨信息，好友列表已经没有往事随风了。唐婉瞪圆了眼睛，他竟然把我删了。噗嗤，林夕瑶没忍住笑出了声，趁早死心吧。唐婉自我安慰道：“他应该是听见你的声音才把我删掉的。”什么意思？姐声音不好听吗？告诉姐他叫什么名字，姐明天就去扒了他的皮。林夕瑶攥紧拳头说道：“好啦，你赶紧回自己宿舍吧，我要准备睡觉了。”唐婉故作坚强的笑了笑。林夕瑶站起身，对宿舍里的人说道：“婉婉是我妹妹，而我是江州大学副校长的孙女，你们谁要敢欺负婉婉，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强势霸道的态度下的一群小女生连连点头，就连唐婉都缩了下脖子，估计也只有夕瑶姐姐这种性格能管住哥哥。次日，周晨来到班级报道，他选择的是商学院，也是为了给以后创业打下基础。电子商务这个专业才刚刚兴起，选择电子商务的学生少之又少，整个专业只有2个班，每个班35人。周晨刚走到教室门口，就察觉有2道目光看过来，顾青雨和唐婉，他们居然也选择了电子商务。周晨，顾青雨巧笑嫣然地喊了一声，他没想到周晨也选择了电子商务，还和自己分到了同一个班，刚好自己旁边有个空位，自己可以和周晨做同桌了。唐婉低着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学，我可以坐你旁边吗？周晨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唐婉抬眸看着他，然后把头扭至一旁，又没人拦着你。周晨嘴角微掀，随即拖出椅子坐下。另一边的顾青雨脸上笑容逐渐凝固，心里一阵刺痛，终究是自己自作多情了，他喜欢的是唐婉。周晨心跳有些加速，整整1个暑假，终于再次见到唐婉。唐婉此时也很紧张，都不敢回头看周晨。小婉，好久不见。周晨率先开口打破沉默。好久不见。唐婉上身是一件白色短袖，下身是白色裙子，2只粉嫩的小手攥成拳头，看起来非常紧张。他很好奇周晨为什么不和顾青雨一起做，他们明明都去酒店开房了，你不怕顾青雨吃醋吗？唐婉声音略微有些颤抖，鼻翼收缩，眼眶里含着泪花。他为什么会吃醋？周晨满脸不解。唐婉终于回过头，清澈的眼眸直勾勾盯着周晨，你不是和顾青雨在一起了吗？周晨满脑子问号，哭笑不得道，你听谁说的？我亲眼看见的。唐婉再次把头扭至一旁。周晨嘴角抽了一下，你都看到什么了？高考那天你和顾青雨抱在一起，那天是顾青雨同学被劫持了，我救了他，他应该是被吓到了才抱住了我，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所以一整个暑假不理我吧？周晨欲哭无泪，那天的事居然被唐婉给看见了，难道他就没看见自己和歹徒搏斗吗？那你去找他干嘛？唐婉继续问道。我知道他有危险，所以才去找了他。周晨开口解释，这么幼稚的借口你也能想得出来？你是不是把我当3岁小孩？唐婉有些生气了。不等周晨说话，他又委屈地问道，昨天晚上呢？我看见你和他去酒店开房了。昨天我和陈小龙碰见了黄琪琪，我们一起吃了个便饭，中途顾青雨为了答谢我之前救他，想要请我吃饭，我干脆把他喊过来一起。他和黄琪琪喝了些酒，我担心他们住旅馆不安全，于是和陈小龙带他们去酒店住，我和小龙住一间房，黄琪琪和顾青雨住一间房。周晨耐心地解释缘由，小姑娘总喜欢胡思乱想，误会解除就好了。唐婉回头盯着周晨道，你没骗我吧？周晨竖起3根手指，我发誓，但凡有一句假话，我就不许说。唐婉伸手捂住周晨的嘴，周晨温热的呼吸喷在他手心，唐婉红着脸缩回手。周晨龇牙一笑，你手好香啊。唐婉脸蛋更红，抬手就在周晨腿上掐了一把。哎呦！周晨惨叫一声，一把抓住唐婉的小手，软弱无骨的小手犹如一团棉花，滑腻的触感让周晨心神荡漾。两世为人，这还是他第一次牵女生的手。唐婉俏脸滚烫，红得像是要滴血一般。上一次和男生的拉手还是6岁的时候，哥哥带着自己去儿童乐园玩耍，周晨的手心很暖，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喂，同学，老师来了。
了。后面有个圆脸女同学小声提醒了一句，唐婉回过神，赶紧缩回自己的手。教室门口，一个27、8岁的女人抱着一叠文件走进来，她穿着束腰长裙，浓密的头发扎成马尾辫，看起来很干练。上课，美女老师朱唇轻启，声音温柔，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班委喊起立，同学们只能参差不齐地站起来。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坐回位置，不少男同学眼睛直勾勾盯着这个美女班主任。欢迎来到江州大学商学院电子商务一班，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柳絮。柳絮把手里的文件放在讲台上，又玉又纯的脸上挂着浅笑。啪啪啪，同学们立刻鼓掌。哇塞，咱班主任也太漂亮了吧，好年轻啊，她知识储备够吗？闭嘴，我不许你质疑刘老师。就是有这么漂亮的老师，知识储备很重要吗？一群男同学小声议论柳絮颜值，就连唐婉也忍不住感叹道：刘老师真好看，有吗？我觉得没你好看啊。周晨趁机拍马屁，有一说一，这个班主任颜值确实很高，肤白貌美，五官精致，身上散发着一股书香门第的气质，切，眼睛倒是很诚实。唐婉翻了个白眼，嘴上说自己漂亮，眼睛却没离开过刘老师。同学们安静一下。柳絮敲了敲桌面，同学们瞬间安静下来。他满意的点了点头，眉眼含笑道：现在请大家先上台做个自我介绍吧。说着看向最左边第一排的位置，就从左边第一排第一个同学开始。坐在最左侧第一排的是顾青雨，他先是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走上台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县的顾青雨，以后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说完又向台下的同学们鞠了一躬。柳絮站在旁边率先拍手鼓掌，接着台下爆发热烈的掌声，尤其是那些男同学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虽说顾青雨穿的朴素，但她那不施粉黛的容貌在整个班级堪称数一数二。顾青雨红着脸回到自己位置，接下来是第二个。大家好，我是来自洪城的高辉。高辉戴着副眼镜，个子不高，大概1.6米出头，似乎有些紧张，只简短介绍后便回位置了。接下来同学们陆续上台做自我介绍，有了前面同学冲锋陷阵，后面的同学胆子也逐渐放大起来，甚至还有喜欢唱歌的同学现场来了段才艺展示。很快就轮到周晨了，周晨从位置上站起来，顿时吸引了不少女同学的目光。这位同学好帅啊，妈耶，得有1.8米吧，真的好帅，为什么他的同桌不是我呀？好几个女同学小声议论着。周晨清了清嗓子，面带微笑道：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县的周晨，周是商周的周，晨是晨曦的晨，很高兴能与各位同学相聚于此。来到这所学校，我希望能结交更多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在江州大学提升自己的能力，不管是学习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综合素质。相遇即是缘分，希望在未来的大学生活里能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让我们携手并进，谢谢大家。啪啪啪，周晨开口就成为焦点，话音刚落，现场便爆发出参差不齐的掌声。班主任柳絮都情不自禁多看了这位同学几眼。周晨神情从容地回到自己位置坐下，唐婉对他竖了个大拇指：周晨同学，这段自我介绍很不赖嘛。周晨抱拳一笑，唐婉同学过奖了。这时柳絮温和地笑着说道：同学们都向周晨同学看齐，能详细点就尽量详细点。好了，有请下一位同学。周晨后面的同学是那位圆脸女同学，虽然是圆脸，但绝对不胖，留着齐刘海，下方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给人一种机灵活泼且可爱的既视感。大家好，我叫陆菲菲，我来自美丽的湖县，我的爱好是打乒乓球和打羽毛球。如果有喜欢这2项运动的同学，我们可以经常一起交流，希望以后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陆菲菲声音有些发颤，明显还是有些紧张。同学们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时间很快过去30分钟，全班同学也都全部介绍完毕。柳絮回到讲台，开始讲起了电子商务专业的由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国内互联网逐渐普及，我国2000年正式设立电子商务专业。既然大家已经选择了这个专业，相信大家也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这个专业目前在许多家庭里都是不被认可的，那是因为互联网还没完全普及。但我要告诉同学们的是，你们选择这个专业，未来一定不会后悔。接下来我详细给大家介绍电子商务这个专业。电子商务专业分为2个类别，一个是经济管理，另一个是工程技术。柳絮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电子商务4个大字，随后又将其分成2个类别：电子商务经济管理和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经济管理需要侧重掌握互联网经济与商务管理的相关知识技能，工程技术则是以互联网技术与商务信息为主。同学们听得很认真，全都拿出笔记本开始做笔记，直到下课铃响起，同学们还沉浸其中，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同学们下课，柳絮没有耽误同学们时间，下课铃刚结束便收拾课本走出教室。唐婉还在认真地分析笔记本上的内容。周晨这时忽然递过去一张纸条，唐婉眨了眨好看的睫毛，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纸条上写着：中午一起吃饭吗？唐婉白皙的脖子上浮现粉腻，撅着嘴道：谁要跟你吃饭了？你删了我 QQ，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溏心果冻还真是你啊。周晨嘴角狠狠抽了一下，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唐婉会找其他人和自己打电话呢？怎么样，没想到吧，大笨猪。唐婉得意洋洋地扬起下巴，咱第一次聊天我不就猜出来了吗？不然我会和你聊那么久吗？周晨一副不服输的表情，也就是说你知道是我，所以你是故意删我的喽？唐婉委屈巴巴道。好吧，你赢了。周晨露齿一笑，所以为了表达歉意，中午我请你吃饭吧。唐婉抠着桌子，咬了咬嘴唇，声若蚊蝇道：这算是约会吗？两世单身的周晨此时老脸一红，挠了挠头磕巴道：算吧，我答应你了。唐婉撅着粉润的小嘴，脸蛋像红苹果似的，看起来非常可爱。这时周晨的手机响起了铃声，好，就这么说定了，我先接个电话。周晨咧嘴一笑，而后掏出手机接听电话。陈哥，你在哪儿呢？我到江州大学了。电话那头是陈凯的声音。这么快，你不会是瞒着你老妈偷偷跑出来的吧？我哪敢告诉她呀。陈凯干笑了一声，你在哪里？我来找你吧。马路对面电话亭。行，我马上出来。挂掉电话，周晨对唐婉说：婉儿，我出去有点事，待会儿你帮我跟老师请个假。听见周晨亲昵的称呼，唐婉脸色愈发红润，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的甜。校门口外面的马路对面有一排公用电话亭，还穿着职中校服的陈凯蹲在电话亭旁抽烟，双眼直勾勾盯着校门口。周晨刚出来，他就立刻站起身招手：陈哥，我在这儿。周晨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看了眼常年顶着黑眼圈的陈凯，说道：走吧，我先带你去找个住的地方。陈哥，
我饿了。陈凯揉了揉肚子，嘟委屈巴巴道：“为了凑够车费，我从昨晚到现在是滴水未进呢。忍着，我待会儿还有课呢。”周晨不想第一天就翘课，所以要尽快解决陈凯的问题。附近找了家旅馆，周晨给了陈凯100块钱，这钱你先拿着用，等我放学后再带你去租长期房。陈凯看见那100元大钞，眼睛都直了，满脸堆笑道：“好的，谢谢陈哥。”周晨点了点头，继续叮嘱道：“下午6点左右我会来找你，如果看不见人，我可就不管你了哈。”陈凯喜欢上网，他担心到时候找不到人，其次也是为了让陈凯养成听话的习惯。安顿好陈凯，周晨立刻返回教室。柳絮没来，教室里乱哄哄的。周晨走到门口，教室里突然就安静了，不过只持续了几秒，便继续嘈杂起来。周晨回到自己座位坐下，一只手塞进裤兜，把刚才在小卖部买的大白兔奶糖抓出来递给唐婉：“给你。”同时唐婉也递过去一块绿箭牌口香糖：“吃吗？”两人先是一愣，随即不约而同的笑了。“那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周晨把奶糖放在唐婉的抽屉里，然后接过他手里的口香糖，剥开塞进嘴里。嗡嗡嗡，唐婉抽屉里的手机发出震动声，他拿出手机一看，竟是琪琪打来的电话。自从高考结束后，两人就很少再有联系。唐婉吃了一个奶糖，同时接听电话，笑着问道：“琪琪，怎么忽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婉婉，你看 QQ 群没有？”黄琪琪声音有些焦急：“没有啊，怎么了？”唐婉眉头微皱，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你自己看吧。黄琪琪觉得说不出口。唐婉拍了拍周晨胳膊：“周晨，你快看看班级群。”周晨拿出手机打开班级群，群里的同学全都在讨论唐婉。真没想到班长原来是这种人。他18岁还没到，算是未成年吧，真是恬不知耻。难怪上学放学还有车接送，原来被包养了呀。周晨往上翻了几页，有个叫做罗军的同学在群里公布了一条信息，告诉大家一个惊天大瓜：咱们的班长唐婉被男人包养了。这条信息发出来，群里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对罗军的话产生质疑：你不是去南方打工了吗？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罗军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在几位同学的升学宴上就说自己马上要去南方找工作，所以同学们对他的话表示质疑。消息千真万确，有照片为证。罗军在群里发了一张唐婉在酒店前台开房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郑飞花1000块钱从酒店拷贝来的监控录像中截取的，照片很模糊，但依旧能清晰分辨出照片里的女孩就是唐婉。于是群里大部分人对唐婉展开了激烈讨论。罗军，郑飞给了你多少钱？周晨忍不住往群里发了条信息。罗军，什么给我多少钱？周晨，你什么意思？周晨，是郑飞给了你好处，然后让你在群里污蔑唐婉吧？罗军，你先别管郑飞有没有给我好处，我刚才发的照片就是铁证。唐婉身为班长，却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他丢的不是自己的脸，而是我们整个江县高中的脸。周晨，大家不要轻信谣言，这张照片说不了什么，同窗3年，相信大家都知道班长的为人。我相信班长，我也相信班长，班长不是那种人。有几个女同学坚定不移地站队班长罗军。你们该不会也和唐婉一样，找了野男人包养吧？陆伟，不就一个班长吗？有什么好舔的？真不知道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柳如烟看见班级群吵得不可开交，而且都是讨论唐婉，心里无比畅快。她打字回复道：“我觉得应该让班长出来解释解释。周晨，到底是什么事啊？”唐婉见周晨脸色不好，微微皱起眉头询问：“你没在班级群里吗？”“没有，我之前那个 QQ 号密码忘掉了。”唐婉小声解释道。周晨把自己手机递给了唐婉，接过手机，唐婉浏览了一遍聊天记录，脸上顿时失去血色。“周晨，他们冤枉我。”唐婉声音带着哭腔，眼眶红红的盯着周晨：“你要相信我。”周晨轻声细语安慰道：“我相信你，也不要着急，这是郑飞在背后捣鬼。”唐婉抿了抿嘴唇解释道：“和我一起那个男人是我哥。”周晨眼睛一亮，难怪觉得那个男人的背影有些眼熟。我们班有人认识你哥吗？崔老师认识，刚上高1的时候就是我哥带我去报名的，他也是我的监护人。我给崔老师打个电话，让他帮你解释一下。周晨拿出手机就给崔玉霞打去电话。崔玉霞正在休假，接到周晨电话，听说班级群有人在污蔑唐婉，他立刻说道：“我登 QQ 看一下，你们别着急。”看见班级群里的同学全都在议论唐婉，崔玉霞找到了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她认识，是唐婉的监护人唐杰。同学们别议论了，照片里的男生是唐婉的亲哥唐杰。罗军、陆涛，你们立刻给唐婉道歉。崔玉霞连续发了2条消息，群里顿时安静下来。崔老师，你可不要瞎说呀，他们都去酒店开房了，能是兄妹关系吗？罗军已经身处南方，学业结束以后还会不会见面都是一回事，自然不怕得罪老师和同学。罗军，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违法犯纪，你已经对唐婉同学的声誉造成了影响。崔玉霞气得打字的手都在颤抖，自己怎么就教出这么个玩意儿？罗军毕竟也才高中毕业，崔玉霞这番话还真把他给吓到了，在学校里再调皮还不至于被送进派出所，这要是真的违法了，那可是得吃牢饭的。罗军、陆涛，我再说一次，你们给唐婉道歉，否则我亲自给唐婉找律师。崔玉霞真的生气了，唐婉是自己职业生涯以来最优秀的同学，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她不允许其他调皮的学生对唐婉造成影响。陆涛，班长，对不起，是罗军给了我100块钱，让我在群里跟着他一起说你坏话的。罗军骂娘的冲动都有了，收了钱还把锅全部甩到自己身上，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大不了就退群。罗军直接退出班级群。崔玉霞敲着电脑键盘打字道：“罗军已经退群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造谣是属于违法行为。我就说班长不是那种人吧，罗军真是太可恶了。”柳如烟在群里为唐婉发声，她没考上大学，心里有怨气呗，所以想让班长身败名裂，小人一个。田学萌跟着附和了一句。崔玉霞还没有挂电话，周晨到了声谢。崔玉霞询问他周晨选了什么专业，听说是电子商务专业。崔玉霞沉默了一会儿，她只是县城里的高中教师，对更高级的专业知识一窍不通，也不了解电子商业和互联网的前景。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专业，说明你已经了解过这个专业的发展前景，老师支持你。对了，唐婉呢？你们应该有联系吧？她选了什么专业？虽说唐婉分数没有周晨高，但她还是更看好唐婉。唐婉啊，周晨瞥了瞥眼眶红红的唐婉，笑着说：“她选了和我一样的专业，而且我们在一个班，她还是我同桌。您要和她说2句吗？”“行啊，你把手机给她。”周晨把手机递给唐婉，唐婉第一时间给崔玉霞道谢。崔玉霞
安慰了唐婉几句，随后开始和他聊天。柳絮这时候出现在教室门口，看向周晨喊道：“周晨同学，你带几个男同学和我一起去搬教科书。”好，周晨应了一声，然后挑了几个魁梧的男同学。唐婉和崔玉霞打完电话，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刚挂掉电话，周晨手机上震动了一下，然后 QQ 图标闪烁起来。谁给他发的信息呢？柳如烟。唐婉他抿了抿嘴唇，决定打开周晨的 QQ 一窥究竟，按动方向键选定 QQ 图标，但又迟迟不敢按下确定键。周晨在群里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自己哥哥，但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现在只是周晨的 QQ 好友找他而已，自己却在这胡思乱想。唐婉深深吸了口气，强忍住好奇心，把手机放回周晨的抽屉里。喂，唐婉同学，能不耐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后桌的陆菲菲轻轻戳了一下唐婉后背，她昨晚就想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但宿舍里的室友都没手机，现在闲得无聊，所以才打算找唐婉借手机打电话。可以啊。唐婉拿出一款粉色翻盖手机递给陆菲菲，这是唐杰送给她17岁的生日礼物，粉色定制版索尼 T618，去年上市价格6500元，粉色定制版更是高达7200元。你这手机真好看，价格不便宜吧？陆菲菲双手捧着唐婉的手机，满脸羡慕地夸赞道：“我哥给我买的，多少钱我也不清楚。”唐婉温和地笑了笑，并未说出这台手机的价格。陆菲菲拿出一个记满了电话号码的迷你电话本，找到村长家接通的座机后，无比小心地输入号码。喂，村长吗？我是陆菲菲，麻烦你告诉我妈妈，我已经在学校了，让她好好保重身体。我让你妈过来接电话，你半个小时后再打回来。不用了，村长，我妈腿脚不好，你帮我报个平安就好了。那好吧，你自己在学校也好好保重，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将来做个栋梁之才，也让你妈过好日子。我会好好读书的。陆菲菲用力点头。挂掉电话后，陆菲菲从兜里拿出1块钱。唐婉同学，我打完电话了，手机还你，谢谢你哈。不客气。唐婉回过头拿手机，看见那1块钱，她疑惑不解，这钱话费啊？话费就不用了。唐婉只拿回了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话费根本就用不完。暑假查了一下，还有1000多，想换个电话号码都难。不行，你必须得拿着，不然我下次都不敢找你借手机打电话了。陆菲菲态度很坚决，人穷志不穷，老妈从小就教导自己，做人不能贪图小便宜。唐婉无奈的笑了笑，只好把那1块钱接过来。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1分钟是2毛5，你刚通话不到2分钟，我就占你便宜，收你5毛钱，然后找你5毛。说完，唐婉拿出自己钱包找零钱，打开钱包，里面全是面值10块以上的。唐婉同学，你不用找了，就当我存着下次用吧。陆菲菲露出洁白的牙齿笑道。唐婉脸蛋微红，那行，下次你要打电话的时候随时告诉我。过了一会儿，周晨几人抬着用蛇皮袋装着的教科书来到教室。大学的课本比较多，几位男同学跑了好几趟。江州的9月和6月没太大区别，几位同学是汗流浃背。柳絮自掏腰包给几位同学买了冰可乐。周晨回到座位，拿出笔记本扇风。唐婉从抽屉里拿出1包纸巾递给他，轻声细语道：“累坏了吧，赶紧擦擦汗。”周晨看着温柔的唐婉，笑盈盈调侃道：“你帮我擦吧。”想得美。唐婉脸蛋泛红，撅起小嘴白了周晨一眼。周晨只得自己抽出纸巾擦汗。你 QQ 有人找你？唐婉继续浏览第1堂课做的笔记，嘴里小声提醒了一句：“谁找我？没看，我也不知道。”唐婉漠不关己的回应道。周晨拿出手机看了眼，竟是柳如烟发来的信息：“晨，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呗，萌萌也会过来。”唐婉虽在看书，但眼角余光还是偷偷瞥了眼那条信息，果然是柳如烟发来的。还晨，还晚上一起吃饭。唐婉努了努嘴，继续盯着周晨的手机屏幕，想看看他会怎么回复。周晨打字回复道：“抱歉，没时间，晚上有事。”看见周晨回复的这条信息，唐婉扁着的小嘴微微扬了扬。金融专业3班。柳如烟飞快的打字：“这次不用你请客，我会请客的，不就一顿饭吗？”周晨真是越来越小气了，他忽然有些怀念高中那个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周晨。上课了，拜拜。周晨甚至懒得解释，回复完这句话便把手机盖合上。唐婉内心惬意，嘴角喜不自胜的扬起弧度。婉儿同学，你笑什么呢？周晨凑过去问道。啊，我有笑吗？唐婉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可能我看错了吧。周晨也是勾了勾唇角，肯定是你刚才太累了，所以出现了幻觉。对了，晚上我想去找黄琪琪吃饭，你和我一起去呗。黄琪琪毕竟是自己高中3年的同桌，自己没办升学宴，也没去参加任何同学的升学宴。现在大学开学季，黄琪琪的学校距离江州大学也不远，所以想找他聚聚。晚上，周晨脸色为难道：“晚上我可能没时间。”唐婉失落的低下头，原来并不是找借口搪塞柳如烟，他是今天晚上确实没空。如果他有时间，说不定就答应和柳如烟一起吃饭了。我有个朋友从江县过来了，我刚才出去就是给他找住处，晚上我得带他去找个长期房。周晨只以为唐婉是因为自己没答应他，所以才会表现的失望。你忙你的就好了。唐婉牵强的笑了笑，然后就沉默着继续看笔记。周晨心中苦笑，唐婉年纪还小，胡思乱想也很正常。自己前世疯狂追求柳如烟的时候，不也是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吗？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黄琪琪吃饭呗。周晨小声说道。明天我姐过生日，后天呢？后天我哥过生日，你哥和你姐就相差1天，是我未来嫂子了。大后天也行，再说吧。唐婉心里有些生气，周晨无奈的低下了头。要不先答应他，陈凯那边又怎么处理呢？以后他可是跟着自己混的，还没开始做事就失言，还怎么给他树立个好形象？唐婉眼角余光余了周晨一眼，见他那不知所措的模样，心里有些不忍。好了，我没生气，你先处理自己的事情吧，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婉儿，你真好。周晨感动得一塌糊涂。傻子。唐婉努了努嘴，嘴角再度扬起好看的弧度。发完课本，放学铃声也响了。周晨和唐婉一起去食堂吃饭。今天的太阳很大，唐婉忘了带伞，只能顶着太阳赶往食堂。婉儿，你等我一下。周晨走到旁边的垃圾桶旁边，捡了个矿泉水纸箱，拆开纸箱，来到唐婉旁边，用纸皮帮她挡太阳。路过的同学和老师都投来了异样的目光，甚至有老师指指点点。这个年代还很保守，大学生谈恋爱也会被人议论。周晨顶着纸皮说道：“我们走吧。”唐婉也没理会那些异样的目光，只红着脸点了点头。与此同时，穿着火辣的林洛熙打着太阳伞走在操场上，正和几个闺蜜有说有笑，讨论着今年的新生有多少帅哥。旁边闺蜜李思思忽然说
说道：“洛西，前面那个小妹妹好像是你小姑子。”林洛西抬眸望去，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顶着纸皮给唐婉挡太阳。